朋友们，欢迎来到小鱼儿的频道。那今天这期教学的话，依然是干货满满。那我这里我会手把手的教大家如何使用我们的 WordPress 使用我们的 WordPress 来搭建出一个好看又专业又漂亮的一个跨境独立站的这样的一个网站。如果说你正想要搭建一个跨境电商的一个独立站，并且想要把你的产品销售到海外，想要拥有一个自己能够完全掌控的一个电商网站，今天这期视频呢，那你就来对了地方。那在开始之前呢，我这里先给大家展示一下，这个是我做出来的这样一个网站。那么在顶部大家可以看到，这里会有一个搜索框。那么你把鼠标移到上面的时候，你就可以在这里面搜索你想要的产品，比如说服装，比如说衣服或者帽子、裤子这些你可以在这里面搜索。那左边这里呢是你的品牌 logo 哈。我们做的是电商网站呢，这搜索是必须要有的，因为用户来买东西，有的他不喜欢在这里浪费时间，他就会选择直接搜索。这个搜索呢，它是一个非常及时的可以直接用文字呢就可以找到想要的一些产品。搜索之后，它会自动的显示你与你搜索相匹配的一个产品。那在左边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菜单栏是我们产品的一个分类。比如说你的有上装、下装、服装比如说如果说你还有裙子、还有半身裙、还有秋装、冬装、新品这些，你都可以把你的菜单栏建立在这边。那我也会教大家，后面会教大家如何来制作这样的一个超级炫酷的这样的一个超级菜单。那中间可以看到，在这儿呢是有我们的一个海报，这样有一个轮播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哪怕你是新手这我会教大家使用一个非常好用的 AI 工具来帮你来完成生成这样的一些海报图片。下面这点是我们主推的一些产品，包括还有我们本季的一些精选产品。那你把鼠标放上去的时候呢，可以看到它有一个渐变有一个动效的这样的一个效果它有一个图片这样子切换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特效的一个效果。那这里我也会教大家如何设置。再往下呢，可以看到这里呢是我们店铺的一些分类当我们把鼠标放上去的时候呢，它也是有这样的一个动效的一个效果。客户想要搜索比如说他想要找到一个想要找连衣裙他可以直接点击这个连衣裙想要找上衣，他可以直接点击这个上衣。那再往下可以看到，这个是我们的一些热销产品，本季呢现在最热门的一些产品，那你可以把它放在这个区域。再往下可以看到，这是我们客户的一些评价这个评价它是展示在我们的这个首页，有的时候呢，那么我们放在这里，它是可以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转化率。再往下就可以看到，这个呢是我们的一个博客文章这个是在用 WordPress 搭建这里面，它是专门有一个写文章的这样的一个功能后面我也会教大家如何写，你可以发布与你品牌相关的一些文章。如果说你是做一些服装之类的，你可以写一些什么穿搭之类的这些文章那你也可以写一些与你的产品相关的一些文章。那么这些文章如果说它被谷歌收录的话，那你有可能还会获得一些免费的一些流量。在底部这儿还可以放一个视频，你的一个最火爆的一款衣服你可以把它做成一个视频的形式来给它展现在这里。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儿就是我们的一些精选产品、热卖产品，旁边这里又有一个我们的一个电子邮件的一个订阅功能。那如果你做的是跨境电商这个邮件订阅是非常重要的。你可以这里你可以弄一些活动给买家一些利益给他一些优惠，那让他在这里输入他的邮箱，注册好之后呢，那你的店铺后期搞什么活动呢？那么我们都可以通过这个邮箱来给你的顾客发送一些邮件。如果说你是在做一些跨境电商你是做一些美国家、发达国家海外的这种电商的话，那邮电营销大家一定要把它利用起来。那么到达最底部，大家可以看到，这就是我们的一个底部的一个菜单栏在这边有我们关于我们品牌的一些相关介绍，并且有我们的一些联系方式。那在这中间可以放上我们的一些最新的一些文章这边是我们的一些菜单的一些信息。在底部这里还可以看到，比如说2025这种版权的一些信息。那后面这里可以看到你支持什么付款，那么这后面也会显示。那回到顶上可以看到，这儿我们也是非常炫酷的一些菜单在我们的博客文章里面也有这种超级菜单，这种超级菜单后面也会教大家怎么样来设置。这里还有一些愿望清单这些。那么愿望清单大家也可以把它理解为收藏夹。那么顾客喜欢的东西呢，他可以把它收藏在里面。那某一天他看到了，他收藏了，他感兴趣，他说不定什么时候呢，他就会进行一个下单。顾客也可以把他喜欢的商品直接把它添加到这个购物车里面。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我们的商店页面我们做的是一个服装网站，那肯定里面会有一些相关的商品。这儿客户呢，他也可以通过价格的筛选颜色、尺寸的筛选呢，来选出一个他想要的一个衣服。这里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加入购物车，那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给它加入到购物车。那加入购物车之后呢，接下来这里呢，我们也可以直接去到一个结账页面。在这里，顾客他可以输入他的名字、他的国家，并且填上他一些相关的信息，在这里来进行一个支付那么这里可以看到它有它的产品的一个订单信息它的一些付款，比如说它可以用些什么支付方式来进行一个付款。填完好之后呢，他就可以点击这里下单。在这里我们做服装网站，那一定要支持这个 PayPal 付款。那 PayPal 呢，因为在发达国家呢，很多人他都会使用这个 PayPal 付款。后面我也会教大家如何来设置这个 PayPal 或者说是一个Stripe的一个付款并且你还可以用微信或者支付宝来付款呢，都没有问题。那后面视频里面都会给大家讲到。在我们的页面这里每一个页面都会有比如说还有一些我们产品的相关的如何。那我们可以设置更多的页面在这里大家可以看到，比如说你可以设置一些产品的对比博客文章愿望清单收藏夹等等，那让我们的这个网站更加的完善。那我也会教大家如何上架产品，如何来添加我们的这些标题，如何来设置我们的它的一个尺码颜色，如何添加这样的一个尺码表，让顾客可以对它的尺码来有一个建议他可以通过这个表来选择适合他的一个尺码。所以这个网站呢，它可以说是这个网站呢，它的里面包含了我们所有做网站，并且我们要做一个在线销售，这里面所有的功能都非常的齐全。那这里我也会教大家如何使用一些模板让我们的新手也可以轻松的上手。今天这些视频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的看，建议大家可以把它收藏起来可以把它点赞保存。那你可以慢慢的看，反复的看这里因为我们搭建网站不是一下两下就做好的，所以你点赞之后呢，你可以在你的在我的点赞里面找到我的视频。网站已经给大家展示了大概的这样的一个效果，那接下来呢，我就来一步一步的教大家从零开始。在这里大家不要认为它很难，其实看到的这些很多一些相关的东西，我们都可以通过模板的形式快速的给它搭建出来。那这种方式它是一种比较简便的一种方式。那模板呢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现成的模板来，但是呢，整个首页呢，我是每一步一步的来教大家是把这些相关的模块如何加进去，所以这个过程也是非常的详细因为如果说你直接套用了一整块模板的话，那么后期你的网站出现问题，那你可能都不知道怎么样去改，你不知道这个区域这个文字、这个颜色这个图片的效果该怎么样去改。所以这里呢，整个首页呢，我会一步一步的带大家来完成所以大家一定要跟着我从头到尾的把整个视频一直看到最后。这里我所用到的所有相关链接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当我用到哪一个 APP 的时候，用到哪一个软件的时候呢，大家可以暂停视频你可以跟着我一起来慢慢的一步一步来实操。OK， 那废话不多说，接下来我们就马上开始吧。首先我们要搭建一个网站，并且不管你是想做什么样的网站，电商网站也好，个人网站也好，企业网站也好，那我们都需要有两个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的一个域名。那么域名是什么？可以看到，比如说这个Stripe那它上面呢，在顶上这一个Stripe的这个链接这个也可以把它叫做链接，也可以把它叫做一个域名。别人呢，他会通过这一个域名，通过我们的这个链接来找到这个网站。那每一个 APP 呢，它都有一个域名，比如说这个 PayPal， 那别人会通过这个链接来到这个网站里面。所以我们需要有一个属于自己的一个域名。那这样用户呢，他在浏览的时候他只要输入你的网址呢，就可以找到你的网站。接下来第二个我们必备的一个东西呢，它叫一个主题，也可以把它叫做服务器。那这个服务器呢，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一个24小时开机的电脑，它是专门用来储存你的网站里面的所有的内容，比如说一些文字，比如说里面的一些图片又比如说里面有一些视频，就是用来储存你所有里面的相关的一些数据，一些订单信息支付信息甚至你的 APP 的数据那这些所有的东西呢，它都是要存放在这个服务器里面的。只要你的服务器一直在线，无论用户他在哪个国家，无论什么时候打开你的网站，那么网站都可以正常运行，对外开放。所以呢，我们要搭建网站呢，这两样东西是必不可少的。这个主机也就是我们所谓的服务器，它是整个网站里面最关键的基础之一。那么你所有的功能能不能用
啊，你的加载速度快不快？当别人打开这个链接的时候啊，它是旋转半天，还是说立马就能进来？那这些数据这些稳不稳，和你这个主机呢息息相关。你整个网站的一个加载速度啊，整体的一个性能，用户的一个体验啊，你的网站在 Google 里面搜索的结果里面的一个排名，它都和你的这个主机相关。如果说你选了一个靠谱的主机，性能比较好的主机，那么你的网站的速度就会很快，访客呢他访问起来也会非常的顺畅。那尤其是对于做跨境电商独立站的，你希望别人在我们的网站啊，比如说在一些欧美发达国家，访问速度要非常的快，并且安全性比较高啊。更重要的是呢，它要搜索引擎更容易把你的网站排在前面，那么你的一个 SEO 自然流量也会跟着上来。但是反过来，如果说啊你选择那种特别便宜的质量差的主机，那一切都会相反啊，你的网站慢，你的网站容易崩溃，体验感也非常的差，还可能被谷歌降权啊，这样就得不偿失啊。所以现在其实市面上非常多的一些主机服务商，但是真正能够值得用的就是性能靠谱的了，也就是那么其中的几家。所以大家呢不用纠结怎么选啊，在这里小鱼儿也是搭建过很多网站，我所有的网站都是基于这个 Hostinger 搭建的。那大家就可以也不要去纠结，不要过多的纠结，可以按照我给大家推荐的来。那这个 Hostinger 呢，它性价比高，也是一个老牌的一个主机提供商。它的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啊，大家可以打开链接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那么推荐它的原因其实非常的简单，它的一个性价比高价格很便宜，并且呢它是专门为 WordPress 网站专门优化过的一个托管的一个服务商，它非常适合新手建站。同时的话，它的速度呢还非常的快，安全性也有保障用的人呢也是非常的多已经用了很多年了。大家打开链接呢，跟我一样你打开链接之后呢，就会来到 Hostinger 的这个首页。那进来之后呢，大家可以看到它是显示的是英文。那我们可以把它调换成一个中文。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个红旗，点进来之后，我们把它切换成中文。那么 Hostinger 这个服务器推荐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它支持一个中文，并且它这里可以点击右下角，它有一个中文客服你有任何的问题，你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点击一个发送他们都会快速的解答你的疑问。那么接下来我就教一下大家怎么样来购买这个服务器，怎么样来注册我们的域名。那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有3个套餐。那如果你的网站不是做电商网站的，只是普通的一个企业网站的话，那么你可以选择热门的选择的人很多的中间的套餐如果说你要对你的网站要求高一点，你可以选择后面的这一个。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电商网站，要销售东西的话，我就强烈建议大家要使用我们鼠标往上拉使用顶部的这里。那么我们点击这个服务，那进来之后呢，你可以看到在左边这里有2个，第一个是 WordPress 的专用自托管主机，第二个是 WooCommerce 的一个专用自托管主机。那这里我们就选择 WooCommerce 的一个专用自托管主机它可以用来创建并发展你的一个电子商务网站就是你的一个电商网站。接下来呢，我们就选择这个主机，点击一下它。点进来之后呢，我们鼠标往下滑，我们现在选择的这个是一个电商主机的一个套餐。WooCommerce 的话，它是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电商插件它是运行在这个 WordPress 里面的。那今天我们要用到的其实就是用这个 WordPress 来建站。等一下呢，我们就会来安装专业的一个电商插件。可以看到WooCommerce 的套餐这个套餐里面呢，它都会附带一个免费的域名，还有无限制的免费的一个 SSL 证书。那所谓的一个 SSL 证书它是可以让我们的网站加密传输。因为作为一个电商网站的话，我们处理的订单会处理顾客的一些信息，所以它的安全性是非常的重要。接下来呢，它还有100个电子邮件，免费的电子邮件地址和免费的一个 CDN 邮件地址的话，我们可以用来做我们企业来发送一些电子邮件那我们可能会用到一些邮件营销那我们需要一些电子邮件来接受或者发送一些邮件。那这个免费的 CDN 的话，它是可以用来加速我们的网站。这个 WooCommerce 套餐呢，这儿它也有2个可以看一下。如果大家做的是电商网站的话，那我就推荐大家选择这个第2个。
就是这个58.99一个月。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它里面有一些标准的一个 WooCommerce， 标准的 WooCommerce 商店多个第三方库存管理订单履行发票软件报告的一个集成。每月呢有支持一个超过20万的一个访问量访问次数。在这个服务器里面，我们还可以搭建100个网站。那它有100GB 的一个储存空间。那么100GB 后面还有个 NVMe 的一个储存，那这个是它这种速度非常快的一种储存方式。还有一个免费的域名，所谓免费域名你购买了它这个套餐超过1年，可以看到它这里有写有超过免费。它的托管套餐呢，你必须要买年度，比如说按年或者更长，它就会送你1年的一个免费的一个域名使用权。并且获得的这个域名可以看到它必须在托管套餐后的12个月内注册。如果时间久了，你超过这1年，那么肯定是会被取消的。那这里我们买了主机，肯定是立马要去注册这个域名。所以第1年的域名呢，你是不需要花费的第2年如果说你要继续用的话，那你到时候呢直接去续费就可以了，域名还是你的。其实这个域名的话，不管你在哪里买了，它都是需要按年进行收费的。1年的话，一般就是100多块钱，常规的域名也就是这个价接下来可以看到它有个免费的一个 SSL 还有每个网站10个邮箱，可以这个免费使用1年。那你可以查看更多功能，还有一个专家级电子商务的一个技术支持，还有一个专用的 IP 地址。那第一个套餐里面它是没有的这个是有的，专用 IP 地址。这个专用 IP 地址就非常的重要。我们在做电商网站的时候，我们不要用那种共享的 IP 第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共享 IP， 它没有专业的 IP， 就是共享 IP。那共享的 IP 的话，这种专业的 IP也就是说这个专业 IP 下面呢，它只有你的网站，没有其他的。如果共享的话，它可能里面有好多个网站。很多朋友可能之前你用的那些便宜的他可能用的都是一个共享 IP。那共享 IP 就是它下面的在这个 IP 里面它有很多网站，还有其他不同人的域名呢，它都挂在这个 IP 下面。如果别人的网站出现问题，那可能会影响到你你作为一个电商独立站所以你要想建独立站的话，强烈建议大家一定要选这个专用 IP。安全性能速度各方面我们都是如果说你做电商，就直接就选择这一个套餐。接下来呢，我们就直接点击这里选择套餐。那接下来我们要考虑的就是购买周期你是打算买1年、2年或者是48个月。这儿它的一个原则，你买的越久，价格就越划算如果说你买48个月，可以看到它每个月就是58.99。这个是人民币58块钱一个月。如果你买的是1个月的话，可以看到它的1个月的价格就是204.99。所以买的越久比如说再看一下买1年，1年的价格呢它是70多所以说买48个月呢它是最划算的，并且到时候的续费价格呢它也是更优惠的。可以看到，比如说你买48个月，它这里续费价格是189.99。比如说你买1个月，可以看到续订的价格它就是204。还是这个价格去续费，所以这个是不划算的这儿我们要做网站的话，那我们肯定是打算长远的做你不可能做2-3个月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是看不出来效果的。一般你要再做上1年、2年或者3年、5年做下来了，你的网站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免费流量网站做的越久，那你的一些这些关键词被谷歌收录的可能就越多你的自然流量就会越多。所以这儿呢，我们就直接可以选择48个月。这样呢，毕竟呢，它的价格也更划算你也不用担心什么如果说使用过程当中有什么问题你也可以看到它这里呢有一个30天的一个退款保障可以随时30天之内呢来进行一个退款，并且可以看到它48个月的话，它还额外再赠送3个月就相当于是51个月。好，接下来我们就点一个继续。这儿呢还没有注册的朋友呢，用你的邮箱你的密码来去注册一个 Hostinger 的一个账号。注册好之后呢，你直接点击进来这儿来选择一下你的国家，你来自哪个国家你就写哪个国家地址这些呢可以填写一下。填写好之后，你可以看到这边的一个订单详情可以看一下。看好之后呢，我们就直接点击一个继续。没有账号的，它会提醒你让你注册一个账号你直接注册就可以了，用邮箱或者用谷歌邮箱就可以了。OK， 接下来你要用什么支付方式那么这里的支付的方式可以鼠标往下拉，你可以选择银行卡，也可以选择这里 PayPal， 也可以选择这个支付宝。大部分的人相信都会选择这个支付宝，我们直接选一个提交订单甚至你还可以用加密货币来付款也是可以的它也支持一个银联卡。
那银联卡的话，付款的时间可能要长一点哈，可能需要24个小时才能付款成功啊。这儿我就推荐大家用支付宝哈，这里就点一个继续。接下来呢，就到了一个付款的页面哈，它这里可能会显示一个美元，但是你付款的时候，它会按实时的一个费率呢，给它结算成一个人民币哈，就会让你用人民币来进行一个支付，你扫码啊来进行支付就可以了。那完成之后啊，你可以去你的邮箱，它会向你的邮箱里面发送几封电子邮件啊，包含你的订单信息。你付完款以后呢，如果说你下次想登录你的网站呢，你就直接我们就可以来到这个 Hostinger 的首页，点击右上角啊，在这里它会有一个登录按钮，你点击一下。登录进来之后呢，就会来到 Hostinger 的后台啊。那这个 Hostinger 服务器，它这个后台啊，也是他们自己开发的一个系统，非常的简单好用啊，这个一目了然。它不像其他的有的服务器啊，它里面搞得很复杂啊，新手朋友看了脑袋都是懵的。这个设计很简单哈，大家进来其实就可以看清楚啊，这边就是一些功能。接下来大家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啊，我们等一会儿就要开始搭建我们的网站了。我们点击这里一个网站列表。后期呢，你搭建的所有的网站呢，它都会出现在这个中间哈。你需要的你可以把它保留，不需要的我们鼠标回到后面，这里有3个点啊。这个网站随时你可以删除，有的是你练手的，可能前期你的网站10-20个呢都是属于你练手的，这种搭建好了不需要的就直接点后面就把它删除就可以了。那么有的朋友不知道在哪里删除的哈，这里你就可以看一下哈，直接来到网站列表，找到这个你的想删除哪一个网站，后面直接点3个点，点删除就 OK 了。那接下来呢，我们就点击这里有一个添加网站，这儿它一共有几个选项哈，我们直接选择用 WordPress 来搭建网站，点一下它。那现在非常多的网站啊，它都是用这个 WordPress 搭建出来的，因为这个 WordPress 啊这个程序呢，它搭建网站是免费的，它不会额外收费啊，你会安装一些插件呢，它会收取一些费用。这里输入你的一个登录创建 WordPress 账户的一个管理语言哈，这个语言你可以设置一下，在这个倒三角里面可以去选。接下来就是管理员的邮件密码，这里设置一下。这个管理员邮件和密码大家一定要设置好啊，这个密码一定要设置好，它的要求还是比较严格的哈。比如说需要一些什么要求，这下面一共有6个要求啊，你按照这6个要求来设置。接下来呢，我们就选择下一步。这里搭建方式呢，可以看到啊，选择一个构建网站的方式，第一是用 AI， 第二呢是用预设的网站和主题，这个是它内置的一些模板啊，这我们暂时都不选，直接选创建空白网站。等会儿我会教大家啊，去用一个非常专业的一个电商主题。现在这种市面上的很多独立站的一些卖家呢，他们都在用的一个电商主题。接下来呢，需要一个域名哈。刚才说了，如果说你购买了1年以上，它有赠送你域名，这个时候你想要一个什么样的域名呢？你可以把它直接输入到这个里面。输入好之后，它会如果说你的这个域名没有被人占用的话，那么你就可以用；如果说已经被用了，那你就要用其他的域名。那么没有用的话，下面会出现一个它会显示免费啊，只要你购买1年的话，它会显示免费。你在这儿呢，直接来领取就可以了哈因为我这里已经领取过了，所以这里就没有了。如果是你是第一次你就可以在这里来免费的来领取域名。那如果说你的域名还没有想好的话，那么我们也可以先用一下临时的域名来搭建一下点击下面使用临时域名。OK， 那接下来可以看到它正在安装一个 WordPress 这个域名到后期的话，你把域名申领好了，想好了你的域名之后呢，你再来把它连接到你的这个网站上面就可以。还是那句话，前期的话，大家搭建网站肯定会是有很多是属于练手的哈。那么这些网站刚开始如果说不行的话，你直接删掉就可以了，还是非常方便。因为这个里面它是可以搭建100个网站的大家也可以先拿着这种临时域名，先跟着我来操作一下哈，先来试一下在这里它安装的话，大概会需要个2到3分钟。这儿喜欢小鱼儿的哈，可以来订阅小鱼儿的频道那么你如果说也对建站感兴趣，想要自己搭建网站呢，可以来看小鱼儿之前的一些视频。如果你还想再简单一点其实这里有一个 Swivel 它是一个 AI 建站你给它提示就能帮你生成一个网站大家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这里呢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这个视频的右上角这个 Swivel 是非常不错的一款 AI 建站工具。OK 了，接下来它已经安装好了，带我们来到 WordPress 的后台。这里呢，它是一个Hostinger 的后台，我们把它切换到这个 WordPress 的一个仪表盘。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网站长什么样。我们点击这个左上角的房子，这里有个查看站点现在呢，我们的这个网站里面是什么都没有
那我们怎么返回呢？我们点击左上角这个 W 哈，它就会直接带我们来到后台。我们现在是一个空白的网站啊，没关系，等会儿我们就慢慢的去搭建它。那这里我们建站的话，肯定不是说你这里3-5分钟或者1个小时就能搞定的哈。那下一次，比如说我们把电脑关完之后，我们回来再想进入到这个后台怎么办呢？你可以在鼠标回到左上角这个域名这里，你可以在你的网站的域名后面啊加入一个 WP-ADMIN 就可以来到后台。你也可以哈，像我这样最笨的方法，我们把这个网址给它复制一下，我们把它粘贴到一个文档上面。那么下次我们直接来复制打开也是 OK 的。来到我们的仪表盘啊，可以看到左边就是一些功能，这边放新闻的地方，这儿我们可以直接把它这里给清理一下哈。点击这里有一个显示选项啊，把这些勾呢全部给它取消掉。这就是一些新闻，关上，这儿后台就非常的看起来就非常的干净了。那我们不能让这些东西它来占了我们的一个内存，这些不重要的东西我们全部把它隐藏掉。好，那接下来呢，来带大家来设置一下这个 WordPress 后台的一些基础功能。那左边这里可以看到了，它这里有一个文章，这上面有一个添加文章。那我们可以在我们的网站里面来发表文章啊，你可以点击这上面添加文章。那不管你做什么样的网站哈，你可以写一些文章，它如果被谷歌收录的话，后期你也会有一些免费的流量哈。这里你可以直接写标题、写内容，然后点击发布就可以了。进来之后，你可以看到它这里有自带的一篇文章哈，这个不需要的话，我们这里把它勾选一下，把它移到回收站，或者把它删除。下面一个就是一个媒体，那这个媒体库它是干什么用的啊？点进来给大家看一下。那这个媒体库呢，你可以这里添加媒体库，点一下它，你可以选择文件，那么你可以把你的一些图片呢给它上传进来。简单的说呢，这个媒体呢，它就是存放我们网站里面的图片、视频的地方啊。你需要什么，你可以直接把它上传进来。接下来呢，可以看这是一个页面啊。这个页面是什么呢？我们做网站也好，你做什么电商网站呢，说个人博客网站都好，那它里面都会需要一些页面。那么我们每个网站它不可能只有一个页面。那比如说我们拿这一个网站来举例啊，可能它有一个首页啊，它还有一些其他的页面，它的页面会比较的多哈。这是一个电商网站，它有不同的页面。那你可以在这里添加页面，比如说关于我们的页面、联系我们的页面，或者首页啊，或者一些在线服务的一些页面。那接下来就是一个评论区。这个评论的话，如果说你的网站你写的文章有人评论，那它就会显示在这个地方。下面一个就是外观哈，这个外观就是我们网站的一个主题，也是我们所谓的一些模板哈。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一些现成的一些模板。那这个模板主题它非常的关键哈，它就是控制着我们网站的一个样式。默认情况下啊，这里 WordPress 它有自带几个主题哈。那这几个主题都是比较简单的一个主题，但如果说我们不需要，比如说这里我们可以点击放大，这里有个删除，确定，那再删除一个。那么这儿不能全部删除，我们先留下一个。等一下我们再添加一下啊，我们电商主题添加进来，我们再来删除啊。我们要上传的主题是一个专业的电商的一个主题哈。那鼠标往下滑，下一个就是一个插件，也是比较核心的东西啊。你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添加新插件。我们刚才在安装这个 WordPress 的时候呢，它有自带帮我们安装一些插件，那么这些插件我们都不需要哈。那这个里面你可以看到，其实 WordPress 它里面是有非常多的一些插件。那这些插件的话，它可以增强我们网站的一个功能啊。你想要实现什么功能，你就安装什么插件，就像我们的手机一样，你想要什么功能，比如说你想要用它来聊天，那你就安装微信啊；你想要用它来支付，那你就安装一个支付宝。那这个网站也是一样的。那我们可以看一下已安装的插件啊，这个里面有一些插件是它自动帮我们安装的一些插件，这我们不需要，我们直接勾选一下啊，把这3个呢直接把它点击先应用一下。接下来呢，我们再把它勾选一下，批量操作这里删除，这儿选择应用，确定。删除之后呢，它不会占我们的空间内存。这个是一个缓存插件，我们先留着。缓存插件呢，它是可以提高我们网站的速度哈。我们这儿可以先把它禁用掉。这个暂时不启用哈，我们网站搭建好之后我们再来启用。那么插件就相当于是给你的网站加一些小工具或者加一些不同的一些 APP 啊，刚才给大家解释过了。接下来往下拉呢，就是一个用户的一个设置，那么这里就是一个设置功能。那这部分是网站最基础的一个配置哈，网站刚刚建好一定要来走一遍
先来熟悉一下。最上面这儿是我们站点的一个标题，比如说这儿你可以把它改成你的品牌名小鱼儿。这下面是一个副标题哈，副标题你可以起一个，你不知道也可以先不起。这里站点图标啊，你可以选一个啊，这里就是一个 WordPress 的一个地址。这两个呢，建议大家目前先不要去动它啊。接下来就是一个管理员的一个邮箱地址，这里有一个成员资格。那这里有个任何人都可以注册啊，我们把它勾上，因为我们是做电商网站的啊，那是需要允许别人进行注册的啊。下面就是一个语言，可以看到这里站点的语言，你可以点开看一下啊，里面主流国家的语言都有哈，你想要什么语言你就直接把它改成什么语言啊。比如说这儿我用的是一个简体中文，接下来是一个日期格式哈，这个日期格式的话就是显示日期的一种方式。那么这语言再提醒大家啊，如果说你的商品啊，你的产品是做一些销售往美国的哈，是国外的一些客户，那么这儿呢，你也可以把这个语言给它改成一个英语，你可以把你的站点的语言切换成一个英语。那我这里选的是中文哈，中文讲起来大家就更容易理解哈，更容易看懂一些。设置好之后，我们就点击下面的一个保存更改。到这一步呢，我们整个网站的一些基础设置呢就已经设置好了。那我刚才给大家讲过了啊，我们购买了 Hostinger 这一个服务器的话，它是可以在里面可以看到可以搭建100个网站的。那么刚才我们已经搭建了一个网站，如果说你还想继续搭建第2个、第3个网站，应该怎么做呢？那么我们还是来到 Hostinger 的这个页面啊，大家来到 Hostinger 的首页，那在这上面呢，点击一个右上角点击一个登录，登录进来之后呢，我们还是点击左边的一个网站，点一个网站列表。那么方法和刚才一样哈，我们还是点击左边的这个添加网站啊，你可以选择用 WordPress 建站，你可以选择用 AI 建站啊。大家可以看到中间这里就是我这里随便搭的一些网站。那么不要的情况下，你就直接点这3个点哈，直接点删除就可以了。那如果说你还想搭建更多的网站，你就直接点这个添加网站，然后选择 WordPress 建站，方法都跟刚才是一模一样的哈，就是登录到我们的 WordPress 的后台哈，选择网站，点网站列表，然后再点一个添加网站，点一个 WordPress 来建站，那么你就可以在这上面创建100个网站都没有问题。那么再返回到我们刚才这里 WordPress 的后台，接下来呢，我们要安装我们需要用到的一些主题或者一些插件。把我们的网站可以看到，我们现在我们的网站里面呢，它是什么都没有，可以看到啊，什么都没有。我们点 W 回到后台，那我们要把这个网站从什么都没有呢，把它变成一个哈，就是把它改变成一个什么都有啊，非常漂亮、专业、功能完善的一个电商网站。那么首先第一个呢，就是要我们来安装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页面构建器啊，我们需要安装一个可视化的一个编辑器。那这个编辑器呢，它对于我们普通人来说就非常的重要哈。那现在人人都可以建站，就是因为有了这个可视化的编辑器啊，我们可以通过它一拖一拽的方式呢，就可以把我们的网站慢慢的把它搭建起来。那如果是以前的话，你不会代码，你没有专业，你是没有办法啊，普通人是操作不了，你是搭建不出来一个网站的。现在有了这个啊，比如说像这个Elementor。它就是一个在线的编辑器哈，你非常的简单，你只需要使用你的箭头去拖拽这些功能啊，就像搭积木一样的哈，就可以来设计我们的页面。不管你设计哪个页面都没有问题，那后面我会教到大家。那我们用到的这款免费而且功能强大的这个编辑器的插件呢，这款名字呢，它就叫做一个 Elementor 啊 ，Elementor 的一个下载链接呢，我也把它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了。那么我们今天的这个电商网站的首页呢，我们就可以通过这个拖拽式的编辑器呢做出来一个非常漂亮的一个网站啊。大家先暂停视频，先打开描述栏的一个 Elementor 的一个链接。那么进入到 Elementor 之后呢，你就会看到这样的一个页面。Elementor 里面它有付费版，有专业版。如果说你后期要求比较高的话，你也可以考虑付费。那么前期的话，我们选择这个免费版啊，就可以做出来一个非常好的一个效果了。这儿我们选择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下载，我们点击下载，在这里呢输入一下你的邮箱，那么在这个前面呢把它勾选一下，然后点击这个 Let's Go， 可以看到这个右上角这里它正在下载啊。当这里下载完成之后呢，那么我们就可以去把它上传啊。这里大家也可以了解一下这个 Elementor 的一个它的一个套餐情况。那么这个基础的套餐呢，可以看到它里面有一些什么样的功能，基础的一个套餐。那么可以看到它的付费的一个套餐里面，它有一些什么可以看到它里面，比如说支持一些东西，它是不一样的哈。
这个付费里面它是有57个专业的小部件，那这个免费的是32个小部件。那么这个高级的这个里面是有80多个小部件这个它的主题可能会更多一些。那么这个套餐可以看到最后面最高级的这个套餐呢，它里面有20个云模板，有主题生成器，有表单生成器，还有一个电子商务的功能这个其实这个应该还是非常不错的后期如果说你要求比较高的话，你可以考虑来升一下级。OK， 这儿已经下载完成了。那么现在其实我们就用它我们就不用来写代码了。然后回到我们的一个后台，在这儿选择插件，那么我们这儿选择添加插件，选上传插件。那我们把我们的这个地方可以直接把它点开。那么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点一下这个下载的这里，点一下这里，这儿我们可以把它拖拽上来也是可以的。拖拽上来之后呢，选择一个立即安装。那么这里告诉我们这个插件已经安装成功了。那么我们这儿点击一个启用插件，我们就可以用它来搭建我们网站的首页，还有什么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的页面。接下来它这里会跳出来一些比如说创建账号这些呢，这些我们先不管它，我们这儿直接点这个叉给它关掉。仪表盘这里它又出现了 Elementor 的一些广告，那么我们还是点这个显示选项，把这个地方给它取消掉让我们后台整齐。那接下来呢，我们就差不多就可以来开始搭建我们的页面，但是呢，我们还需要再安装几个必备的一些插件，来实现我们一些比较你要想让你的电商功能更完善的话吧，还需要再装几个插件。那我们先把我们的这个模板先装上吧，就是我们的专业主题。那么我们点击这个外观，点击添加主题。那这里给大家看一下我们要装的这个主题它叫什么。那这里呢，我们要用到的这款电商主题它叫 Wordmark。如果说你想要做一个正规的一个电商网站，那么我们就需要用到这款非常专业的电商主题。那我们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总销售量已经有了97000多单，并且它评分数呢是 4.91 的评分它这里有3000多条的一个评论。那这个评分销售了这么多还能达到 4.9 的一个评分，证明这款主题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它的评论数已经超过了 1.2万个。相信大家最关心的一个问题就是这个插件的话，它是免费的还是付费的了？那这个它是一个收费的主题。在这里其实非常多做跨境电商的朋友，他们用的基本上都是这一个主题。那这个主题的一个相关购买链接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大家如果看到这里了，建议你呢，你也打开这个，跟着我一起来看一下该操作的时候一定要一步一步的跟上。那我们要做正规的一个跨境电商独立站的话，我们一定要购买这种正版的电商主题那这个价格的话还是它的价格是59美金。那这个59美金的话是一次性付清终身可以用的它不是那种月付或者年付的，而是终身只要你要一直用，那么你都可以一直用不用每年去续费。那如果说这个主题它以后有更新的话，那你也可以永久获得它的一个主题更新升级，你也可以用到最新版。这款主题的话在7、8年前就已经上线了说明的话他们维护的非常久，购买的人也非常的多还是非常靠谱的。那你可以看到在这里59块钱你能获得哪些比如说这儿你未来的更新你是拥有的，并且呢它还有一个6个月的一个技术支持，有任何问题你可以直接联系他们的客服来帮你解决。那如果你是要打算做一个跨境电商独立站，那么这一款主题它的性价比呢还是非常高的59美金就可以用终身。如果说你还想要获得额外的一个技术支持，可以看到你可以再加个17美金它可以把6个月延长到12个月可以再给你延长1年。也就是说在未来的1年你使用它的主题有任何技术上的问题搞不懂的，你还都可以联系他们帮你解决。接下来我们可以来先看一下这个主题。那么这里有一个预览，我们直接点击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它这里面有这些模板，它可以搭建一些什么网站这个主题的相关链接大家在描述栏里面去找我已经放在描述栏了。这个主题里面呢主要是做电商的那基本上你能想到的一些电商行业它都可以用这个主题给搭建出来左边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做电商哪些方面的，比如说第一个是跟电子产品，还有一个家居方面的，这儿还有一些关于时尚方面的还有一些食物方面的还有一些什么超级商店还有服务还有企业这些等等都没有问题。如果说你用这个主题搭的话，
比如说它是一个，这个是一个鞋子相关的，这儿它有一个预览，你可以直接点击进来。那它是一个卖鞋的哈，可以看首页，它就非常的专业，非常的大气。中间这里你还可以放视频啊，放轮播。又比如说这个呢是卖一些家居方面的，看一下啊这些。那又或者说卖包包的，可以看一下哈，它这个网站真的非常的专业。那么这个包啊，可以看到这是一个卖包的一个网站哈，它这个包的一个制作过程可以看一下，这里面裁剪啊，这个缝纫这些啊，它都已经把它放出来了哈。这个应该是一些真皮包方面的啊，这个网站真的看起来真的非常的专业。还有这个呢是卖电子产品的，这个上面是一些手机壳啊、手机、手表这些，看一下手机壳啊，各种这种电子方面的哈，这种手机呀，或者说这些。其实这些网站哈，你直接套用也非常的简单哈。看一下这个哈，这个就是刚才看的这个鞋子的，背面装出来啊，非常的大气，非常的高级。那你如果说你要想做一个综合的商城哈，比如说你里面要卖家居呀，还要卖眼镜这些啊，也是没有问题。那它里面的这些网站你可以看到，它里面内置的这些模板，我们只需要一键导入啊，就可以导入出来之后啊，去改里面的相关内容，就可以把它变成你自己的网站。当然今天我不会教大家直接套用模板套用，但有你后期的话你要去更改里面，比如说像这些网站里面啊，这里是怎么建的呀，或者这些文字怎么输入进去的，或者这些符号是怎么加进去的。那么你直接套用你就搞不明白哈，我会带大家来熟悉它里面的每一个功能哈，后期你遇到问题的话，你就该知道怎么样去处理，怎么样去解决。那接下来回到这个主题这里，那么我们现在需要做的，需要先把它买下来哈。在这儿你可以看到有一个加入购物车，我建议大家呢把这个售后服务的时长呢给它延长到12个月啊，把这个呢给它勾上。啊，这不多10几美金哈，但是后期你遇到问题，你就有人帮你处理。加入购物车啊，这里没有账号的哈，你可以去创建一个你的账号，你用你的邮箱去登录一下，或者创建一个新的账号都没有问题。这里继续去前往结账。接下来就是啊，你用你的 Gmail 邮箱或者你苹果账号、你的一个 Facebook 账号啦，这些去直接去登录一下。登录好之后，进来可以看到这里你输入一下你的名字、名称哈，你的公司。那么这种带星号的都是必须填的哈，不带星号的你可填可不填。那么填好之后呢，下面选择一个付款方式。接下来选择付款方式，你可以选择这个银行卡，也可以选择 PayPal。比如说你选择 PayPal 付款，那么你就直接去连接你的 PayPal 啊，直接去用 PayPal 付。那付完款之后呢，可以看到顶部这里有一个头像啊，在这儿有一个下载啊，直接去下载这个文件就可以了。那么这个里面呢，它就包含一个文档，还有包含所有文件的一个安装包。下载好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 WordPress 的后台。那我们点击这个外观，点击添加主题，点击上传主题，这儿点击选择文件，把你的文件导入进来，选好之后直接点立即安装。安装好之后，这儿我们点一个启用。接下来呢，它会出现一个欢迎的设置页面哈，来引导你去安装。那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和我一样啊，你可以在你的谷歌浏览器里面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这样它可以看到是中英文的一个对照版本哈。那我们英文不好，我们就可以直接看中文。它这里会让你来啊，你需要一些什么子主题啊，还有一些什么插件啊，这种引导页，我们直接点击中间的这个开始。来到这一步的话，它会要求你来激活一下你的这个主题。那么我们这个时候可以回到我们刚才的一个产品页面，那鼠标往下拉，回到这个 Watermark 的这个主题页面哈，这里有一个支持，我们点一下它，我们鼠标拉到最底部，这儿有一个注册码、授权码。那你可以复制一下你的授权码，把它粘贴到这里来。那因为我这里已经这个激活过了，所以我就直接点击就到下一步。接下来这一步呢，需要安装一下我们的这个子主题。我们点击这里安装子主题，接下来我们再点一个继续。接着呢，它会安装页面构建器，还有相关的一些插件。那这里呢，我们使用的是 Elementor 啊，因为它免费啊，它的功能也非常的强大啊。你可以看到它提供了3个页面构建器啊，我们直接选择第一个就可以了，点击继续。接下来呢，就是我们的网站运行需要用到的一些插件哈，我们直接点击这个底部这里安装并激活所有。这儿呢，我简单给大家解释一下，它这里每一个插件都有它的用途。第一个，这个是 Elementor 是专门来构建我们的网页的。那接下来Atomos 呢，它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电商插件哈，这个是我们必备的。我们要在网站里面上架一些产品的话，那我们必须就要有这个功能。那我们在购买这个主机的时候，我们选的也是 Atomos 的插件主机。
接下来这个就是一个联系表单哈，这个联系表单呢是来创建我们的表单。那做电商的话，联系表单也是非常的重要。还有下面这个呢，就是专门收集我们访客的邮箱，也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邮箱的一个插件啊。最后这个 SVG 啊，这个是一个图片的小插件啊，它是方便我们使用一些图标或者一些 logo。这些插件就全部已经安装激活好了，这样我们就点击继续。接下来就是选择模板的时候啊，它这里面可以看到，这里面想问你需不需要直接导入哪一个模板，大家可以看一下这下面非常多的一些模板哈。你想要什么模板，你可以看到这儿家居的、服务的、时尚的，你都可以在这里面来选。模板是非常的多哈，它可以一次性的把一个网站的结构啊、样式啊、图片、产品呢全部都导入进来啊。这儿大概呢也可以看到，这里面有几十个这样的模板。如果说你看一下，你有喜欢的模板，比如说这个，我想看一下它的一个效果，我这儿有个实时的一个预览，你可以点开看一下。那这个应该是一个婴儿产品的，看一下啊，这里面卖婴儿的一些衣服，你可以先预览啊，这里可以在这边找电商网站哈，你要卖一些什么美妆啊这些呢，你也可以在这边来找。如果说你觉得可以看到这里它有一个导入，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导入。那整个网站的设计还有布局呢，它会自动的套用你的网站啊，直接给你套用就可以了。套用之后你直接去改就可以了。但这里我不会直接导入哈，我打算从零给大家搭建一下，给大家讲一下啊，它背后的一个逻辑哈，就是让你真正学会自己建站。那么到哪一个部分啊，它是怎么创建出来的啊？大家可以来认真的把它看到最后。那还有一点哈，这个我这里是需要一步一步的来搭建哈。如果说你想要快速上线网站啊，你的时间比较紧，比如说我在5天、1个星期之内，我就立马要让我的网站上线啊，那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直接来套用这些模板，然后去把里面相关内容去改成你自己的就可以了。这个就是非常快速的一个搭建站的一个方法。那其实这些模板还是非常不错的。这一步呢，我就直接点击这里右上角有一个跳过这个步骤啊。现在呢，它已经这里啊，所有的一切都已经准备就绪了。接下来我们可以看这里啊，你可以来查看一下你的网站的首页。可以看到我们网站的首页依然是什么都没有啊，不过比我们刚开始呢稍微要好一点了啊。这儿大概就是一个简单的模式哈。顶部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搜索框啊，这里还有一个收藏夹啊，这有一个购物车，还有一个金额。现在的话我们还没有完全配置好，如果说我们是专业的电商插件啊，WooCommerce啊，还有主题的一些细节呢，那这个在顶部这儿还没有设置好的。好，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来设置一下我们最核心的一个部分啊，就是我们的一个WooCommerce的啊整个电商的一个核心插件。那我们回到左边，鼠标往下拉，那我们找到这个插件。插件里面你可以看到，这里是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 WordPress 啊，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WooCommerce 啊，这些我们需要的一些插件，它都帮我们安装好了。那我们现在要用到的就是一个专业的一个电商插件。那比如说我们看到在左边的这个 WooCommerce， 我们直接点击进来。第一次点进来的话，它会引导你进行一个设置，这儿会看到一个欢迎的一个界面。那我们这儿点击设置我的商店，这里它会问你一些问题哈，你可以回答一下。你店铺的一个名字哈，这里写一下，还有你打算做什么，还有你的国家这里要填一下。在这儿我们选一个美国，接下来你的电子邮箱点一个继续。这里面它会给你提供一些插件，问你需不需要哈。那么这些插件呢，目前我们都不需要，把这些勾呢给它取消掉。需要的插件等会儿我会教大家安装。那如果说像你有的人说那我安装上那安装上一些没用的插件的话，它会影响你网站的速度哈，所以这些不需要的我们就没必要去安装它哈。我们再点一个继续。接下来我们的一个基础的一个设置就已经完成了。现在我们要做一个非常关键的一个设置啊，就是设置我们网站的一个收款方式。接下来我们还是点击这里一个 WooCommerce， 点下面这个设置按钮。那我们先来配置一下我们这款电商插件的一些基础设置。首先第一个常规哈，就是我们一个店铺的一个地址。那这儿大家可以根据你的实际情况来填写，比如说你在哪个城市啊，比如说广东、上海啊，这些填上你的一个地址，也是你要销售到啊，这里是国家。那么你的商店的位置哈，在哪个国家哈？邮编。接下来是一个销售的位置，你准备把这个产品呢销售到哪里？比如说在这里，你可以选择这里你点一下，你可以选择销售到特定的国家哈，也可以销售到哪些国家，除了哪些国家不销售。那这儿我们可以选，那你也可以选择不选，那不选你的产品就是迈向全球哈。
我们刚开始还是可以选一下，比如说我们刚开始做美国市场啊，因为美国市场美国它的消费实力强啊，它是一个可以说成是一个消费大国哈。我们中国一些好的商品呢都会卖到美国啊，很多做跨境电商的都会把中国的商品卖到美国。比如我们这儿就选一个销售到特定的国家和地区，那特定的国家地区呢，这里你可以选一下，比如说美国找一下，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来定哈，你想要配送到哪些地方。比如说这里配送区域，你可以选择全部国家，也可以选择特定的国家。那这儿比如说我选择美国，我配送的特定的国家选哪里哈，同样还是选美国。店铺的位置啊，它默认的一个客户的位置，比如说店铺所在的国家啊，这儿也可以选择先不选。接下来这里有一个启用税收的一个功能，如果说你的商品是销售到美国的，我们可以把启用税收呢把它勾上啊，去启用税率去计算。到时候买家他付款的时候呢，会自动把这个税给加进去。这里有一个启用优惠券代码，这儿我们也把它勾上。下面就是一个货币的类型啊，货币就选美元就可以了。如果你要选择其他的币种也是可以的，你点这个倒三角去改一下就可以了。因为这个美元是一个通用的一个国际货币哈，所以我们选择它。设置好之后呢，这里点击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第二个是产品，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重量哈，在这儿重量这里呢，我们按克来计算啊。如果说卖的是服装的话，我们就按克；如果说你卖的是一些偏重的，比如说家居这些呢，你可以按公斤，也可以按磅来计算。那么衣服它不会太重哈，大件的东西大家就要选择公斤了。好，这里好了之后点一个保存更改。接下来就是一个税的问题，那我们鼠标往下拉。那你的一个计税方式是基于客户的一个配送地址，可以看到这里有个配送地址。那么系统会给你两种税率的分类啊，一个是减税税率，一个是零税率。那这里我们也可以自定义啊，你比如说你可以添加一个，鼠标在这里往下拉，比如说添加一个销售税啊，你可以添加一些什么新的税种也是可以的。这个税这个方面哈，它其实是很复杂的哈，这方面我们也不是这方面的税收的专家啊，所以对它也不是特别了解啊。你可以去咨询一下一个专业的会计师。那么这儿我只是给大家演示一下哈。如果说你要把这个税收呢加到你的产品上面，那么我们该怎么设置？大家需要知道这个方法，在商品显示的这个价格是否包含含税的这个，那么你商店销售的价格它是含税还是不含税？这儿显示啊，这儿选一个是不含税的。这里设置好之后，我们就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在这个税这个方面啊，可以看到刚才有个标准费有费率、税收、销售税，这儿就多了一个销售税。那么我们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这个呢是添加一个税率的一个规则哈，这下面可以看到，在这里你可以添加，比如说在这儿国家啊，它是什么代码。那么这里你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可以到谷歌来搜索一下。我们在这儿来在谷歌里面搜索一下美国的销售税，下面很多网站哈，我们可以随便点一个来看一下啊，每个地方它的税是不一样的哈。这儿我们找一个来看一下。接下来我们可以通过这张图来看一下，那这里就是2025年美国的各州的一个销售税率。比如说德克萨斯州哈，它的一个简称它的一个费率就是6.25。接下来回来，比如说我们在这里呢，也可以直接来这里输入。那首先一个国家的代码不知道的话，我们可以问 GPT 哈，比如说美国的代码是什么？那还没有 GPT 账号的朋友呢，可以点击描述栏有一个便宜合租的 GPT 账号。GPT 我们平时是用的非常多的哈。那么这儿有了，可以看到 GPT 它告诉我们这 US 美国的一个代码，这儿我们把它输入到这个里面。好，接下来就是一个省级州的一个代码。这张图哈就显现的非常的清楚了，每一个州的俄亥明州的 4.0 啊，蒙大拿州的哈，可以看一下这里爱达荷州的、内华达州的哈，看一下，那每个州的税率它是不一样的。那如果在后面你不明白这些是什么意思，这我们可以直接把这儿截一个图，把它发给 GPT。这个表应该怎么填？什么意思？应该怎么填写？给出相关代码和税率。因为我用的是 GPT 的一个升级版本哈，这个是 Plus 版本，它是有一个识图的功能哈，所以建议大家哈，特别是一些你平常会用的很多的这种文本方面的信息，或者你有很多问题啊，那有一个 GPT 账号是很重要的。那么这个图它告诉我们是这个按照国家的一个设置对应的一个税率的一个地方哈。第一个可以看到是填国家，第二个是填州的一个代码。比如说这里它还有给我们的几大热门州的一个税率的一个参考这儿
那这个 CA 就代表加州，比如说我们在这里来填一个加州的，那它这个税是多少？那这儿我们把它输入一下，税率填进来啊，这税率名称哈，比如说销售税。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州，那么你还可以在下面点击继续插入哈，比如说啊，这里它还除了加州还有其他的州，比如说德州，德州的税率是多少？可以填击进来。不知道啊，可以去谷歌搜索，也可以用 GPT。那么后面这个地方我们要注意哈，这个配送里面是不包含这个税的，把这个勾给它去掉。我们这儿直接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当然你也可以设置一个税率哈，也是可以的。你可以直接统一的一个税率，那你把后面删除掉就可以了。点击保存。那大家税方面需要花点时间来研究设置一下，因为每个国家每个地区哈，它的税率都不一样啊，这个需要时间。接下来就是一个配送。配送来设置一下我们的运费哈，你发到不同的国家，那你要设置不同的运费。首先我们可以点击这里增加区域，接下来呢，先选一下你的一个配送的名称，填写一下。这儿呢，你可以添加一些区域，比如说对中国大陆用户呢是有一个运费的一个标准，那对美国、欧洲国家呢又是另外的一套运费标准啊，它不同的地方啊，它的一个运费是不一样的啊。所以首先我们先给这个区域取一个名称，比如说这个呢，我们是先要发送到美国的，设置一个美国的运费哈，美国的区域范围。那这个区域范围你可以点一下。比如说哈，在这里点击这里一个倒三角，下面美国再点一下它。比如说你要发往哪些国家，你可以把它勾选一下哈。比如说美国的什么内华达州啊，什么墨西哥呀、纽约啊，你这里可以看到一个北美洲的一些城市。美国的一些地区哈，你又可以单独来进行设置。针对美国的运费呢，如果说你是统一的，你就可以选择一个统一的一个费率啊。这儿有个添加配送方式啊，它这里有3种方式：免费配送、统一费率、本地自提。比如说我们这儿选一个统一费率，点击一个继续。统一费率这个名称呢，你也可以改一下。这儿比如说我们就给它改成一个运费，美国运费也可以。这里呢成本，比如说这里你看一下，那你准备收多少运费哈？一般比如说8到10美金啦，比如说你就输入个10美金。好了之后呢，点击一个创建并保存。那如果说你还想要增加新的地区呢，设置方法是一样的。我们这儿点击这个返回配送区域，这里呢你再来增加一个配送区域点击增加区域再来填写就可以了。上面这个可以看到，上面这个刚才是默认的，我们把默认的给它删除掉，点击确定。接下来呢，就是一个美国的一个运费哈。那运费这个运费有时候你可能会遇到这么一个问题，比如说你大件，那一个大件的话，你收10美金，那这个可能你就会亏了哈。那大件应该怎么样设置呢？那么2个产品的一个运费需要叠加，那这个时候那我们该怎么样去设置啊？比如说你的产品比较多啊，或者说他同时买了这个还买那个他买了比较重的，那么你的运费就需要叠加了。那这样子我们应该怎么设置？我们点击后面，在后面可以看到有一个编辑功能，点进来。这个时候呢，我们点击后面这里有个编辑，我们再添加一个配送类别成本。这儿我们点击这个添加配送类型。那它第一个是服装，我们点击一个创建。接下来我们点后面这个编辑功能。那这个服装呢，比如说是小件的，接下来我们再点一个添加配送类型。那这个时候呢，比如说这个家具它比较大件哈，那这儿我们先点击一个创建。这个时候就有了两种物品一个是轻的，一个是重的，那它收费就不一样了。接下来我们点击这个运输设置，再点击这个配送区域，我们再点击一下在后面这个编辑。那我们再来设置怎样叠加这个运费我们点击后面这个编辑。接下来这个成本这里呢，我们就先把它取消掉。我们在服装这里来，比如说你可以这样写那一件是10美金的一个运费。那我们中间再来一个乘号乘以一个 QTY， 一个大括号里面写一个 QTY。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它会按照数量进行一个叠加。那比如说这里是一个大件家具，可能要至少收个25美金，同样也是一样，后面乘以这个 QTY， 那系统就会自动的帮你计算数量，叠加运费。下面这个比如说是其他的一些，那我们就比如说给它设置个5块，那就可以这样设置每个配送类型呢单独收费，或者按贵的配送类型来进行收费。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它有一个计算方式，你可以点开看一下每个配送类型单独收费，或者按贵的一个类型来进行收费。那我们可以选择每个配送类型呢单独收费，点击一个保存。下面一个设置就是一个付款方面的。那下面你可以看到，下面有一些支付方式，比如说你支持哪些付款方式因为今天我们是作为一个测试的，
我们看一下底下这里啊有一个接受离线付款，这儿我们点击进来看一下，接受离线付款里面呢，它有一个货到付款啊，我们先把它打开，因为等后面在演示操作的时候会用到。但如果说你的店铺真正上线以后呢，建议大家要把这个货到付款给关掉哈，因为我们今天是演示，所以我们先把它启用一下。但是视频的后面我们一定要记得把它关掉。这我们先启用一下，点击这个上面倒三角返回。可以看到目前默认的一个支付方式啊，它有支持一些信用卡，有支持这个 PayPal 付款。那么接下来我们还需要安装一些插件哈。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在这边找到插件，那里面是我们已经安装好的一些插件。我们点击这个顶上这儿有一个添加插件，那我们先来安装一个支持 PayPal 付款的插件哈。这儿搜索一下带 PayPal 的啊，在这儿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哈，它就是一个 PayPal 的一个付款插件。啊，这是 PayPal WooCommerce 哈，这里大家一定要认准哈，这里面它会有一个 logo 哈 ，PayPal 的 logo 在里面，不要安装错误啊。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评分比较高啊，它是5颗星，并且安装数是9万加。这儿点一个立即安装，它也是官方的一个插件。WooCommerce 的话，官方有一个自己的这样的一个插件，我们暂时先不用激活，等会儿我们安装好再一起激活。那再来看到旁边这里有一个Stripe 的 WooCommerce， 你如果说用了这个 Stripe 啊，它这个插件的作用呢，就可以让你的客户在你的网站上直接刷信用卡，用信用卡、借记卡付款啊，不用跳转到其他的别的网站。那特别是在一些欧美国家哈，他们都会使用到 Stripe 收款平台啊。这个 Stripe 呢，在欧美啊，比如说在澳大利亚呀，还有亚洲这些地区啊，中部这些地区使用的人比较多哈。当然还有一些地方它也是不支持的，因为我们如果你做美国市场的话 ，Stripe 它是完全支持的啊，必须要拥有一个 Stripe 的账号啊，你可以这样子呢，你的公司就有一个全球收款的这样的一个账号啊，因为你主要是做欧美发达的一个国家的话，那你一定要拥有这个 Stripe 的账号。但是呢，这里要注册这个 Stripe 的账号呢，中国大陆的企业执照呢，申请它是不支持的。那么怎么办呢？这我们就比如说可以去申请一个香港的公司或者美国的公司呢，用香港、美国的公司去申请Stripe的账号都可以。那大家也可以使用啊。那要注册一个公司来申请一个Stripe账号，因为Stripe它是使用的人数比较多的哈。如果说你要长期做跨境电商，必须要拥有这样一个账号。那我这儿就建议大家呢，你可以使用这个西北公司哈，让他来帮你注册一家美国公司，你用这个美国公司来申请一个Stripe账号。这里之前小鱼呢也做过一期详细的教程哈，这儿使用美国公司来申请一个Stripe收款账号的一期教程啊，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和右上角哈，大家可以先来保存一下这个视频。这里Lowflat 西北公司的一个注册美国公司的一个相关链接呢，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大家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到这儿呢，大家也不用着急哈，你可以后期慢慢的去申请啊，我们可以先接着把这个视频往下看。那这里我只是给大家这样的一个思路哈，让你知道该怎么样去操作。接下来就是这个Stripe了，我们这里点击一个立即安装，它同样都是5颗星的有安装的人数已经非常多了。接下来我们再点到这个左边的插件，点已安装插件，可以看到这里呢，一个是 PayPal， 一个是Stripe， 我们把这2个给它勾选一下，一起来给它点击一个启用，点击应用。好了，那这里我们就把它启用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设置一下支付的一个 API。那不管是Stripe也好PayPal 也好，前提是你需要有一个Stripe的账号或者是一个 PayPal 的账号。申请一个Stripe或者申请一个 PayPal 账号，这个 PayPal 账号呢必须是企业账号。那Stripe账号也是，如果说你用的是你企业的账号呢，才可以来申请。那你个人是没有办法来申请的，你是个体户也行反正必须是这种个体户或者企业个人的账号了，它是没有办法用于收款的。这点要给大家讲清楚哈。接下来我们来到这个 WooCommerce 下面的设置按钮来到这个付款的这个位置，那我们来设置一下这个付款。首先可以先来看一下这个 PayPal 的付款这里 PayPal 我们下载之后可以看到它这儿就有了这里去点击一下安装。那么这个刚才给大家点的这个呢，它是官方给这里面直接安装上的，那这个才是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插件，我们在后面点一个启用。那么它现在可以看到我点了启用之后，它这儿没有显示了，没有激活。启用之后呢，我点一下后面这一个管理这个需要连接一下我们的一个 PayPal 账户，也就是要接入我们自己账号的一个 API。我们鼠标往下拉，这是往上拉，这里有个 API 设置，点一下它。首先这里有个环境目
默认情况下呢，它是选择的是一个沙盒环境。沙盒环境呢，它主要是用于测试的啊。这里我们把它改成一个正式的，这里直接去点击连接。连接的时候呢，你要打开你的 PayPal 账号。再次给大家呢，再次强调一下啊，这个 PayPal 它只支持 PayPal 的商业账户啊，也就是说，你的 PayPal 账号呢必须是公司注册才可以，如果是你个人的话，那是用不了的。最差也是需要一个个体工商户哈，这里才可以啊。这里你弄好之后呢，你登录你的 PayPal 账号呢，直接它会跳转到这个 API， 它会自动的连接哈，自动的帮你填进来啊，这个是非常方便的。连接好之后呢，就直接点一个保存更改就可以了啊。那这里 PayPal 的一个支付设置就完成了，用户在你的网站里面下单，他就可以选择 PayPal 进行支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这个Stripe 的一个企业账号，我们鼠标往下拉。接下来我们设置一下Stripe的一个收款设置哈，但是在这里Stripe同样的啊，跟大家刚才讲的一样，你必须要有一个Stripe的一个企业账号，你可以用你的美国公司或者香港公司去注册一个Stripe的账号。那么在这儿呢，大家可能一听到公司，那么我一人我哪里来的公司，对不对啊？一听到要注册公司啊，就头都大。那这里大家也不要着急，其实现在注册美国公司也是非常容易的事情啊。那你离岸注册，你人不在美国，那也有办法可以注册。刚才给大家讲过了，之前小鱼儿有出过一期教程，直接用美国账本如何去申请一个美国公司。那么大家也可以看我的这期视频啊。如果说你想申请一个美国公司啊，怎么样去离岸去注册公司，那这里也是一期非常详细的教程，大家也可以看一下哈。那你只要使用到一些注册公司代理，只需要去填写一些资料哈，这个公司就能完成。接下来我们找到这个Stripe的一个账号。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到是这个哈Stripe，后面你也可以点击一个管理，那同样是需要连接到Stripe的一个 API。设置模式这里呢，它同样呢，它会是一个测试模式，你可以点击它在线。我们点上面的一个 API， 这我们把它改成一个上线模式。那么这里去连接一下你的一个Stripe账号就可以了。连好之后，这里模式呢，同样给它改成一个在线模式，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好，接下来你还可以开通其他的，比如说你想要用一些什么银行卡、那些信用卡这些付款呢，你也可以这些给它开通一下。那这上面的付款方式可以看到很多哈，比如这儿有个微信支付的，这里可以启用一下。那么这儿有个支付宝呢，这里你也可以把它启用一下。那你要支持这个Lik付款呢，你也可以把它启用一下。那如果说你希望你的网站支持 PayPal 付款，那这个Stripe呢，你这里也可以启用一下，前提是你需要到Stripe的账号后台去设置一下，让它支持 PayPal 付款。在启用之前，你最好把你的电商网站先完善一下，因为到时候你去申请 Google 或者说微信支付呢，它会去审核你的独立站。如果说你网站什么都没有，那肯定审核通不过哈。所以我们先把网站搭建好再去弄这些付款这些方式。那么像支付宝、微信这些在这里激活还不行哈，你需要去设置一下。好，这一步我们在付款这儿设置差不多，我们接下来是账户和隐私。这里我们需要勾选一下允许客户在没有账户的情况下结账，还有我们要勾选一下允许在结账时启用登录。这两个都把它勾上。这个功能作用就是用户他在结账的页面还没有登录的话，你会看到一个输入框，他会输入他的邮箱进行登录系统会自动填好他们的名字和地址这样他就允许客户呢在创建账户，在结账的时候或者在我的账户上面，他们可以创建他的账户。这儿允许客户在结账的时候创建在我的账户页面上。接下来就是一个发送密码设置链接，那这个就可以不用哈。好，接下来这个是使用电子邮箱作为账户登录名，那密码取消之后可以让用户自己去设置登录他的一个用户名。那鼠标拉到底，点击一下保存更改。接下来就是后面的这里有一个高级选项，我们点一下它。在这个高级选项里面呢，这里有个用户协议，必须要有一些网站里面的一些用户协议非常重要。那么这个用户协议里面呢，一般我们要选择一个页面比如说是一些退货退款策略这些了。那我们先鼠标往下拉，我们再找到这个页面，点击所有页面，我们点击鼠标上面的中间这个滑动键，我们让它在新窗口打开。这里有一个退货政策，这里我们点击这个编辑，这个是系统默认的它帮我们写的一篇。关于退货政策这方面呢，那个是默认的大家尽量必须要去改一下里面可能有的它不适合你如果说你实在不会写的话，我推荐大家可以来试一下使用一下这个 APP。这个 APP 叫 Turly， 这个网站的话，它可以默认帮你生成一些
非常专业的，比如说服务条款啊、退款政策呀，还有网站里各方面的一些政策啊，它这里面都是非常专业的，并且它可以看到它涵盖的国家还比较多啊，全球覆盖。这上面你可以通过这个上面你可以看到它里面一些什么隐私政策生成、政策生成的哈、免责声明这些等等这些各种条款这些都有哈，还有一些什么法规方面的。它这里面都是一些非常专业，比如说一些律师他们写出来的，它里面模板很多啊。有兴趣的伙伴大家可以来看一下，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啊，直接让他们帮你写啊，这个是属于非常专业的。比如说电子隐私啊，什么解决方案等等啊，等等，这里都非常的多哈，各种这种什么退货政策啊，什么运输政策等等这些。那你可以把生成好的这个页面的链接呢，直接把它复制过来就可以了。那这个是我们刚才的哈，这里生成好之后呢，你可以把刚才用这个 AI 它帮我们生成的一些呢，我们把它复制过来，把它直接给它连贴到这个上面，点击一个发布，发布好之后，这儿可以看到有一个链接哈。接下来我们再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啊，在这里可以看到，在这个用户协议这里，让我们刷新一下，让我们把它这个名字复制一下，在这里来搜索 ，OK， 这里就有了哈，我们再选一下它。这儿设置好之后呢，我们是不是要拉到底，保存更改？好，这样的话，那我们WooCommerce所有的基础设置呢，基本上就已经全部弄好了。那接下来一步呢，非常的关键，我们需要开始上架我们的产品。我们点击左边的这个WooCommerce，那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产品，我们点击产品。那么产品里面有个添加新产品，点一下它。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添加产品了。首先第一个添加产品的一个名称啊，就是产品的标题。比如说我们是卖什么的，比如说你是卖衣服的呀，你就要把衣服的标题来给它填进来。那中间这里可以看到是产品的描述，你可以把你产品的一些详细信息给填进来。大家看到每一个产品它都有一个简介啊，你像这些服装的话，你随便点一个服装进来啊，每一个产品它都会有一个不同的描述。那么你拉到底呢，这里还有一个产品的一个简短描述，那是放在这里的。这是产品的一些设置哈，比如说这里有一些它的价格呀、它的库存啊、配送等等属性这些呢，我们都要到这里来进行一个设置。第一个就是看到你的产品准备卖多少钱，比如说99啊，或者说是促销价79啊。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开始来填写一下。首先一个添加新产品，一个产品名称。那这儿比如说我要上传的是这件衣服。这个衣服在这里呢，如果说你不知道它产品是一个什么样的名称哈，或者说不知道怎么样去写产品标题的话，我们可以把它先截个图，把我们的截图粘贴在这个里面，问一下这个衣服，帮我写一个衣服标题，我要上传产品。那么这儿它也有哈，我们也可以直接这样复制一下把产品名称给它输入进来。那再给我一份详细的产品描述，发送产品的描述，这里哈，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直接给它粘贴在这个产品描述里面。接下来产品的一个设置，首先一个常规，常规里面比如说一个价格啊，比如说平时它不搞活动的时候呢，它的这个价格比如说是129，搞活动的时候呢，它的一个促销价格，比如说它是99。这里呢，大家在设置这个常规价格的时候呢，一定要把它稍微设得高一点哈，这样才可以进行打折。如果说你都已经到了最低价了，那么你再去打折，可能你就是属于一个亏本了。所以这个地方大家要注意。那接下来是一个这里有个计划，比如说你的促销价格是从什么日期到什么日期，这里你可以把它填写一下。往下拉了，这里一个税的状态我们可以选择，比如说刚才我们弄的销售税呀，税类可以看到这里呢，可以点击我们这儿点一个销售税，税类呢，它可以根据不同的地方呢，它就设置不同的一个税率，它会自动的帮我们加在付款的时候，这个税呢，它会把税给加上去。那么有什么疑问，在后面这里有个问号，你可以点击进来看一下。接下来第二个选择这里是库存，这里你要有一个 SKU 这个就是你的这个产品呢，你要给它一个编号你公司内部的一个产品的一个编码，方便你在仓库里面呢能够快速的定位这个产品，快速的找到这个产品，因为它有一个相对应的一个编码。那你可以为你的每一个产品呢设置一个唯一的一个代码，方便你进行管理和发货。接下来库存管理你可以点一下它，比如说你的数量跟踪数量库存，那么你可以设置一下你的这个产品有多少件比如说有10件，那他问你是否允许缺货销售这儿我们选择不允许。那库存在什么时候的时候呢，它来提醒我们，比如说还有3件的时候呢，它就可以来提醒我们。只剩下3件的时候，那么系统会自动的给你发送一个邮件提醒你补货。接下来呢就是配送的一个快递，我们点击这里一个配送，你可以设置一下这件衣服它有多重比如说这里你可以填写一下
还有它的一个长度哈，它的高度这里如果说有可以设置一下。运费类可以点开这里一个倒三角，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这个，比如说我们这儿是服装，那下面还有一个产品的一个简短标题简短标题就比较简单，我们在这儿来让它给我们写一个简短标题。那它这个写的太短了，写的不满意，你可以直接让它重新写，不需要。接下来我们把那个简短标题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里。这时候我们再回到右边，我们要来设置一下产品，要来上传一下它的一些图片。那首先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来有一个设置产品图片，点一下它，我们来点击一个上传。那这里比如说是这一件衣服，我们把这里按住一个 Counter 键，把它全部选进来，点击打开。接下来呢，我们就把上传一张。那这里只上传了一张，我们再来添加一下产品的图片相册，比如说它有一些细节方面的呀，这些我们也可以把它点击进来，添加到相册这儿它就会多几张图片来进行一个参考。比如说它有的侧面这些都要给它传进来如果说你的产品有视频的话，我们鼠标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还可以可以添加视频。比如说你的油管账号里面，你的视频里面有讲解的这个东西这款产品，你可以把这个链接呢直接呢给它添加进来。那到时候呢，你的产品相关呢就会有一些它商品的一些相关的视频就会看到。好，鼠标往下拉，接下来就是产品的分类。那我让 GPT 给我写5个产品分类。OK， 那这儿我们复制一下，这里添加新分类，那么我们就把它复制在这个里面，点击添加。这里也可以选择这个地方，如果说不能一起添加，那你可以一个一个的添加。那接下来产品标签你可以比如说我让它写10个产品标签这儿逗号隔开就可以了。我们复制一下，把这个标签写在里面，点击一个添加，可以看到这里标签就出来了。现在其实有了 AI 的协助我们做这些事情还是非常的快速。那有了 AI， 比如说你的产品的标题大家可以看到，如果你不知道怎么写，就可以按照我刚才的方式你可以直接截一张图给他，让他来帮你写标题。那这儿还没有 GPT 账号的朋友可以点击我描述栏的一个成品账号的一个链接去购买。那只要你给出相应的提示词它就能给你写出一个标题。这个产品的描述简介呢，还有标签要求都要专业，并且需要提升一下。好了之后呢，可以提升我们产品的一个转化率。在这里有个永久链接这儿我们点击一下编辑，这个后面呢我们可以把中文给它删除掉你比如说你这个是吊带上衣你可以把那个吊带上衣复制一下。英文不好的朋友呢，你可以把它在这儿来把它翻译成一个英文，复制一下让它用英文结尾不要让它用中文结尾，点一个确认。 OK， 那这个标题这个链接呢就没有问题了。那检查一下这里全部设置好了之后呢，我们就可以点击一个保存直接点击发布。发布好了，在左上角这里可以看到有个查看产品，我们可以点进来看一下。刚才这个位置大家把这里给它改成一个英文的话，这样子的它是可以利于谷歌的一个搜索排名。如果说你这里有中文有英文的话，那这个是对搜索排名是没有帮助的。接下来看一下我们的这款衣服就已经上架成功了。那可以看到它的一个价格这儿原价是129，那么现在促销价是99。这里我们可以直接点击爱心来把它添加到我们的收藏里面。鼠标往下拉这就是我们产品的一个描述。那这儿呢还有一些评价如果说有的话，那这里就会显示。那么接下来是一个非常的重要的一个部分就是我们商品的描述区的一个排版和设置。我们可以点击这个按钮，我们就可以看到一个排版你可以去设置，比如说我们可以回到刚才的这个商品，那么我们点击这里来，你可以点一下它，可以看到它是这种右文左图的这种形式这种展现方式，让它有一种图文并茂的这种感觉那这个我们该怎么办呢？在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儿是没有办法的，那么我们可以来改一下。那一般的主题呢，它会带有这种比如说描述评价这些标签的，一般都会有但是我们的这款主题它有点特别，那么这个没关系我们可以用 Elementor 来自定义描述区的一个内容。我们来编辑一下我们下面的一些内容，那么我们可以用 Elementor 来自定义一下描述区的内容。接下来我们来设置一下，比如说找到描述区域。那这个描述区域如果是它是支持一个基础的一个排版功能，比如说我们可以设置一下段落，可以设置一下标题，这些呢都是一些基础的功能也可以选择这个区域。那我们还可以在这个下面新增一个品牌的标签，把商品关联到某个品牌，也可以增加更多的一个自定义的一个内容因为这个模板它很灵活。那我们先来设置一下描述区域。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儿的一个描述这个描述也是非常简单的，
现在呢，我们先来设置一下这个描述区域。那我们回到刚才的后台，那在编辑页面可以看到，这里默认呢，在这里它会有一些，比如说你想改一下标题，1级标题或者2级标题，或者说你要给它添加一个颜色，或者要把它变粗呢，都是可以的。里面它就是一些基础的功能哈。比如说这里面你还可以给它加粗啊，或者是居中啊，或者是左对齐哈，这些是可以改的。但这些都非常的基础啊。如果说想要更改这个颜色，你可以选中这个字，这里有显示更多的工具栏，那这里就有一个颜色。那么你想在这个里面哈，比如说想插入图片也是可以的哈，在这里可以看到，这里可以添加媒体啊，你可以上传一张图片进来也是没有问题的。那如果说你想在这个，比如说在产品亮点这里给它加一个链接，那么这里选中之后，可以在这里直接把链接来给它加入进来啊。比如说当有人点的时候，他要跳转到哪个页面，你就把相关链接来给它贴进来。在这里设置好之后呢，我们点击旁边的这里有个更新，那这儿链接哈，比如说链接呢，你可以点一下。那比如说我这儿随意的弄一个链接哈，只是给大家演示哈。大家在这里点击链接哈，比如说把我的链接添加进来，点击应用啊。当有人点它的时候呢，它就会跳转到这个相对应的页面。那这些基础设置啊，大家看一下啊，你都会。如果想要一些高级的设置的话，比如说加一些啊，像这种啊左图右文啊，或者左文右图的这种布局呢，那么我们又可以用我们的这个主题去实现。而且它这些高级的这些排版功能哈，还要用 Elementor 编辑器来进行操作。但是呢，在默认的情况下呢 ，Elementor 它是又不支持这个商品页面，那么我们就需要手动来开启一下啊。方法很简单，我们找到左边可以找到这里的一个 Elementor 的下面我们找到这个设置。接下来你就可以看到这里，它可以文章类型这里，我们把产品这里给它勾选上。那我们再把这个幻灯片呢，这几个都给它勾上。那证明呢，勾了之后呢，像这些页面我们就可以编辑了。勾好之后点击一个保存，这样你就能在商品页面使用 Elementor 来编辑了。那这个时候我们回到鼠标，点击这个产品啊，来到这个产品页面看一下。那这个产品就是刚才我们加入进来的。这儿我们点击这个编辑按钮。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时候呢，它就可以使用这个 Elementor 编辑了。这儿我们点一下这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我们会收到一个通知。接下来我们把这个直接给它关掉。大家可以看到，上面是我们的产品的这个地方，这个是固定的一个区域。现在呢，我们上面的我们是不能动，我们只能动下面的。接下来到这个页面啊，比如说在我们现在目前不要啊，这边有一些小部件，这个我不要，我们点击这个。这里有个叉给它关掉。那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来做一个左文右图或者左图右文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页面。接下来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加号，比如说我们点击这里你要哪种布局，我们选这个弹性盒，这样我们就可以添加具体的一个容器哈。左边是我们常用的这些元素的一些组件，比如说文字啊、图片啊、按钮、这个图列表等等。那你的网站就是靠这些元素一个一个拼凑起来的。它的设计思路呢，大概就是按区块来建啊，可以一块一块的往下建。其实网站都全靠是这些组件、这些元素一个一个拼凑起来的。比如说我们回到刚才的这个网站啊，这儿我随意给大家点一个。当你熟悉了之后，你就知道哦，原来它是这里是放了一个轮播图，中间呢这儿是一些商品的一些模块啊，这里是一些商品的一些模块啊，放了一些商品。那这里就放了一些衣服的一些展示区域，这里还有一个视频啊。其实这整个页面呢，它都是由多个区块组成的。我们用 Elementor 来建站呢，就是按照区块来进行添加的。我们只需要回到刚才的这个地方，我们只需要点击啊，刚才我们中间的这一个加号啊，你就可以添加一个布局。比如说我们现在选择一个弹性盒，那这里面你要添加几个区域，比如说你是要分成左右，还是要分成几个块哦，或者分成上下这种，你可以选择你要哪一种区块。那比如说我这里想把它列成一个这种3列的啊，你也可以啊，你也可以选择这种啊上面3列下面3列的。那比如说我这儿选择一个左右的哈，再点击给大家看一下，那它这里可以看到它就会出现左右2个对应的一个设计选项啊，你可以调整来添加这个区域，再来添加这个区域。那比如说这里我们要做这种哈，看一下做这种啊左图右文的怎么做啊？它用的可以看到它用的其实就是2个区块了。这里我们可以啊在这里呢，我们点击这上面加号元素这里，我们就可以拖动一个图片进来。啊，接下来你可以把图片给它添加到这个里面。那不要的情况，你可以点击这个叉叉把它取消掉。那方法就是这样子的啊，你点击中间这个加号，点击弹性盒，
接下来比如说你想要什么样的，这儿比如说3列的哈，或者说是这种这种有图有上下的这种，比如说我选择这个，这边添加点加号，我就加一个图片进来。那这边就写文字的。那点好之后呢，我就先把这个图片呢点击这里左边哈，选择图像，我先把这个图片给它上传进来。上传进来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就在这边可以来拖入一个标题和一个简单的描述。那我们还是点这个加号，这儿拖一个标题过来。在这里，比如说我随便输入一个夏季时尚穿搭这个字里有点小，是不是？看到字有点小，我们这儿选中它在后面会有一个笔，选中它之后，我们点击这个样式，这让我们选中要来改它的字体的大小。我们这里看到它这儿有个容器，点一下它，点击这个样式。那么接下来下面这里呢，我们还可以添加一段描述。同样我们还是可以拖入这个文本拖进来就可以了就是这样一个一个来搭建的。接下来想要输入什么文字直接把它添加到这里面就可以了。那么你可以像这种也是可以的，它这个描述区这里分成了3个区块，可以看一下这儿我们也可以把它不要的情况下，我们直接给它删除。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加号，选择弹性盒，这儿我们直接选择3个模块的它就是这个造型的。那么这儿我们怎么操作呢？先添加一个图片进来那么我们可以按照它的这种方式这种3个板块的，先拖一个图片进来。接下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图片保存，这儿我们把这个图片给它上传进来，点击左边的这里选择上传。这个是衣服的一个面料，我们选择它这个图片加进来了。中间这个上面这里我们选择一个标题，同样选加号，在这儿加入一个标题。那么在这个里面我们写上一个标题，在这儿你也可以直接复制这里可以选择一下比如说我们这个标题你先选中它它是标题的话，那么这里段落点一下，就这儿我们选择一个2级标题它这个字就要大一点了。那接下来我们再点这个加号，我们再添加一些文字进来，还是点着这个模块放在它的下面。接下来我们就在这里面来输入文字，比如说它这下面这些文字我们直接粘贴一下，把它复制在这里。 OK 可以看到它这儿下面这个给它删除掉。接下来最右边的这个区域同样还是点这个加号，点这个文字模块放进来。那比如这里有个标题，我们复制一下，你要几级标题，比如说2级标题。接下来呢，我们再拉一个小部件再拉一个文本进来，放在它的下面，粉色出现我们就放。那么放了之后，我们还是把这里的文本我们可以给它复制过来。 OK， 那可以看到这里呢，这个描述区域就比较丰富了。那大概设计流程就是这样子的。你可以点后面这里有一个笔，你可以点这个笔，你也可以来改相关的内容你可以设置字体的大小。这儿呢，你可以让它居中，可以让它向右或者向左这个标题这儿，比如说你想让它居中它就会是这样子显示。好，设置好之后，点击右上角这里一个发布按钮。OK， 那我们的描述的区域呢就给大家讲解完了。我们点击左上角的3条横线，我们点击这里退回到 WordPress它就会自动的帮我们退回到这个后台我们就完成了一个产品的一个描述的一个区域。好，接下来我们又回到了这个产品的编辑页面我们来往下看，来设置一下我们的品牌的这个功能。鼠标回到右边，鼠标往下拉在这里它有一个品牌。那品牌这里呢，我们目前没有，我们可以点添加新品牌，点一下它，在这儿输入，比如说我这儿随意输入一个小鱼儿，你输入你产品相关的品牌相关的。添加，点击一个添加新品牌，那么这儿我们就有了一个品牌。那这个品牌它会展示在哪里呢？这儿我带大家一起来看一下。比如说我们找到这个你还可以再添加一个也没有问题那我们这里点击一个更新，更新好之后，这儿有个查看产品，我们点中间这个键在新窗口打开。那在这里就可以我们看一下它这个品牌在哪里，就在这个位置，显示在这个位置。那品牌的一个 logo 就在这里，鼠标往下滑了，在这里还可以再添加一个关于品牌介绍的这样的一个页面。这个怎么设置呢？那么我们还是在这里呢，这个产品这个页面没有这个功能，我们需要把它加进去。回到我们的后台这里，我们先来设置一下我们的品牌这儿品牌已经加了，比如说在这里我们在左边这里呢，它也会在这个产品里面也有一个关于品牌方面的，你可以点击进来。那么你可以在这里，比如说我刚才输入了一个品牌了，那这儿我还可以点击这里一个编辑，这儿呢可以上传一个图片，这儿我又加一个我的一个品牌 logo 进来，点击确认，这里我就加进来了它这个字稍微有点模糊，点一个更新。
那如果你还有其他的品牌呢，你还可以再加进来，添加新品牌啊。比如说我再添加一个品牌啊，一个小糖糖，这里写上，这儿直接点击一个添加新品牌。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们这儿就有了2个品牌啊。这里你可以有照片啊，品牌的一个 logo 你也可以直接添加进来啊，可以作为一个特色的一个图像。接下来我们点击下面这个属性，接下来我们也可以刷新一下哈，在这儿呢，我们来点击上面的一个刷新键啊，你可以把我们刚才打开的这个页面来刷新一下啊，你可以看一下它是否已经这个 logo 已经添加上去了。OK， 这里可以看到小鱼儿的这个 logo 就已经直接图片添加进来了。那这儿我们可以点击一下 logo。那它会把这个品牌旗下所有的产品呢都显示到这里来，因为我们这里才刚刚上架了1款产品，所以你目前还没有其他的，所以看不见其他的。那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它都会显示在这个页面。这儿可以看到我上传的这几张图片都能看到。如果说你想要上传视频也是可以的。那么这里我就没有给大家上传视频。接下来我们鼠标往下拉哈，刚才这个位置呢，我们添加了一个描述部分，我们在后面给它再来做一个关于品牌的一个详细介绍。那我会教大家怎么样设置。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后台，在这里呢，我们找到这个 HTML， 点一个新增项目。这儿你可以取一个标题啊，取一个标题，比如说我这里就取一个小鱼儿。那这里呢，你先把你的这个标题写清楚啊，为了以后可以辨识，写清楚的话，将来你会建很多的模块。比如说这个什么小鱼儿的品牌呀，或者什么小糖糖的品牌呀，那你要把它命名的清晰一点哈，以后你要维护起来呢就会更简单一些。这儿设置好之后，我们就直接点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需要点2次发布。接下来我们点击顶部这里有个使用 Elementor 编辑，我们就来设置一下我们的品牌的页面。我们可以像之前设置这个产品的描述一样的。来到这里之后呢，那么来到这儿我们需要一个左文右图的这样一个设计。那我们需要一个品牌的一个简介哈，要简单介绍一下你这个品牌。如果不会的话，那这儿我们还是使用这个 GPT 哈。比如说我是卖女装的，我的品牌名叫做小鱼儿，帮我写一个品牌介绍，这品牌介绍就出来了，并且呢，我让它给我生成了一张品牌的封面图啊。我个人觉得这个图片还生成的不错，那这儿我们直接点击一个下载。好，接下来呢，我们回到这个 Elementor 编辑页面，那么我们同样点击中间这个加号，点击这个弹性盒。那这次我们就选择一个2列的，就是它左右比例不太一样的，点这个。接下来呢，我们可以设置一下它两边的一个比例啊，它是后面长一点，前面要短一点。那我们点上面这里有一个编辑容器，那这里有个长方形，我们点一下它啊，在这儿有一个宽度的一个占比，比如说我们这边它的宽度是40。那么这边的宽度同样我们点击它这边的宽度呢，它就是一个60。接下来我们设置左边的一个区域大概怎么设置呢？上面还是一个标题那这我们拉一个标题过来，这个标题里面写什么呢？就直接写在这个左边这里写一个小鱼儿品牌介绍。那这个字体也稍微有点小那我们点击这个样式里面，这里有一个笔，点一下它，我们把这个字体给它稍微变得大一点。OK， 你这里点击这个样式，这里有一个段你直接点击进来它这里就有一个文本，包括这里你可以大小，你可以调整粗细，也可以调整默认的。比如说你要是让它稍微粗一点，那你可以改一下到600，稍微粗一点。那字体的颜色也是一样比如说字间距这些都可以调整嘛，这儿我们就不需要调整它。那标题有了，接下来就是一个品牌的介绍。这儿呢，我们还是拖一个文本过来放在它的下面这儿我们把我们的品牌介绍复制过来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下面如果说你要让它弄得有个性一点让它要专业一点，我们可以在下面呢添加一条下划线。那这个下划线怎么弄呢？非常的简单，我们还是点击这个笔，回到这边的高级这里，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边框。那么这个边框这里我们来设置一下。边框类型这里我们点这里一个实线，后面有一个值将值连接在一起，这个值我们先给它取消。那我们这里只需要下面有一条下划线，这儿我给它改成1，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它下面就出现了一条下划线如果说你想要的效果是让它左右都让它有整个框起来，那么你可以直接在里面把值连接起来。把它全部都有了之后，你可以看到它是整个把这个框起来了，这样不太好看我们只需要下划线，一根下划线就可以了，把值取消。OK， 这样就可以了。
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下划线和我们的字体靠得有点近哈，那么我们需要来把它改一下它的一个间距。那么我们还是点击这个笔，点击高级设置这里。那这儿我们选择类距，类距这里我们把这个值先给它取消，我们把这里设置一下，比如说20这样子看起来就差不多了让这条线离字体稍微远一点。那么同样呢，你还可以在这里来再在这个下面呢再来添加一个内容。比如说你还想再来一段英文介绍 ，OK， 这里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里，那这样就可以了。那左边设置好，接下来我们来右边这里，我们还是点这个加号添加一个照片，把它点击进来。我们这里选择一个图片，所以我们可以上传图片把我们的一个品牌的一个图片给它拉进来，完了之后点一个选择，OK， 这图片就已经加进来了。那么这样我们整个品牌介绍这一块就看起来就非常的专业了。接下来我们点击右上角的这个发布按钮，刚才设计的这个品牌页面它到底长什么样呢？我们在哪里去看呢？这里我只是教大家一个制作方式大家你可以多花一点时间来好好的把这个品牌页好好的做一下。那我们这里可以大概的预览一下。那这下面这里我们还可以在这里加一个按钮那我们点击这个加号，可以在这上面搜索按钮就是这个我们把它直接拖过来。放在这个下面，当粉色线出现的时候，我们就放这个按钮这儿呢。我们把这边文字可以改一下，比如说一个查看多。那在这个下面呢，你还可以加一个链接比如说我这里小鱼儿把我的这个链接给它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这里设置这里点一下，让它在新窗口打开。OK， 那这样子当有人点击这里的时候，它会跳转到另外一个页面。那这里呢，你也可以点击查看更多，点击这里比如说这里大家看到你的 logo 之后呢，你直接点击进来人家点进来之后就可以跳转到你的这个品牌介绍的页面。那我们这里把上面这个链接给它复制一下，我们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来。这样的话，人家点进来之后，它就可以跳到这个对应的页面。我们点击一个发布。那么这儿呢，如果说字体大小这些不合适你可以调整。点这个笔的时候，点样式，这里有一个段，这里这儿点击进来你可以把字体大小可以给它调整一下稍微的调整一下。我个人觉得其实这个大小还是差不多的让它和旁边这个是看起来还是比较协调的。好了之后呢，改好之后点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点击这3条横线退回到 WordPress。接下来我们需要把这个品牌介绍页加到我们的产品这下面这个标签上面来。那接下来我们还可以在下面放上其他的产品，在这个下面我们还要继续往下添加这儿直接点这个加号，选择在第一个弹性盒。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选择一个的向下的第一个方向，选这个方向栏，在左上角我们点击加号。那在这儿我们搜索一个产品，第一个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那我们的这款产品可以已经放进来了。那这儿它一个显示方式可以看一下，比如说可以显示一个精选产品或者热销产品或者精品等等。那么也可以用你的产品的一个 ID 进行选择你想要展现哪些产品，你可以把你的产品 ID 填到这个里面来。那产品的 ID 在哪里找呢？这时候我们再次回到后台看一下我们点击这里产品里面的全部产品，我们鼠标放上来你鼠标不放上来看不到，放上来之后你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 ID71这个就是我们产品的一个 ID。那你可以直接把它填到我们刚才编辑的这个页面来，那下面它就会显示你指定的一个产品。照片你可以看到了，它还有一个动画的效果接下来我们可以点击上面左边的这个样式，这里有一个产品设计，这里你可以选一下产品的一个显示方式，它这里面有很多样式可以来设置一下。那么设置好没有问题，我们点击上面的一个发布按钮，点击这个3条线点击 W 推回到一个 WordPress， 还要点一个 W。 接下来回到这个位置可以看到，这个呢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一个品牌标签。中间这里大家可以看到，这是它的一个产品的一个解码，可以复制一下。我们要把它潜入到我们的一个品牌介绍里面去。那怎么潜入呢？我们鼠标回到顶上，在这里有一个可以看到这个主题。那么这儿我们选择一个单个产品，选择单个产品。那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这里有个标签页，点一下它。那这儿我们输入一个标题这儿默认的就是一个运输及物流。第二个这里呢，这儿我们选择一个关于品牌，这里我们选这个，这里选择这个就是我们刚才创建的 ID。这里每一个品牌都可以到这里来设置一下。我们这里点击一个保存。
接下来我们再刷新来看一下，我们鼠标往下拉啊，在这个可以看到这里就多了一项了，这里有个关于品牌。这个关于品牌呢，你可以看一下，这是我们一个描述关于品牌，这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啊，我们来搭建的这个页面。下面是一个产品，那么你可以看到运输及物流这个里面呢，它是空的哈，这儿我们也可以来设置一下。那还是回到这里点这个 HTML， 这我们点添加新的啊，这里标题就输入一个运输物流。点击一个发布，好，接下来我们来编辑这个运输物流的这一个部分。那么可以看到这里呢，发布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还是点击上面使用这个 Elementor 来编辑。那么这个物流这里可以看到，我们可以放一些关于物流方面的一些信息在这个位置。进来之后，我们还是点击这里一个加号，点这个弹性盒。这次我们可以选择这个2列的。现在左边来添加一个照片，点击加号，我们把这个图片给它拖过来，放到这个中间。接下来我们点击这里选择图片，上传图片，点一个选择，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拿着快递的一个图片，就跟物流相关的一个图片。那么你也可以点击这里这里有个编辑容器，点一下它，点击一个鼠标的右键复制到此对象下。那么这边我们还可以再来上传一张这个我们点一下它，然后在这儿重新换一张图片，点击选择 OK。 那这两边让它放2张图片。那在右边这我们再来添加一个文字，点击加号，添加一个文本进来，放在这个中间。接下来我们输入一个文本，那这儿不会的朋友，我们还是来到 GPT 这里，在这里呢，让它帮我们写一个物流说明，点击发送。其实现在 GPT 也非常好用比如说你要想让它换装也是没有问题，可以看一下这儿比如说它原本是一个牛仔，蓝色牛仔让它穿黑色牛仔、黄色牛仔都 OK 现在 AI 非常的强大，之前小鱼也有讲过一期，用 AI 来辅助来做一些网页都是没有问题的这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 AI 换装现在非常的厉害。这里它物流说明这儿还有点长，那我们这里直接复制下来，我把它粘贴到这个里面，我可以看一下它有点长，但是我们可以这里面的稍微把它删除一些吧。OK， 可以看到这边就物流说明这儿也有了，大概就是一些什么配送方式时间配送的时长运费的一些说明。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点击这个右上角的发布，我们点击左边的这3条线，退回到 WordPress， 再点一下 W。接下来呢，我们要把它让它显示到我们的这个地方来物流这个位置来。操作方法跟刚才一样的，回到我们的后台。那么这里还是点击上面的这个主题，这儿选择单个产品，鼠标往下拉，这里还是选这个标签。那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一个物流及运输及物流，这里我们就点击这个按钮，在这里面来可以看到这里运输物流 OK。 这儿我们点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来刷新来看一下，我们看一下这里，那这里就有了一个关于运输物流方面的一些信息这个是关于我们品牌方面的信息，下面还有相关的产品推荐，就是我们的产品的一个描述。那这个页面设计的就非常完美了。接下来我们比如说我们卖衣服的话，肯定还会有一个问题你的衣服不管是任何产品，那都会有出现一个尺码的一个选项特别是服装比如说有大小码什么 SL 什么1个叉2个叉的这样码数。那这个我们又怎么样来添加呢？比如这里衣服可以看到，目前为止它这里没有尺码。接下来我们在这儿我们可以在这个后面加一个对这个尺码有一个说明。那平时喜欢在网上买东西的都知道，比如说它尺码，比如说会有一个表格，比如说你多高多重你适合穿多大码，它会有一个表格，你可以参考这个表格来选择你对应你自己的一个尺码。那这个我们应该怎么设置呢？接下来呢，我们还是回到这个后台。那在左边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产品。那么在产品这里呢，它这儿有一个尺码我们点击进去。接下来这里面什么都没有，我们点击上面这个添加文章。比如说我们这里是一个尺码上衣的尺码，那我们就直接写一个上装的尺码。那么尺码我们往下拉，可以看到下面呢，它这里就有一个尺码表。那我们先点击这个右上角的发布按钮，双击再按一下，需要点2下。在这里如果说你不只有上装，你还比如说还有一个下装，还有连衣裙
在这儿呢，你都可以来建啊，创建相应的一个你把它改成相应的一个名字就可以了。那这里命名的话，最好把它写清楚一点啊，上装、下装、秋装、什么冬装啊、裙装这些写清楚一点，方便后面可以调用。那往下拉，你就可以看到在这儿了，它就是一个尺码表，比如说 XS 就是一个最小号。那么下面这个表格可以看到它有个添加，还有个删除。比如说这里了，你不想要，那你可以直接把它删除，那么删除就没有了。你想添加，你再加一下啊，你这里再加一个也是可以的哈，不需要就把它删除。那再往下来也是可以看到，也是如果说你下面还有相应的一个尺码，比如说你还有3叉4叉的这种，你就再点一个加号，那下面你直接填下来就行了。比如说这里还有一个加啊，3个加的尺码，这些你写好就可以了，不需要就把它删除。它上面都是一些国家可以看到，比如说日本啊，比如说是美国呀、欧洲啊，这里如果说你有不需要的，直接删除就可以了。那你可以根据你自己衣服的一个具体尺码哈，把它这里就全部给它填进来啊。这个表它是现成的，你就更改一下，其实也非常的简单。填好之后呢，记得点击一个保存。那我们怎样才能让我们的这个尺码显示出来哈？在右边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分类啊，比如说刚才说的是我们的是上衣啊，那我们就这儿点一个上装，再我们点击一个上装，勾选一下，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又来刷新来看一下，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刷新一下。这里呢，我的这个电脑反应有点慢啊，它会出现在这个位置，但是我这里刷新了，目前还没有出现哈，是电脑一个缓存的问题哈。那你可以后面你可以看一下它这个尺码表有没有出现在这里。OK， 可以看到这个尺码表，点一下，现在就有了。那这里还有一点啊，如果说你的分类不在这个，你这个衣服它不在这个上装里面，这个尺码表呢可能就不会出现。那怎么样我们让它把这个分类给它改成这个上装呢？我们回到你的产品的编辑页面，在我们点击产品，点击全部产品，在这里可以找到这个衣服，点击一个编辑，在这里鼠标往下拉，在右边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一个上装。如果说你把它分类分到什么夏装或者夏季新品这个里面去了，那我们刚才建的这个尺码表它就显示不出来哈。所以现在我们要先把这个上装给它勾选上，或者说没有上装的情况下，你在这里添加一个新分类哈，把它加进来，把它勾上。勾上之后呢，点击上面这里有一个更新。那么更新好了之后呢，你再来看一下你的我们找到刚才我们的尺码表的文章，这里找到这里一个编辑，在这里对应的也是一样哈，你要选中这个上装，可以看到选中之后点一个保存，那么它两个都必须一致哈。接下来你再来看，我们刷新一下，那我们的这个尺码表就加进来了，你点一下它哈，上装尺码建议哈，它就会出现在这里啊，这个地方。当别人不知道买什么尺码的时候，他就可以点这个表来看一下啊，它对应他自己的身材来进行购买。好，那这个设置好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又到下一个环节啊。刚才给大家讲的呢是设置了我们产品的一些基础信息啊，接下来我们要设置另外一个可能要稍微比较复杂一点的，比如说我们的衣服哈，我们的产品可以看到它有的衣服呢，比如说它有不止一个颜色，有2个颜色的这种。啊，它有白色的哈，有这种花色的2个颜色的，这个时候呢，我们要设置一个颜色。那比如说这个衣服哈，这个产品它有几个颜色，有几个尺码，那么怎么设置呢？接下来呢，我又来教一下大家，我们还是回到产品的后台，这个我们点击 W 回到后台，这儿呢添加新产品。那接下来呢，我再来上传一款产品啊，这个服装让它帮我写一个产品描述。GPT 这个它是会有一个识图的功能，但前提是你要用升级版本哈，免费版本是升不了级的。那产品的标题这儿我们复制一下，标题产品的描述。接下来这里面设置一下常规它的一个价格，比如说这个是卖的是299，那促销价是259。库存这里哈，这个码你就随便编一个哈，这个是你自己仓库的一个码，数量50件嘛，有5件的时候就开始提醒哈。配送这里看一下，比如说写上它的重量，那这个运费这里就选这个服装。接下来在这边我们来设置产品的图片，那我再把图片全部给它上传进来。那我先上传一张，接下来呢再添加产品相册。那这里它是一个套装哈，没有我们就写一个套装，添加一下产品的标签，让 GPT 帮我写4个标签，复制一下，粘贴进来，点添加，
这里还有个简短描述，点击个发布。这个链接里面改一下哈，把它中文给它去掉，给它改成套装，比如说套装，加个套装在后面，点确定。那这个链接里面不要出现这种文字，点一个更新。接下来呢，我们要来设置颜色哈。刚才说了，比如说像这种衣服，它有几个颜色，有几个尺码，我们该怎么设置？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里一个全部产品，这儿呢，因为这个产品上架其实差不多哈。我点一下可以看到，在这里呢，它会有个复制按钮，我们点一下复制。那我这里来快速的来复制一下，比如说我要准备销售这款衣服，那我需要它的一个我这里相关的这些都全部已经填写好了，这些东西我也不需要去改它。那如果说你要上架其他的也是可以的，比如说这儿你不想要这些，那你把里面的这些给它删除就可以了。那添加产品很简单，你可以选择添加新产品，也可以直接复制哈，复制了之后进来改也可以。如果你觉得改麻烦的话，你就直接点添加新产品。那这里是一个白色 T 恤，那在价格这些地方大家按这个去改就可以了，比如说199改成99。那么我们最主要的就是唯一区别的地方呢，就是这里它会有一个属性之前我们都没有动这个地方。这个属性这里我们点开看一下目前它里面没有，我们需要先来手动创建一下。那这些呢，你换了重新另外一款，可以把这儿先给它删除。这儿我们重新选一张这个 T 恤的照片进来。OK， 这儿我们先发布一下，先保存一下。保存好之后，我们鼠标回到左边，在这里有一个属性。属性这里我们设置一下，点一下属性。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来设置一下，比如说第一个叫颜色。那么颜色可以看到你有什么颜色，这个是它颜色默认的几种这种显示方式你可以选一个。还有尺码的一种样式可以看一下这儿比如说我选的第一个选好之后，这儿我们点击一个添加属性。那如果说你还有其他的颜色，你还可以继续还是选颜色，点一个添加属性按照这个方法你可以增加什么黄色、蓝色、黑色这些都可以好，接下来我们还是回到属性这里，我们把尺寸这里也来设置一下。那尺寸的话，比如说这儿它也是有一个什么 S 码、L 码，这我们就先从 S 码开始，然后点一个添加属性。那接下来呢，你还可以继续选尺寸，比如说你还有什么呀？有 M 码你添加一下。那你的码值比较多可以看到你还有什么？还有这个 L 码这里也可以把它加进来，方法都是一样的。这里添加好了之后，那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颜色，这里后面有一个配置类型，我们点一下它比如说这个颜色是什么颜色白色，鼠标往下拉，你可以在这里点这个比例选择一个白色，点击添加新颜色。接下来呢，点击顶上的返回键，再来配置这里一个颜色，点一下它。那么这个呢，比如说它是一个黑色，鼠标往下拉，黑色这里看一下，这里黑色，点击添加，再点一个返回键。接下来配置一下尺寸这里尺寸这里，比如说你这个尺寸肯定不止一个尺寸了，我们这儿点击一个配置类别这里比如说是一个 S 码，比如这里是一个 S 码，点击添加。如果说你还有 M 码，点击添加。那这儿还有一个 L 码，点击添加，那就是 S 3个尺码。那么尺码这里添加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回到全部产品这里。那如果你的尺码比较多就按照刚才的这种方式呢，你把你所有的尺码和颜色呢全部给它设置好。接下来我们点击这里有一个编辑按钮，来到这里的时候鼠标往下拉，再点击这里一个属性。属性这个新增里面，你点一下，在后面有一个倒三角这里有一个尺寸，把它添加进来，再还有一个颜色，把它添加进来。那么尺码这里选择值，这里可以看到它正在搜索点一下，把这几个都给它加进来。那这颜色这里也是一样，搜索一下黑色，把尺寸和颜色都选好之后呢，接下来点一个保存属性。保存好之后，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里，那么我们点击这里单个产品，这里我们鼠标点开它，这里有个可变产品，点了可变产品，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变量，我们点一下它。那么可以看到，因为我们前面必须要把属性再填好之后呢，这里才会出现我们点击变量，点击生成变体，点击一个确认，它会自动把我们的一些颜色尺码进行一个分组大家现在可以看到有白色、黑色它的尺码。接下来我们可以来设置一下价格，
我们来添加，这里有个添加价格，点一下，比如这个衣服是199，点击添加价格。接下来这里有个编辑按钮，你可以点开哈，这里面你可以具体的来改一下，比如说它价格是199，我们的卖价就是促销价是99，那它的运费啊，这里你可以看一下哈，它的运费，比如说是的税类的，这里你可以改一下，改好之后拉到下面，点击个保存更改。接下来如果说你想设置一下库存的话，比如说我们这里可以看到有3个尺码啊，2个颜色啊，它一共是有六件哈，所以我们这儿把库存统一的可以给它设置一下批量设置。我们点击这里啊，再点一个倒三角切换库存管理，这里有个库存，这儿比如说我们每一个是80件，确定一下，点一个确定啊，这个就是统一设置啊，这样批量加进来就不用每一个手动去改哈，每一个手动改有点麻烦。接下来比如说这上面可以点开这个编辑哈，这儿比如说它这个是个白色，你可以在这里添加一张照片进来，这个白色的把它添加进来，添加好点击一个保存更改，这样子可以看到啊，它就有一张图片在里面了。那么它有可能有对应的 SKU 图片，比如说你可以把对应的给它上传进来。那么下面这些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点开这个编辑哈，这里价格这些你都可以来改一下。图片的话，比如说它这个色图片也都可以来上传一下。那么每个设置方法都一样哈，这里比如说这个也是一样啊，它的白色的价格如果有了那就没有关系啊，如果没有你就需要这里比如说它促销价没有，我们这里需要加一个进来这里全部改好之后呢，这里我们点击一个更新，这里有个查看产品，我们点一下在新窗口打开，可以看到我们的白色的 T 恤它这里有尺码可以看到这里 S、M、L 有一个白色有一个黑色。这儿呢它分类可以看到这里没有一个尺码表，这个地方我们需要再来改动一下，我们鼠标往下拉，我们给它点击一个上装，这里再更新一下，接下来我们刷新再看一下，这里尺码表就有了说你一定要选对你就是上装下装就是下装你只要这个分类对了只要这里可以看到它有个分类对了，这个尺码表它就能显示出来如果分类它不在这个上装里面，那么这个尺码表就显示不出来。那目前为止大家可以看到我这里只上传了3款衣服如果说你是卖服装的话，那你店里面肯定是有很多各种上装下装什么套装秋装什么爆款，这些各种都有在这儿我们要一个一个上传并且也要去找一些产品也是比较慢的。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非常知名的一件代发的插件，这款插件叫 AliWrap 它是一款非常知名的一件代发的插件如果你想把很多的产品呢想要一键导入到你的店铺里面来那它就可以帮助你导入到你的 WordPress 的一个独立站里面来。所以这个插件呢建议大家一定要用上。那这儿我已经把这个插件的链接呢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你不想手动一个一个去传产品如果说你想批量的传，比如说如果说你想把速卖通上面的产品一键导入到你的跨境电商独立站里面来，那么你就可以呢借助这款工具。那这款工具就叫做 AliWrap 它可以将跨境电商一键代发它可以直接将产品呢也可以将产品一键代发，那么它会实现一个高度的一个自动化的一个流程。那么有了这款软件呢，它可以将速卖通上面的产品呢导入到你网站的后台自动设置商品的价格、库存等一系列的信息。当顾客在里面下单以后呢，系统还可以自动跳转到速卖通来帮你完成下单，并且同步一个物流信息到客服的页面。那这个方法用了这个工具之后，其实可以大大的减少人工的一个操作步骤。现在其实很多工具我们借力使力就不费力不用自己什么事情都去亲力亲为。那换句话说你只要把你的网站搭建好，还有把你的运营推广搞好，其他的流程基本上就可以交给它这个系统来帮你完成。那么我们要做的就是一个选品在这里很多朋友现在其实推广相当重要如果说有朋友对推广感兴趣的，比如说你想要用一些视频TikTok 这些来推广一下你的产品的话，那我这儿之前也出过一期教程关于TikTok 广告推广的一个教程。那么感兴趣的伙伴可以看一下，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右上角和视频的描述栏。那么这个插件呢，它的一个好处呢，它是一次性买断的。那我们可以来看一下它的一个相关价格。
我们鼠标在首页这里就可以看到它这里一次性的价格，英文不好的朋友我给大家翻译一下。那么这款工具可以看到它是一次性付款$89就可以终身使用，价格也是非常的划算哈。相关链接呢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这个对于很多这种刚起步并且预算有限的一些跨境创业者来说这个真的性价比超高。最主要它有一个阿里做铺垫它可以和速卖通能够深度的集成，也就是说你可以找到海量的商品。大家知道在这个速卖通里面各种各样的商品呢，那么你选之不尽你可以你喜欢哪一款商品，你可以直接一键上架到你的独立站里面来。那相比呢一些传统式的这种方式呢，那么使用这个 AliDrop 可以大大提升建站和运营的一个效率。接下来呢，大家都想知道怎么样把它导入到我们的一个网站里面，那我来给大家讲解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呢，你需要先来付款一下，这里它的链接大家可以在视频描述栏找到。鼠标可以点击顶上这里，那么我们这里选的这个AliWorld Plugin 这个插件主要是用于我们的Commerce 的插件，我们在这里就选这个。那选好之后呢，接下来就到这里来直接来支付。那但还有一个前提说你的 WordPress 你的网站已经是搭建完成了你的网站已经安装好了。那么 WooCommerce 的插件你的 WordPress 网站呢已经安装了 WooCommerce 的插件。那这个安装呢也非常的简单。我们在这边你找到这个之后呢，你这里直接去点击购买只需要一次性付费$89很简单点进来之后呢，输入一下你的邮箱你的卡号，完成一个付款。付款完成之后呢，它会给你一个下载地址。好，接下来的话，那我们就回到 WordPress 的一个后台。那我们点击鼠标往左边拉，我们点击这里一个插件。那我们找到插件之后呢，找到这里一个添加插件。点击顶部这里有个上传插件，我们把刚才买的这个插件呢给它上传进来，这里选择文件把它打开 OK， 这里直接点一个立即安装。那么这个插件真的非常好用这安装好了之后，我们直接点我们点这里启用插件。在这里你购买了这个插件之后，它会给你下载地址另外它还会给你一个序列号。接下来它会有一个安装向导大家根据这个向导直接进行一个安装就可以了。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就是你网站的一个域名。第二个就是你的序列号，那这个序列号呢，就是说你在付完款之后，购买了这个插件之后呢，它会把这个序列号你在这里就可以看到这个序列号。那么可以看到它整个界面是英文英文不好的朋友可以安装一个沉浸式翻译。那么我们翻译一下来看。好，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往下拉，那这个插件的一个下载链接我也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了。我们根据这个一步一步往下操作。那首先这里我们先要安装这个插件的目的就等一下我们在找产品的时候你在任意一个速卖通的页面，在左下角这里它就会有一个图标这个图标就可以直接一键导入。好了，这个插件可以看到叫一个 WooCommerce， 这里我们把它点击添加到我们的这个浏览器上面。这我用的是谷歌浏览器我这里再点击一个添加至扩展程序。我们点开这个扩展程序，我们鼠标往下拉。那么在这里可以看到 WooCommerce 的好了之后呢，我们点一下这个钉，把它钉在我们的首页上面。现在可以看到它是灰色的我们还没有连接。这里我们先给它关掉。接下来我们点击下一步。首先我们需要先选择这儿，给大家翻译一下先选择一下汇率的 API， 比如说是人民币对美元的汇率你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倒三角，点一下它，这儿有什么谷歌金融什么财经什么库克斯这些其实都可以。我们这儿就选择谷歌财经，费率就默认的就可以了。下面可以看到这里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它这里它比如说会把你的产品价格从美元转换为你店铺的一个货币。可以看到价格如果说是以人民币提供的话，他们会把它转换回美元。这里还有一个卢布对美元这里是人民币对美元这里还有欧元对美元。那这个卢布的话，可以看到它同样是首先将它转换为美元。比如说1个美元等于多少什么卢布这些你可以看到上面这儿它还会进行一个四舍五入，这些多少位这些就直接保持这个默认的就可以了。下面这3种情况比较特殊比如说人民币什么卢布还有欧元还有下面还有一些费率的一个计算方式。在后面呢最多是计算3位，比如说人民币和美元它的小数点后2位。那么这个费率大家可以去填一下，如果说你不知道的话，你可以通过这些专业的网站来查一下这些费率。比如说1美元换成欧元是多少钱，你可以直接让它帮你转换一下。
稍微转换一下大概就知道了。或者说你可以，比如说你也可以问 GPT 美元兑换人民币是多少，或者说人民币兑换美元，这些你可以直接问他。那么这里可以看比如说1美元大约是等于7.16我们来到这里，比如说人民币这里费率这儿比如说我们大概给它填一下，卢布对欧元呢，那我们美元呢，我们也可以去问一下。那还有欧元对美元这些，比如说它这里是卢布是78.41这个大概的就是这样你可以在这里填写一下。下面看一下这个大家也可以去一些专业的网站自己去查搞明白了再往上面填。那往下拉呢，可以看到，比如说你从速卖通上面采集产品过来的话，这个加价幅度是多少？比如说这个是乘以2正常价格乘以2。那么销售价格就乘以1比如说它是有一个促销价那么就是1那正常价格要乘以2，因为你要打折，打完折之后可能就是一个促销价。这个呢，当然这些后期也是可以改的，你可以先用它默认的，下面保持默认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就点击下一步鼠标往下拉，这个是它推荐的一些插件这些我们暂时不需要。这儿呢，我们就接下来就点击返回仪表盘。那这个时候呢，它叫你查找要导入的产品，这个我们可以先把它先关掉。那接下来可以看到在后面这里出现了一堆的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那么这里这些我们都不需要，我们点叉给它关掉。后面这里有个叉我们全部把它关掉。OK， 那保持我们的一个整齐让它后台变得干净。好，接下来我们要去做一个事情那我们点击顶部的这个插件，点一下它。就是我们刚才安装的这个插件如果说你还没安装的话，你点击一下这个按钮去安装一下去装一下就可以了。那么没问题了，我们就点击这里。接下来呢，我们把我们的域名给它填到这里来，鼠标回到顶上，找到我们的域名。那域名就是.com com 结尾的这个前面，把域名填在这个里面，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呢，它会弹出来你这里保存之后，它会弹出来一个窗口，让你去授权。授权成功之后呢，接下来你就可以去速卖通里面呢去导入产品。那么你任意打开一个产品呢，它旁边就会出现这个插件，这个插件就会显示让你直接快速导入。这里也可以看到它有一个导入列表前往速卖通你可以直接点击这里也可以。那你想要什么商品的话，你直接点击进来。那么你选择什么产品你就可以快速的导入这个非常的方便。那这样子我们就不用一件一件的去手动去上架我们就直接这样该导入的这种看到选中的商品直接导入到我们的独立站里面去帮我们就节约了很多的时间。那这里就简单的给大家讲一下，我们可以通过这样的一些插件来帮我们来加快我们的一个速度来节省我们的时间。这是花小钱可以帮我们节约出更多的时间出来做其他的事情因为刚才反应有点慢可以现在在这旁边看到你想导什么商品那这个插件呢它就出现在这个旁边看一下这个出现在旁边，直接点一键就可以导入。比如说我们这儿找一款产品，搜索一下女装，比如这个 T 恤，看了什么商品你都可以把它导入进去你要女装，各种女装这种可以看到直接全部可以一键导入。那导入后呢，你可以看到这里会出现一个导入列表你的所有商品就会展示在这个里面。那么这里商品有了之后呢，接下来呢我们来创建一下我们的首页。那这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我们的首页是什么样子的。那目前我们的首页是这样子的，上面什么都没有我们要来设计一下我们网站的首页。一般情况下呢，我们要在我们的首页做一个轮播图所以这儿呢我们按照这种方式来去排版可以卖一些，比如说卖一些我们一些主推的一些产品，也可以也可以是热销产品，也可以是新品，可以把它放到这个位置来。接下来我们回到我们的后台，导入进来的商品呢，可以看到在这个插件这里呢，你可以在这里面去设置一下，比如说产品的价格呀，还有属性这些都可以进行设定这里面的一些相关的可以来改一下。这个大家可以花一点时间去研究一下这个插件后期的你上架产品这些就非常的简单。如果说有人在你店里面下单的话，它也是可以自动化的一个帮你在速卖通上面去下单。那前提是你要到这里面来，你把一些什么关于设置方面的关于什么发货方面的把所有的信息都给完善一下。接下来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服装网站，它肯定会有一些分类，这些分类呢，我们可以在上面来加一些图标。那这个图标怎么加？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我们回到先回到后台，
鼠标往下拉，我们找到产品，这里有个产品的分类啊，看一下，比如说我们这里上装、下装啊，看一下这上面啊，比如说第一个没有分类哈，这里我们可以点一个编辑，给它改一下。比如说你可以改成上装或者下装或者衬衫这些，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显示分类哈，这里面可以默认呢它会有一些分类的。那我们还可以点击这里有一个上传。比如说你这儿我给它改成一个下装，比如说下装的一个分类的一个图啊，特色图。那还有一个分类的一个标题啊，分类的一个导航。这儿我们可以把一个很小的图标给它传进来。那这个图标的话，就是一个关于这个服装的一些图标啊，大家没有的话可以来到这个网站上面来下载，可以看到这个网站里面有很多的图标啊，你看到哪一个？比如说是刚才说的这个是夏装哈，我这儿搜一个，在顶上这里搜索一个夏装，那可以看到这里就有一个夏装的一个图标哈，这儿我们可以点击一个下载，点这个编辑下载。那这里注意一点啊，如果说你使用这个图标的话，你必须注明作者哈，可以把这个链接呢给它复制一下，到时候给它放在我们的视频下方啊，注明这个图片的来源，点击这里免费下载。那比如说你还想要一个上装啊，这儿呢我们可以用谷歌翻译给它翻译成英文，那么我们再到这里来搜索一个上装，上装可以看这里面图标很多哈，比如说这个呢我们就下载一个，编辑，可以看到点一下这里下载，它就正在下载中。那接下来回来，我们可以把这个图标给它传进来。那还有一点，这个图标啊，这儿可以点开看。点开之后啊，它可以看到它现在是黑色的边框。那比如说我想要白色的啊，这儿点击上面编辑图标，这儿需要登录一下啊，不登录没法操作哈。用你的谷歌邮箱，我们点这个编辑。比如说我想来一个白色边框的啊，这个是黑色边框，那我们点这里有个颜色。把它弄成白色的，点击下载。那因为有的时候你的背景如果是黑色的，那么你就需要白色的；如果说你背景是白色的，你就需要黑色的。所以这里我们黑白色都可以弄一个。OK， 接下来回到后台这里，然后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来上传一下。那这儿是下装缩略图，这里我们可以上传一张图像，比如说这个下装。这儿我们再点击一个上传，把刚才的这个给它传进来。OK， 可以看到这里上传好了。上传好之后呢，这儿点一个更新。那我们再点一下这个分类，这里比如说上装，我这里再来编辑一下，来上传一张图片。那图标这里呢，我再来上传一个。到时候你可以看，如果说你的底是白色的，你的底是黑色的，你就用白色的。这儿我们点击一个使用这个文件。OK， 这里上传进来，我们点一个更新。这个时候呢，我们可以点击这里鼠标往下拉，这儿有个转到分类，点过来。那这个时候你可以看到这边我们的一个分类啊，这里我们添加了图片之后呢，这边它就会有一个图片在这里了。下面还有其他的，比如说吊带衫或者套装这些，它设置方法都是一样的啊。这里到产品这部分的话，大家应该都学的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来设计一下我们网站的一个首页。我们的首页的话，一般前面都会用个轮播图。那不管你的网站是做什么的哈，可以看到首页都需要有这样的几个这样的一个轮播图啊。比如说放上轮播图呢，这里可以放你一些主推的一些新品或者一些热销产品一些爆款产品就可以放在这个位置来展示，让它自己来轮播。那轮播的方式有很多种哈，你可以看一下。接下来呢，我们来设置一下我们轮播图的一个区域接下来回到我们的后台。那这里有个幻灯片，这里让我们点一个新增，这儿我们给它写一个标题，比如说轮播图1。鼠标回到右边，我们来添加一张图片，选择一张图片，点击添加。那我们再点击一下右键的发布。那么你在准备这个轮播图的时候，你就可以把你店里的一些主推的一些产品加进来。好，接下来呢，我们点击这里使用一个 Elementor 编辑。这里我们主要编辑什么呢？像这些轮播图它在这里需要有一些文字来描述一下。那么怎么添加？我们来到 Elementor 编辑的页面，点击这里有个加号，点这个弹性盒，这儿我们创建一个2列的，我们选择这个，就要有一边宽一边窄。左边我们就可以在这里加文字右边的话，因为这边是我们的一个图片，那我们就可以把它空起来，不用去填它。再点击左上角的这个加号拖一个文字过来。这里面呢，输入什么不知道的情况下，我们同样找 GPT 我们回到这个页面，点击这里上传图片，那让它根据这张图片，根据以上图片给我想一个海报文案，放在网站首页作为
文波，就直接发送给他。我们就把这个给它复制过来，这是一个标题。那么这里还可以再加一个啊，重新再拉一个进来啊。这个时候我们就添加下面的一个简单的一个广告语。那上面这个呢，我们可以把它点击这个样式，找到下面的文本编辑这儿，我们可以把字体给它稍微大那么一点点。那下面这个文字颜色有点看不太清，那么我们可以点这个样式，还是点下面这个，也可以让它居中啊，或者左。这个字我们还是点这里，我想把这个字给它调的稍微粗一点。OK， 那这里字有了，接下来还是点这个加号。那么我们再拖一个按钮到这里来，比如说立即购买啊。那么找不到，我们可以在这上面搜索啊。这个我们把它拖过来，放到下面。这个按钮这里我们把它改一下，比如说改成一个立即购买啊。这里还可以加上这个产品的链接哈，比如说我们点击这个产品，选择全部产品，我们找一款产品的链接把它加进来。有这个连衣裙，我们就点击查看。接下来我们就把上面的这个链接给它复制一下，给它链接粘贴到这个里面来。到时候人家点的时候，它就会跳转到连衣裙的购买页面。样式这里我们来设置一下。那这个样式形状可以看到，在这个样式里面，这有个形状，这几个形状你都可以点来看一下。那这个是个圆形的，椭圆形的。这个是带一点弧度的哈，那我们可以选择这个椭圆形的。这里间距我们可以让它，比如说上的话，内距哈，居上，把这个值给它取消，上给它改成50啊，上面给它宽一点。那上面这个字呢，我们点这个笔啊，你可以把它再调的稍微大一点，18，比如说给它改成24。那下面这个也是一样，给它改成个20。好，这样一个简单的一个轮播图做好了。好了之后记得点一个发布。那这个只是简单教大家方法哈。如果说你要想把这个页面设置的更精美、更专业一点，那肯定是需要花点时间的哈。我这里只是教给大家方法。比如说这里文本这里面有一些高级设置啊，包括它的一些样式啊，这里面有些什么功能啊，这些里面啊大家都可以过来看一下。那么这个文字我们还可以给它加一点动效。这里我们比如说点击这个，先选中这个，点击高级设置，往下拉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个动作效果，我们点开它，这个给这个字加一个动效，可以看到在这个布局下面，这里有一个 XT1 这里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有一个动画目前这里是没有的。比如说我点击这个，鼠标往下拉，这里动效没有，我点击这里，这里有个倒三角，你可以试一下这些效果这个是从下面上来的，这个是从左侧滑入这个还可以，从左侧滑入的可以。那么这个呢，可以看一下这个按钮稍微有点小，我们把字体给它稍微调大一点差不多这个样子就可以了，调到20在这个样式里面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个字体排版，这里这个可以看到是电脑端。那这个文字稍等一下，我看一下这个文字这个电脑端。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把这个返回，我们再看一下我们的这个平板端这个是平板端的一个效果。那再看一下这个手机端，手机端这个字的话，那我们先把这个给它点出来，这个字我们可以改一下，这个点一下这个笔，这个字可以稍微小一点。那这儿不用担心，我们改手机端的时候它不会影响到我们的电脑。点这个笔，把字体给它变小一点，粗细可以稍微粗一点。接下来下面这个字体点一下，那这个整体的字都要给它改小一点。OK， 接下来呢，点一下这6个点儿，我把它整个边距给它往旁边移一点，把这个值取消。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外距，外距这里的话，把这个值取消，居我们的右边，给它挪一点我先挪个50看一下。那如果说你点了之后这里没有什么变化，那么我们选中这个容器，点一下它。接下来我们再来点边距，点这个高级设置，把这个值先取消，我们居右边输入一个50，这样子100的话它就往这边挪了一点了。那我再把这个数字再调一下看尽量把它往旁边移一点，不要遮住这个人脸就这样也可以，150，给它往下挪一点把这个居上也给它往下挪一点。再点一下这个笔，看一下这个字体。如果说这个字体你觉得不好看这上面还可以改。那这个标题这里点一下，我选内容，我看一下，比如1级标题是咋样的。
1级标题的字就比较大，3级标题，哎，差不多。还有比如说啊，这一段你不想让它在手机上面显示的话，也是可以的。那这儿我们选择这个高级设置啊，点一下这个笔，点高级，先点这个笔，再点高级设置，鼠标往下拉。那这里有个响应式，那在手机端隐藏，那我们把它打开，那这一段它就在手机端就看不到了。但是呢，我们看一下啊，它在平板端上啊，它是正常显示的，电脑端上面啊，它也是正常显示的。那这个按钮啊，链接大家一定要记得加这个按钮，你把这个衣服的对应的链接哈，给它放进来。加了之后呢，这里有个设置，点一下后面这个设置啊，让它在新窗口打开，不要把当前的页面冲都没有了。好了之后呢，我们点击右上角发布。好，接下来我们退，点击左上角3条线退回到 WordPress。那如果说你想要添加更多的轮播图啊，这里是一样的。比如这里我再添加一个，这儿写上一个轮播图2，把图片上传进来，点击发布。方法是一样的哈，按照这个方法，你有几张轮播图，那么你就按这个方法点击这里 Elementor， 要填文字就用 Elementor 来编辑一下，点加号，还是这个，接下来上传文字，这儿你可以把它弄个，看一下这个这个大小差不多，再加一个文本进来，给它加粗一下啊，这上面可以看到这里，或者有个斜杠斜着展示，同样还是加个按钮。那么这里可以看一下啊，它这个显示呢，看一下它在几个上面的一个显示。那这边这个文字有点看不清了，这里我们也点高级设置，把这个外句给它设置一下。这个字体啊，刚才有点大啊，那么这儿我把它变成6级标题了，这样子就差不多。这个字体也给它改一下，把它稍微小一点。可以在外句这里向左，让它往左边靠一点啊，尽量不堆在这个人物上面。那么这里平板端你也可以看一下 ，OK， 没问题了。这里点一个发布，接下来快速操作哈，把3个轮播图把它一起上来。OK， 那快速的轮播图做好之后，接下来呢，回到我们的后台，那我们就要来开始创建我们的首页了。目前为止呢，我们的首页还是空白一片哈，什么都没有。接下来我们点鼠标回到左边，这里有个页面，点击添加页面，这儿我们就把它叫做一个首页吧。点一下右上角的发布，再点一下发布。那我们呢可以来看一下，接下来这里有个查看页面，点开看一下我们的这个页面长什么样子。目前为止就是这样子哈，什么都没有。默认的情况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还有一个侧边栏，顶部还有一些这种图标之类的啊，这个是自带的一些东西。那么不需要的东西，我们需要把它来隐藏一下。首先回到我们刚才添加的这个页面，那么顶部隐藏，首先是隐藏这个 header。那么等一下我们要在这个左边添加我们的超级菜单哈，所以这个顶部这个菜单呢，我们要把它禁用。这里呢，我们这些该不要的，我们就直接把它都禁用掉啊。它这儿有啊，打开类别菜单，这儿我们直接把它点关闭。那这个侧边栏呢，这儿我们就选这个啊，没有边栏，其他的不用改。这儿我们把这个叉给它关掉，点一个保存。啊，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这个页面，这儿点击一个刷新键，可以看到刚才的这个侧边栏没有了。那我们页面就比较干净了哈。等一下呢，我们就从零开始来设计一下我们的首页。那怎样我们把我们首页的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首页的链接在上面呢，它加了一个首页。那这个首页呢，它不是我们真正的首页啊，我们需要把后面的首页来给它删除掉。那来看一下我们首页它是长什么样子，我们这里给大家看一下。那我们的首页它其实是长这个样子的。接下来我们来改一下，这里还有一点啊，刚才我们这里它会有一个首页出现在这里啊，我们需要这儿呢，这里可以看到页面标题，那么这里页面标题我们把它禁用掉啊，把它这里开启禁用掉，点击一个保存，那么它这里就不会出现一个标题在这里。OK， 我们把我们的首页设置一下，那点击保存一下，点击 W 回到后台，鼠标往下拉，下面这里会有一个找到设置。设置里面有一个阅读，我们点一下它，鼠标往下拉，上面这个我们给它叉关掉 OK， 这个也可以把它关掉。可以看到啊，你的主页显示，这儿我们选择一个静态的页面。那主页这里呢，我们就选择首页，我们刚才设置的首页。好了之后点一个保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们点击查看站点。那我们回到页面这里啊，看所有页面，这里看一下，鼠标往下拉哈，这里首页哈有2个首页，这就对了。打开首页，你再刷新一下看一下 ，OK， 那上面这个首页这2个字它就不见了哈。
那么现在里面没有内容，我们等一下就要开始往里面来搭建我们的一些区块。那回到首页这里，点击这个顶上的使用 Elementor 编辑，接下来就到了我们来搭建我们首页的这一个环节。在这里啊，这个视频有点长，建议大家呢可以把我的这个视频点赞收藏。下次呢，你可以通过还没有订阅小鱼儿的朋友啊，你可以订阅小鱼儿的频道，并且给这个视频点个赞啊，收藏一下。下次呢，你一次性做不完了，下次你可以在你赞过的视频里面呢找到小鱼儿的视频啊，这样方便呢你能够跟着操作。接下来回到这里，首先呢，我们点击中间的这个加号，选择第一个弹性盒。这儿呢，我们可以先选择一个两列。那鼠标回到这里，我们点击这里有个编辑容器啊，这里比例呢，我们给它改成25%。那这边我们还是点这个编辑容器，给它改成一个75%。左边是我们的菜单哈，右边是我们的轮播图了。轮播图要大一点，所以右边的区域呢可以大一点啊。我们点击左上角的这个加号，接下来我们在这里搜索是 LI 这个滑块，鼠标把它拖动放到我们这边来。那么这个地方呢没有办法选择，那怎么办呢？我们回到后台，找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轮播图这里这儿有个所有项目，点开，我们来增加一个分类。那么我们找到下面的不是这个增加新项目，是下面这个滑块，这里添加一个名称，名称就输入一下首页轮播图，点击添加。接下来可以看到首页轮播图里面总数是0我们回到我们刚才创建的这几个轮播图，那么这儿我们把它勾选一下，批量操作，选中之后呢，点击批量操作，点击编辑，选择批量操作，选择应用，在这里把它加入这里首页轮播图，勾选一下这里点击一个更新，可以看到现在我们把它都加到这个首页轮播里面来了。只要加了这个分类以后呢，我们把轮播图等一下它就会展示这3张图。好，接下来回到我们的首页这个位置，这儿我们来新一下。刷新之前呢，我们先保存一下，不然我们刚才加的这个模块就没有了。刷新好了之后呢，我们点击这里左上角这个刷新键，点后面这个笔接下来我们再来看，这里就有个首页轮播图，点一下它 OK， 那这里就有了，你可以点一下这里第3个就出来了。我们先点一个发布发布先保存一下。那上面这个区域看了，这个区域还有点宽那么我们来改一下这个距离，这里6个点，点高级设置，外距这里我们把值给它取消不取消你同时它4个位置都会设置我们这里居上，比如说改一下，那我们还要往上，那我们就点一个-50。OK， 可以看到它离这里近一点了，那还可以稍微再加一点50让它靠得更近一点。不要让这个上面呢它留出来有多余的一些空白。 OK， 好了之后我们点一个发布，轮播图看一下这个轮播图的话这一块就差不多了。那第一张图的话，我这儿是因为做的比较随意大家一定要把它做好，像这样把整个人都展现出来像这种效果是更好的。那这个轮播图的区域就差不多了，接下来我们就来设置第2个区域。一般第2个区域呢，比如说是一些新品或者说热销产品等等这些分类就像这种比如说像它这个是家具我们做的是衣服差不多就是这种形式的。我们来看一下怎么操作。那我们还是点击中间这个加号，点击这个弹性盒，那我们选择第一个向下的这个方向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点击左上角的这个加号，那我们在这边搜索一下 CAR 这个就是一个图片轮播，我们把它拖过来，鼠标按住不动拖过来，大家可以看到现在它这里面可以看到3个模板，我们需要上传图片就可以了。那我这儿也是从头带大家来做目的就是让大家知道这每一个区域它是怎么样设置的。比如说后期的话，你想要维护，你想要更改，那你至少知道从哪里去入手该从哪个区块去改。不然给你一个现成的模板，那么你可能后期你自己都不知道那每个地方是怎么一回事。接下来我们从第一个开始，点这里，点第2个，这里添加选择图片，这里你要提前把你的产品图片准备好。比如说这儿我们上传了一张进来，选择那是作为一个这个区域的一个背景图片。那么我们还可以改一下这个图片的大小点击还是点击这里往下拉可以看到这儿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图片的分辨率，点开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个300×300，那你也可以自定义比如说这里是300×300，那这里还有个自定义你想要宽度是多少，比如说宽度是600，高度是400。改好之后这儿输入好之后点一个应用，
这样大概它会宽一点哈。那么也可以给它改成一个500哈，稍微让它整个把它头露出来。OK， 这样差不多。第二个也是一样的哈，这儿同样点一下它。第二个怎么改呢？那这里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第二个上传图片。那这里同样这个分辨率哈还是一样的哈，600×500，点一个应用。接下来是第三个，我们先把它给图片给上传好。尺寸这里哈，我们要把它统一大小。那改好之后，接下来就是来改上面的文字了。那么你这里大家随时需要养成一个习惯，点一下发布啊，因为有的时候不小心你的电脑突然一下遇到问题关机了，那么你没有点保存，这些都是白操作了。第一个开始，那我们点一下这里还是选了第一个。选好之后呢，我们点这里一个文本，这里是图片啊，这是这个是链接，这是图片，这个是文本，我们就点到文本这里。第一个呢，那这个我不知道怎么填的情况下，我们可以截个图，把这个区域呢给它整个截个图。我们截到这个里面来，直接问他，这个是我们的导航菜单，给我根据图片给我写3个导航文案。OK， 这儿点击发送。那如果你看一下长短怎么样，长短合适了直接复制一下。第一个这里就给它改一下，粘贴进来。第二个这儿，那么太长了，你可以删除一点。在这儿还有点击一下，下面这里有个按钮哈，可以看到我们这里面是有个按钮，我们把按钮的文本改一下，比如说查看更多，这个上面就显示我们的一个中文的一个布局。接下来我们改一下它的，可以看到它的一个居中方式，这里可以看后面有个布局，你可以选择靠上或者是靠左或者居中哈，这里有几种显示方式呢？我看一下这个，那我让它稍微往下移一点是可以哈，放在中间位置。那你想要文字显示在上下你这里中间可以砍，你显示在上面你就选中间这个，在上面，在中间向下的话你就点这个它文本就是在这个下面，在下面其实也可以。接下来我们可以让这个背景呢，让它有一些样式这个图片。鼠标回到左边点击样式。第二个可以看到这里有个悬停效果，这里你可以点一下每一个你可以试一下。比如说你想让它有一个颜色遮罩等你就可以选一下这个字体颜色可以看到我们这个主题的颜色可以看，可以给它改成白色那这个悬停效果就是当你鼠标拿上来的时候，可以看到它有一个逐渐放大的一个效果。那么这个呢是没有刚才中间的那一块黑的它这个是这样子的你鼠标放上去它也会移动，这个就是这样它就会有一个遮罩的这种效果。那么这个就会出现一个白色的框你可以选一个这个就是鼠标放上来它会有一个缩小的一个效果，这个也是可以的。那么这儿还有一个按钮的效果我们鼠标往下拉，这里最底下一个按钮，按钮可以看到它这里是显示不了的。如果说我们想让它一直显示的话，我们点击这里按钮的位置，点这个可以看到它会一直出现在这里。这里按钮的一个效果可以看一下这里有几种，你也可以选一下。比如说它现在是这样子的就没有白底了，或者是这样子的下面带一根横线，还有这种 3D 的看一下，就是这种放上来它会有点变色，我觉得带一个横线的这个还可以。那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按钮回到原始的这个风格那这个形状我们也可以改鼠标看一下下面这里，你比如说让它变成一个这种椭圆形的这样看起来比较有设计感。那还有这里标题可以看这个标题的字，如果说觉得太小，点这个标题，这里你可以选，我看一下 H1 的一个大小，没有什么太大的变化，我选个 H4。这个文本的颜色比如说我点一下它，把它变成红色其实白色也可以。如果说你改颜色，可以看到这里就有颜色。自定义排版，这里点一下它，比如说字体的大小，你想要它再大一点是可以的。粗细这些后面都可以改，包括行高字间距这些。那在间距如果说想让它再细一点这儿我们看一下，这儿我们选择的可以看到每个这里是我这儿是3个幻灯片你可以改成4、5或者改成2都可以。间距的话这里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可以改成10就差不多。那么接下来这个我后面几个我们就不用一个一个去操作，我们可以复制一下它的样式鼠标移到这个上面，点击一个右键，点一个复制，到这边来一样点一个右键，点一个复制样式 OK 它就会变成这样这里也是点一下复制样式，那么这里全都变成了白色的了。
接下来就一个一个改就行了。点到第二个，点内容，左边点第二个，点击更改内容啊，把里面内容改一下。按钮这里直接改成查看更多啊，这个把它移下来哈，把字体给它移下来，点击这个布局，点击这个往下 ，OK， 就这样子就可以了哈。这个同样我们先把它返回最下面这个点一下，我们先把布局给它改一下，改下来，把里面的文字改一下 ，OK， 看一下啊，这里全部已经设置好了，这里还有个按钮，按钮记得要把它鼠标往下拉，按钮。那这里图片文字全部更改好了之后啊，我们这里要把它的宽度也设成一致哈。在我们上传图片的时候，可以看到上传图片的时候，这里就直接把它设置好，让它的3个区块一样大。那么这里按钮下面呢，我们可以加一个链接啊，加什么链接呢？我们先回到后台，找到这个页面，所有页面点开，这里找到我们的首页，或者找到我们商店的页面哈。点击查看，目前它里面有没有东西也没关系啊，到时候我们把我们产品放进来的时候，它一点它就会来到这个商品页面。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往下拉，点击这个第一个链接，把这个链接给它加进来，后面的设置按钮点一下，让它在新窗口打开。那这里每一个哈，你都可以去加一个链接，或者说你有一些什么新品这些呢，也可以把链接加进来哈。你加进来之后，当人家点这里的时候，它就会跳转你的新品页面。那如果说你想要跳的一个分类哈，比如说我们的上装区、下装区哈，同样你可以把你的分类的链接可以加到这个里面来。差不多了，我们先点一个发布哈。这儿呢，上下的间距你也可以调整一下哈。再比如说我们这儿点击高级设置，比如把字给它取消了。居上的话，这里你可以看一下，比如说我改个50啊，让它中间稍微宽一点点，也不要太宽，30。居下就50啊，让它下面有点距离，2个区块之间哈，让它稍微分开一下啊，不要觉得这个2个离得太近了。好了之后，我们再点击一个发布。接下来可以看到这个区域哈，比如说是我们的一个什么精选产品呐、主推的产品呐，就可以让它显示在这个区域来啊。这个怎么做呢？好，接下来这个区域呢，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一个精选产品呢，就是你主推的一些产品，那么我们就可以让它显示在这个下面这个区域。那怎么操作呢？首先我们先要确定你店铺主推的是哪些产品。我们先回到后台啊，找到我们的产品，这里选择一个全部产品。那鼠标来到右边，可以看到这里是一个星号键。那这个星号键就是设置我们的一个主推产品。那我们就把这个星给它打上，比如说这个给它点上。那还有这个呢，也把它点上。还有上面这个，可以看到这里呢，我又选了3款产品。那其实可以再选一款。好，这里选好之后，回到刚才的这个编辑页面，我们这里还是选择一个加号，选择一个弹性盒，这里我们选择一列的。接下来我们再点击左上角，我们先拖一个文本进来。那这儿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它这里是1、2有3个显示，那么我们就拖3个进来，再拖一个，那再拖一个。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编辑。如果说你想跟你的竞争对手啊，你可以想要模仿他的这种风格了，那么我们就可以这样子来操作。我们可以在这里可以截个图，这样子截个图。接下来在这里上传一下。那下面呢，卖是服装，根据以上图片再帮我模仿吧，加一个，再帮我写一个本季精选广告语，直接发送给他哈。这个 GPT-4 为什么说这个升级版它是有一个识图的能力？那如果你要中文，就让它改成中文。还有一个本季精选，那这个第一个我们先给它填进来。样式在这里可以看到，这儿它会有一个样式，给它居中。那如果说你想改一下文本的颜色也是可以的。点击样式，点击这下面，如果说你想改字体的大小，你觉得这个字太小了，你可以把它稍微改大一点。那么字体的颜色这里面选一下。那么颜色这里可以看到它有几个颜色哈，可以看到默认的是这种黑色的啊，这个是带点绿色的，这个是黄色的。这个呢，这里你点最下面这一个就是默认你要选什么颜色，点这里。比如说你想要红色的，就把它点到红色。其实这个黑色就挺好。点的这个可以来自定义它的颜色，
它里面可以看到自定义在前面有一个像地球一样的，它里面主要有这几个颜色哈，你可以选一下，比如说主要的颜色是这个色啊，你可以选一个。接下来我们的第二个区域点这个笔，把它复制到这个里面。同样我们点击这里让它居中，字体的大小调整一下，点击在下面点这个笔啊，这个大小就差不多。那第二个其实你也可以点这个内容哈，这儿它这个上面可以看到它段落这里面有，比如说你想要大一点的标题啊，那这个标题就深一点哈，3级标题啊，看一下它就是这个样子的。你要想它显示大一点哈，你还可以选择1级标题啊，那它这个字体就更大。就点样式，这里有个居中，靠右或者靠左，那我们就点居中。这个字体的大小哈，你点击在下面这里有个笔大小，这里你也可以改哈，粗细这里也可以改啊，可以看到这里面行高这些字间距哈，这些都可以进行调整。我觉得这样子就差不多。接下来我们来点第3个区域，这我们就把它粘贴过来，先居中啊，再来调大小。居中之后这个字体太小了哈，点在下面，点这个笔稍微大一点。啊，差不多这个大小。字体的颜色的话，这儿我来给它改一下，这个颜色可以。字体之间的一个间距哈，如果说你想要它，比如说这个字体啊，或者这个字体让它上下移动一下，那你可以点这个笔，点中之后你可以选这个高级设置，比如说这个外区，那我们让它向下一点，这里给它改成20啊，这样子可以看到啊，我输入一个-20，它就离得近一点，给它改成个-10，让它稍微靠得拢一点。外距呢？这些都差不多 ，OK， 那接下来呢，那就这个地方基本上就差不多了。下面这里你可以这儿点一下这个笔，我点一下高级，把这个值取消，让它稍微往上一点啊，让它往上一点，对，这样子就靠得更拢一点。-15啊，那这个区域呢就这样子设置好了哈，可以看到在这儿啊，你想要整个的调它的间距，你就点这6个点。这里有个高级，你就这里内距外距来调整就可以了。OK， 那接下来就是开始展示我们的产品了。那我们还是点击这个左上角的加号，在这里搜索一个单词 PO。那我们在这儿搜索一个 PROD。OK， 第一个我们把它拖过来，拖到放在它的下面。可以看到放下来之后呢，这些产品就出现了。它会自动帮我们把这些推荐的产品就加载进来了，因为我们之前刚开始跟大家讲了，我们一定要先把这里这个新给它选上，选上之后呢，在这边来操作才可以啊，不然你这里可能就没有产品出现。那么这里记得发布一下，发布了我们刷新来看一下，鼠标往下拉看一下，再我们点一下这个笔，可以来设置一下哈。接下来这里是系统自动在这儿给我们排序的啊，它是随机的。那我们这儿来可以来设置一下，我们鼠标回到左边，找到这里有一个啊，这儿有个排序方式，这里我们点开看一下，可以选择一个按日期来排序啊，点第一个就可以。那这下面啊，你也可以按其他的，这里 ID 这些等啦，其他的。接下来呢，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到这个样式这里，在这里轮播这儿哈，我们选择最下面这个，可以让它稍微看起来，可以看到这个图看起来要大一点。那么这里总共显示多少产品呢？你可以来设置一下。那么这里可以看到我有一个让它显示12个，比如说让它显示6个或者3个哈，这里就自己的情况。如果你的产品上架的只有1、2个产品，那么它这里可能只会上架1、2个哈，因为你都没有产品，它就没办法。接下来在下面有个产品的设计，我们点开看一下。首先是可以看到这个图片显示的尺寸哈，这里你可以看一下。那上面还有个产品的一个悬停效果，就是你想让它怎么样展示，比如说鼠标放上来可以看到它是这种的哈，它会变的。那这里面你也可以选其他的啊，你想要鼠标放上来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么这儿你就可以来看一下这种带点放大的这种效果哈。它的一个动画效果，就是你鼠标放上来以后，它显示是一个什么样的效果。那比如说你想让它的购物车出现在这个上面哈，比如说我们换一个看一下啊，它的购物车可以就出现在上面了哈。刚开始购物车它是在下面啊，所以这些都是可以通过网站后台来设定的。这儿其实默认的就还可以。好，接下来可以看到下面这里编剧没有了哈，那我们可以把这个编剧给它设置一下。那首先点到这个笔，点完之后我们点高级设置，然后把这个外距的值给它取消。接下来下啊，这儿把向下的这里改一下，比如说50。我们看一下啊，这下面它有一点间距了，稍微给下面给它留一点白，我们就等会儿就好接着做下面的一个模块。好了之后我们这儿点一个发布，
接下来要设置我们的下一个区域了。因为这里新手朋友建议你收藏并且点赞我的这个视频啊。那么创作不易，大家来支持一下。那这样呢，你这个网站也不是一时半会儿可以做完的哈。你可以把这个视频收藏起来啊。你点完赞之后，你可以方便查找啊。你可以在你已赞过的视频里面去找到小鱼的这个视频。我们一天做不完，可以第二天来接着做。接下来这个区域呢，可以设置一下，比如说像这样设置一下店铺的分类。我们也可以像它这样子设计一下。那下一个区域创作起来，产品分类很简单啊，我们不需要再单独再去创作，我们可以把这个区域呢给它复制下去。那这里点击这6个点，点击一个右键，点击复制到此对象下，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那下面这个不要，我们可以点击一个右键给它删除啊。我们只需要把这里先保留，这儿呢我们就给它改成一个店铺分类，把这上面的文案呢稍微给它改一下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的加号。我们在这个里面搜索 CATE， 这儿有个产品类别，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放在这个下面。OK， 可以看到这里产品分类它就直接就跳出来了啊。这里因为我们前面没有加的有图片，所以它这儿可以看到它没有。这里如果说你想要好看一点呢，我们回到我们的后台产品分类，这里我们点击进来啊，这儿没有，我们可以比如说先看一下啊，这边展示的是什么？有个连衣裙装上衣，这儿点击一个编辑。鼠标往下拉，这里有个图片上传，我们点一下，选一个上衣。好了之后点一个更新，我们这儿再转到分类啊，可以看到这里它就有了。接下来找到一个套装，这儿点一个更新，这儿连衣裙，点一个编辑，即上传连衣裙，点击更新。好了，接下来我们在这边来，我先点一个发布哈，刷新一下看一下，鼠标往下拉看一下。可以看到啊，刚才的这个分类就出来了。比如说这连衣裙，这里是套装、上装哈，这里是上衣。可以点一下这个笔，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的一个样式哈，同样是可以设置的啊。比如说你想点进来的时候是怎样的啊？这个大小其实还可以哈。如果说你想让它显示的大一点，也可以再改一下其他的。它的显示可以看到它的文字哈，显示的方式不一样啊，它的动效不一样啊。那这个可以哈，这样子也可以。接下来我们点击下面这个布局看一下。这个布局的话，如果说你觉得想让它再大一点啊，你也可以选这个啊，可以看到它显示的就更大了。这里还带这个，还是带这种的轮播的。那么看一下这里几张图片之间的一个间距哈，其实这个图片大小大家在上传的时候可以把它统一给它改成多大比例的哈，因为我这边没有裁剪这个图片，所以它的尺寸有点不一样。那这种展示方式哈，也是有点与众不同。想要大一点就这种方式，看个人看你想要怎么设计。这里有个间距哈，你看点击这个倒三角，就这几张图片之间的间距。比如说你想要让它分开一点啊，这个是比较密一点哈。如果说我看一下啊，这样就更密了，这个图片之间就没有缝隙了。那我点了一个30看一下，这样子它每个图片之间哈，这里就有一个间距了。接下来我们点下一个看一下。这里你要展示几个图片啊？比如说这儿是3个，比如说我要输入2个了啊，它这里就只展示2个。比如说你在这里面你有几种分类，比如说我要展示4个分类啊，那么它就这4个分类都会展示出来。这个地方就根据情况来调都可以。这个图片啊，刚才我们是你没有图片的情况下啊，你就像我这种方法，在这个分类里面来啊，把图片给加上去，到分类这里才可以看到，才会出现图片，不然这儿是空白的。接下来我们就按照这种方式显示哈，这儿我就点一个发布，大概可以看一下，这里我们把它先收回去，我们鼠标往上拉，这是把做好了1个、2个、3个啊，一共做好了4个页面了。那如果说你要美观的情况下，你就把图片的尺寸给它调的一致哈，这样它就会排起来就会更好看一点。但是每个区块啊，大概设置就是这样设置。如果说你想要更好看一点，那你就花点时间把图片这些弄得好一点，图片弄得清晰一点啊，文字这些加的更好一点。好，接下来往下拉，可以看一下，那下面一个区域就是一个热销产品、明星产品的区域。那方法呢，我们还是回到刚才这里，方法也是一样的，把这个倒三角给它点回来。然后这儿我们还是点这里6个点，点击鼠标的右键哈，我们还是点复制。还是点本季的一个精选，点一个右键，点复制，不要往下拉到这下面呢，我们点一个粘贴 ，OK， 可以看到这儿就直接粘贴下来了。那么这样可以加快我们做建站的一个速度哈，你就不用每个区域的一个一个去拖拽，直接来改就行了。点这个笔改成一个热销产品，那么这里就很简单了哈，这里热销产品可以把它标题再给它改大一点。
好，那这个地方下面不用删哈，直接来改，还是点击这里这个笔，这里数据源这儿我们可以看一下，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按销量排名。那按销量排名这边呢，它就是一些热销的产品啊，唯一要改的地方就是这里哈，把它改成一个热销产品就可以了。接下来点一下这个样式，这儿你想要显示几个图片哈，这里比如说你想显示4个，那就写4啊，因为我这里只有3款产品，我这里就显示的是3个哈，你这里4个、6个都可以。我们点一个发布。好，那么这个区域完成之后呢，接下来我们可以看一下，那下个区域这儿可以设置可以来这个区域呢，可以设置一下客户的一个评价区域啊，可以展示一下客户的一些评价。我们来到这里来增加一个区块，那鼠标往下拉啊，在这里呢，你还可以我们继续点击这个加号。那如果说你想要更快速操作啊，比如说你点了这个点了一个弹性盒，那么这儿我不想要它，这里有个叉可以看到，这里直接可以把它删除。那这里我们要更快速的一个方法，我们就可以去套用一些现成的模板。那么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这里一共在最后一个按钮，那我们可以直接点击它。这个里面呢，它就内置了很多些小区块可以把它直接插入到我们的店铺里面来快速的进行一个创作是一些现成的模板。在这边你可以先来区分一下来再点击左边这里你可以找一下客户评价在这里搜索也可以搜索一个客户评价。那么这里面你可以来找一下在这里面找一下客户的评价这里面你可以看到想要什么样的模块都有。那它呢，这是一些小区块，一些小模块可以看到这儿就有一个客户的评价这个客户评价呢，那这里我们再往下拉看一下，还有没有其他的一些样式。这儿可以看到这儿有个客户评价，这个还可以，那这儿直接点击一个插入。那鼠标往下滑，可以看到这里客户评价，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点击这个笔来改一下。比如说这里就直接给它这儿改成一个客户好评，下面这个字不要的可以把它直接删除那这儿就没有了。接下来这里面的人你来改一下就行了。比如说你刚开始如果说没有一些好评的话，那么我们可以也可以让 AI 写一点。后期如果说你有了产品卖出去之后，有一些真实的评价之后你可以把它到时候可以给它放到这个上面来，让它帮我写3个客户评价。如果说短了，你也可以让它再写长一点不满意直接让它重新给你改就可以了。OK， 这儿有了评价，那么这儿复制一下，点击这里有个笔，点一个一个来改，鼠标往下拉，这里先改这个，改完之后来改第2个把里面内容改一下就行。接下来这里面人物也可以换你可以一个一个来从第1个开始。那这里可以选择图像，这我就上传3张图片进来，选择一下。OK， 可以看到这里名字也改了接下来这里他的名字改一下可以这儿林小姐，广州上班族。那么改就是这种方法就这种方法来改就可以了把里面的头像给它替换掉就可以了。那我们可以来改一下这个区块的样式比如说它这里面的一个布局，那我们点这个样式，下面有个布局，这个布局这里你可以看一下这里比如说你想要显示几个，想要显示比如说显示2个这样它就变成了2排了。它这里是想要显示几列也可以这样竖着排也可以这样子横着排，也可以这样横着排，也可以这样排成2排我觉得默认的这个就挺好的，直接选择这个就可以间距的话这里你可以看一下，你也可以把它调整一下这个距离我们可以来看一下，这个距离你可以来改一下，你比如说你点这个笔这个高级，那比如说居上这里让它宽一点，把这个值取消，居上给它改成个50让它这上面宽一点。下面你可以看一下居下呢也可以来个30这个地方让它开一点，其实30、50都可以在这个高级里面可以看现在它没有什么样式如果说你想要个动画这里有个动作效果，这里有个倒三角这里有个进入动画，你这里点这个倒三角，目前它是没有的比如说这下面它有很多样式按入它这个是从上按入进来，这个是从下看一下这个是从左边这个可以OK， 这里好了之后就点一个发布。这个区域好了之后，接下来我们就到下一个区域。下一个区域可以看一下，最后一个区域的话就是我们一个文章的一个展示区域。再往下这2个就是我们的一个页脚，这2个页脚的话，我们后面再来设置我们先把这个文章给它下面呢这个区域给它做好就可以。我们来增加这个博客区域
这儿先点一个发布哈，发布之后我们先返回到后台，需要先写上1篇2篇文章哈。这儿我们点击这里文章，点一个添加文章，这儿就可以直接写一个博客文章，点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那这里的话，其实现在我们都不属于特别会写的人哈，那我们可以用 GPT 来帮我们写。根据我的服装，帮我写2篇2025流行时尚的文章，点击一个发送。那让他帮我写2篇。你也可以写一些比如说你做什么行业的，你卖什么产品的，你可以写一些跟你产品相关的一些文章。写文章其实有个好处哈，写文章大家有的时候这个文章其实写起来一点不费劲。那如果说你的文章写的还可以的话，它如果被谷歌、百度这些收录的话，那你还可以获得一些免费的流量有一些博客文章的话，他们就专门是拿来写文章的。这儿它会有一个标题哈，那我们再复制一下，粘贴过来。这个字体的话，我们可以把它这里有一个段落，这一个标题把它选成一个标题。你要想要大标题哈，就这里面都是一些编辑按钮哈，你可以看一下。那这儿可以看这里一个笔这里面那些功能都有。还有这里如果说你想要添加一个，想要在这篇文几个字上面添加一个链接也是可以的，这儿就可以直接导入一个链接。比如说我把我的这个小鱼儿的链接粘贴进来，按一下回车键，那么这儿就加进去一个链接了。接下来把下面的这些文章给它复制一下，就直接把它粘贴到这个下面这里面都有一些相关的一些按钮，如果说你想改都可以，包括这些文章的颜色，比如说博客文章点击这边的有一个区块，这里你还可以在这里面添加一个特色图片这里比如说我选一张图片进来，那么这里有了图片，比如说这些文本你要想给它加颜色，这里文本比如说我给它改成一个紫色的也是没有问题如果说你还想给它加一个背景的话，那么也是一样的这里可以看到你可以给它加一个背景，这个加个也是可以的，看一下你可以把这个文章让它写的有一些层次感可以添加一些图片进来。下面往下可以看到字体的大小你还可以这儿可以直接选择这个文章这里鼠标往下拉，它这里还有个分类目录你可以在这里面添加一些分类这儿比如说这里是属于一个什么分类的也可以设置一下这篇文章的分类，比如说这儿我写个时尚资讯 OK， 这儿点击添加分类那么这里就多了一个。那再往下这里还有个标签你还可以给它添加一些标签，比如说随便写一个时尚女装，按一个回车键那这里标签就加进来了。这个标签相当于是一个关键词我们可以多写一下我们产品的一些相关的关键词。这儿你可以写一些时尚方面的一些信息比如说今年流行怎么穿搭呀，或者流行什么元素你都可以把它写成文章的形式把它展现出来。写好之后，这儿我们点击一个保存，正在保存，看一下文章已经更新了。接下来呢，我们再点一个 W 回到后台这里建议大家可以多写几篇我再写一篇，至少要写个几篇那我刚才就直接让 GPT 就帮我写了2张，比如说我这儿随便写一个什么穿搭技巧给它添加到这里来。那这里还可以给它居中把文字居中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把它复制一下直接粘贴过来。那么需要图片，那这里我来设置一个特色图片，方法就是教给大家了这些都可以改每个地方可以看到，你选中它就会跳出来上面这些有的能改的你都可以改字体大小包括字体的颜色你可以到这边文本的背景排版尺寸，比如说我要再大一点，把这些文字复制一下，那大一点看一下它就可以变大这里选 M 这个字体大小也可以看到OK， 好了，到这儿我们点一个发布。好，接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 Elementor 的编辑页面。那么这里我们也不用重新去制作，我们把它复制一下，点击右键，点一个复制，鼠标往下拉，这儿点一个右键，点一个粘贴。那我们把下面这个区域给它删除，点击删除。好，这儿我们来改一下穿搭技巧。穿搭技巧这儿标题可以再大一点，2级标题。接下来我们点左边的加号，在这里搜索一个小部件 BLO 就这儿有个博客，把它拉过来放在下面。那这是我刚才写的这个文章，这里我们稍微来改一下样式就可以了。
接下来我们来改一下它显示的一个效果，比如说啊，你觉得这个排版，它这个是上下的这种啊，上面是图，下面是文。那我想给它改成左图右文或者左文右图啊，那这个怎么操作呢？那我们点击这个样式，博客设计这里我们点一下啊，我们选择这个，那它就是这种形式哈，就是这种左文右图的形式。那我刚才写了2篇文章，我这儿刷新看一下，鼠标往下拉。好评看一下啊，这个是刚才的2篇博客文章已经出来了。那这里如果说我们点击这个笔，点击样式啊，看一下你想显示的数量哈，这里也可以改的。如果这种显示的它还可以，你还可以选其他的，比如说换一个看一下。那它是这种显示啊，在每一个显示方式你可以来看一下。那还有这种显示方式，那这个是这样并排的这种显示方式，其实这个还可以。那你想这里它可以展示3条文章的，这儿我只写了2个，这我可以把它改成一个2。OK， 那可以看它就是这种显示方式也还是可以的。或者说呢，刚才的这种左文右图的这种效果也还是可以的啊，像这种也是可以的。这里面有很多啊这些功能大家都可以来琢磨一下，研究一下。要改文字，这里面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文字的一个更改啊，文字的颜色啊，文字的粗细这些都可以改看一下。我们来到样式下面这里，我们点开看一下它这里有一个设置的地方，比如说可以看到我们这里有时尚资讯，有博客文章，包括发布者包括邮箱都能看到。那么这里帖子的标题要不要你可以关掉。那原信息发布文本，下面阅读更多的发布日期这儿日期，比如说我不喜欢，把它关掉。还有原信息，如果不想要，我们也可以把它关掉。那把上面的这个什么邮箱这些就把它去掉这个邮箱再不好看，标题也还是可以留着这样子看起来就更加简洁一点了。好了，之后我们再点一个发布。接下来呢，把这个给它收回去，我们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目前的这个情况看一下它这里是有一个轮播图，这儿有一个这儿有显示我们的3款产品，下面是我们的一个精选产品。再往下来是一个店铺的分类这儿是属于一个热销产品，下面就是一个顾客的一个评价再往下来是一个博客文章那到这儿其实这个网站还是首页，它还是看起来是挺专业了。那如果说你还想在下面想在下面加呢，也是可以的。比如说我这里点击这个现成模板我想在里面再来添加个视频那么我们可以在这儿搜索一个 video， 可以看到这里面都是一些显示视频的，可以看一下它是属于这种左文右图或者左图右文的这种形式的。我拉到底我导入插入一个关于服装方面的，可以看一下就加进来了。它这个上下靠的有点紧我们先把这上面点6个点，把这个距离给它改一下，外距先把这个值取消，居下这儿80让它这里稍微空出来一点。接下来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点这个笔这边也是一样，可以点这个笔你就可以来改一下里面的一些相关内容这我随便改一个下面这个如果说下面这个不想要的话，你也可以不要这儿也可以把它删除要你就留着这个查看更多，你可以点一下这个笔这里可以把它改一下，查看详情，这里可以加上你比如说你哪一款主打产品的一个链接你可以把这个链接给它比如说这儿随便布置一个链接把这个链接给它加到这个里面来。OK， 可以看一下这里面你自己去改一下就可以了。那距离再改一下点这个笔，点设置，把这个值取消。居上的话，这儿我们改一下50。OK， 那这个区域呢就差不多了那如果说你还想添加，这里直接点这个添加区域就可以了。其实大家可以看到，这里面一些现成的模块还是很多的。你需要一个什么小的区块你可以直接导用一些现成模板套用一下来改一下就行了。那么这儿做好，我们记得先点一个发布。这里是我们的一个电脑端我这里把它先收回去。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平板端，我拉到底看一下，基本没啥问题。看一下我们的手机端，拉到底，那基本上也没啥问题现在的模板这些它都在更新它的适配度还是很强的，基本上在什么页面上面展示都能保持的还是非常的完美。没有问题了，我们就点击左边的3条横线，然后退回到我们的后台。那我们首页的呢初步就已经编辑完成了。那我们再点一个 W， 回来之后我们点击左上角，这里有个查看站点我们来看一下我们的首页。OK， 看一下这个是我们的一个
轮播图的一个商品展示区域的一个那这儿可以看一下我们初步的一个首页就已经完成了这个大概的就是一个框架里面有一些细节的话，大家可以再去稍微去进行调整一下。接下来呢就是我们顶部的一个菜单栏。那这边我们刚才留了这个位置这个位置是做什么它是做我们的一个超级菜单。等一下我会教大家我们怎么样来添加上这个超级菜单。我们这儿先回到后台，我们还需要来建一下其他的页面因为我们一个网站肯定是不止一个页面，比如说还有联系我们、关于我们什么订单查询等等这些页面都需要有一个完整的网站，这些页面还有博客什么博客页面这些都有。那我们点击这个页面，这儿点击添加新页面。那我先来建一个，比如说一个博客文章页面，点击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那博客文章呢，就是专门拿来发文章的这一个页面。那我们很多一些文章呢，都会放在这个博客页面这个里面。设置好之后点击 W， 还要进行一个操作OK， 回到我们的后台，鼠标往左边滑，这里有个设置，这里有个阅读，这里点击进来。那这里文章页这里我们就选择博客文章。点击一个保存更改，到时候文章页的时候它就会显示我们的博客文章的这个页面。接下来我们再来创建页面点击添加页面。那么这个时候我们来添加一个订单查询的订单查询的页面，点击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那有了这个订单查询，别人在这里输入他的订单号就能查询他的一个订单详情。在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加号，我们需要在这里面来加入一个短代码我们在这儿搜索一个减码，这里点一下这个减码。那么这个时候我们要把一个减码给它拉到这个里面来。减码我们可以通过一个专门一个 Offers 的一个官网来找到一些相关的减码。相关链接的话，我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那么这里小鱼儿用到的所有链接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大家如果想要用到哪个软件，大家都直接在下面的描述栏去找链接。那么这就是一个官网里面它有相关的一些减码。进来之后需要登录一下，那么你可以通过WooCommerce的官网可以进来它这里面相关的代码都有比如说设置产品的一些代码、销售产品的一些代码管理订单的一些代码，那么这里面都有你要查哪一个代码你就去查，比如说管理订单这里有个管理订单，你直接点击进来。那一些产品的一些减码也是一样的那各种减码你再直接点击进来。这里面的这些减码看一下，那当你需要一些减码的时候那你就可以到这个网站里面来找相关链接，我会放在视频下方。找到之后我们把减码给它填到这个里面来，点击一个保存。那这个网站大家可以把它保存一下它这个里面各种这些比如说页面的一些购物车或者结账这些减码它都已经帮我们设置好了，我们只需要找到对应的去复制粘贴就可以了。这链接我已经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了那以后需要什么减码你就可以自己到这里面来找。这里好了之后我们看一下这儿已经更新了。接下来我们再点击返回，再来添加一个页面，添加新页面。那么这个页面的话就给它创建一个收藏页，发布一下。完了之后我们这儿再来删除，再来一个愿望清单页等等这页面你可以建一些，比如说刚才我们建的这一个刷新一下看。那么这个收藏页编辑一下它。这个收藏页呢，点这个加号，这儿我们也要来添加一个减码，把减码输入到这里面，点击一个保存。那我们都可以来看一下效果这个是订单查询，可以看到这个订单查询呢，这下面顾客可以输入他的 ID， 输入他的邮箱去查询他的当前的一个订单的一个情况。那我们再返回再看一下这个收藏页的一个样式是什么样的这儿点击一个查看。那收藏页呢，目前它就是这个样子的因为我们还没有收藏，所以它里面没有任何的内容显示的就是一些空白。接下来我们还要再添加一个页面，添加一个产品对比的一个页面产品对比，先点击一个发布。这儿我们还是找加号减码来，这里面要填一个减码，这样我们把这个减码给它输入到这里面，点击保存。这个减码都是 WooCommerce 里面它这个里面这些减码都是已经给你设置好的，我们只需要用到哪个减码去复制就可以了。可以看到这里面这些减码
产品的短大码看一下，这里各种解码都有，还有 ID 的一个解码。那么需要用到的解码哈，那我也会把它整理好放在视频下方，大家有需要的可以去下方去找到这些相关的解码。接下来呢，比如说还有一些关于我们的一些页面，联系我们，再来一个关于我们，发布一下。关于我们呢，可以你可以介绍一下你公司的一些情况你的品牌呀，你的一些成绩呀。联系我们页面呢，放一些什么地图地址联系电话呀，这些都很简单，我们可以用模板快速的把它搭建。相信刚才已经教过大家用 Elementor 来搭建的网站一个整个首页大家应该对这个使用起来应该有了一定的认知了。刚才的关于这里我们还要来编辑一下，这儿我们不需要它的标题不需要显示这儿我们点一下它。英文不好的朋友就一定要记得在电脑上安一个沉浸式翻译。可以看到页面标题不显示，侧边栏不需要，点击一个保存，再点击 W 回来。关于我们也是一样的关于我们你还有个，那这个联系我们也是一样我们这儿点击把它关掉，侧边栏没有，我可以点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那这儿可以看一下这里它就不会显示这个标题点击 W 回到后台。接下来我们就来开始创建这些单个的页面那创建这些页面如果说单独去制作起来还是稍微有点麻烦这里我有一些准备好的模板大家可以直接下载，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面接下来就开始创建关于我们的页面。那我们还是使用 Elementor 编辑。接下来我们点击中间这里它这里是有一些点，这里就是导入模板，再点选一个模板。那么这我们点击这个右上角选择模板那么这里可以把所有的文件下载到你的电脑上它打开是一个压缩文件，你把它解压出来就可以了。那么接下来再回到WordPress 的这个编辑页面，那这里我们只需要把这个文件给它上传进来就可以了。这里我们点击中间第二个点击上传模板，点击模板，点击上传，点击选择文件点击关于我们，点继续。可以看到这里呢上传进来，这里点一个插入。第一次它会问你会出现一个启用和进口，那么你直接确认一下，点下一步就可以了。这时可以看到那关于我们的这个页面就全部已经加载进来了。那么你要做的就非常的简单，去更改里面的相关内容改成与你的品牌、你的产品相关的就可以了这个就非常简单大家可以看到这里有笔图片，这里你也可以直接选择图片，文字也是一样，每个区域它都是有单独的一个模块这里你直接去点了过后直接来改就可以了。这些图片每一张都看到每一张都可以改的。其实这个搭建网站还是非常简单的。好了，这我们点一个发布。接下来呢，我们再点这个3条横线，退回到 WordPress， 那我们再来编辑一下联系我们的页面。我们把模板导入进来，这儿一个联系我们，看一下，点击编辑。那这里一定要把它先设置了这里比如说这个标题不需要边栏不需要，这里要把它设置好，还是点击使用 Elementor 编辑。接下来我们还是点中间这个上传模板，点击这里上传，点击选择文件，这儿来选择一个关于联系我们的页面，点继续。可以看到不要上传错了，这里一个联系我们，点这个插入。好，那这里联系我们的页面呢也好了。那这个地方可以看到它这个就是一个我公司所在位置的一个地图。点击这里的这个笔你可以到这儿来编辑一下你的这个位置，比如说你在哪里，比如说是在上海，可以看到这里它就跳到上海，比如说上海的具体哪个位置，东方明珠，这儿它就会出现这个上海东方明珠的这个位置这个大小不合适，比如说你想要让它再大一点，你也可以调整一下。那么这个高度也是一样，如果你觉得这太小了，这里还可以让它再显示的，可以看到这里你可以让它更长一点让这个地图更大一点。那下面是一些常用的问题这里你直接来改一下就行了。这边它是一个表单在这里呢它显示是没有。我们点一下这个笔，这里我们点一下这个笔，在这个地方来选择一下联系表单1在内容这里可以看到，在这里就已经有了比如说你的名字、你的邮箱你的消息
顾客呢，他这里有什么问题的时候呢，他可以直接在这里输入他的电子邮箱来进行一个提交。那在国外大家知道其实邮电营销是非常火的，这样我们就可以收集客人的一个邮箱。那在国外，如果说你拥有很多的邮箱你就拥有了相当于拥有了一笔财富你可以不定时的给你的客户发送一些优惠代码或者一些活动那国外是比较喜欢看这个邮箱的。之前小鱼儿有给大家出过一期这个自动化邮箱自动化邮件营销的一期教程它也是一期非常详细的教程这里有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这期教程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的下方描述栏和这个右上角这个视频呢，后期的话你的网站成熟了，你肯定是需要把这个邮电营销做起来。OK， 这里好了之后可以看到没有问题，那么我们点击一个发布，接下来我们点击左边3条线退回到 WordPress， 还要再点个 W。 接下来呢，我们再看一下鼠标回到查看站点，在这里呢，目前为止这上面我们的菜单还没有，接下来我们要来设置一下我们的菜单栏我们左边这里的一个超级菜单。那回到后台，我们找到鼠标往下拉外观，这里外观这里有一个菜单，我们点一下它。接下来我们就开始来创建菜单。那么菜单名称这里我们可以选一下这个地方，比如说这个呢，我们就给它叫做主菜单。我们点击这里创建菜单。接下来呢，我们想要把我们的哪些菜单呢，给它添加到这个主菜单里面来，把你顶部想要显示的菜单呢给加进去。那比如说我们顶部想要把联系我们、关于我们、订单查询还有商店，这儿就直接把它点击添加至菜单。那如果说你还想添加的话，可以这里有个看所有，看一下有个博客文章，还有这个首页，那我们都把它添加进来。那里面还有一个购物车页面订单查询、购物车页面、购物车也可以把它添加进来。那接下来可以看到一般首页是排在最前面那这个位置我们也可以把它挪动，我们鼠标按住这个不动可以直接往上拖可以把它放在这里这个就是我们的首页，过了就是我们的商店。其他的页面比如说什么订单查询啦、什么愿望清单这些我们可以看一下。那原本它上面这里就有这个我们就不需要去添加它。这我们好了之后，鼠标往下拉，显示位置这里勾选一下，点一个保存菜单。那下面我们还可以把我们产品的分类给加进来，这里我们刷新一下看一下。 OK， 可以看到我们的菜单已经有了。那这儿还有一个鼠标往下拉，看一下这边还有一个产品分类在这里可以看到它没有怎么办？我们鼠标往上拉在这里有右上角有个显示选项，点开它这儿可以看到这儿有个产品类别，我们把它勾选一下，鼠标往下拉，这儿产品类别有了，这里我们再点一下，把它点击这里比如说我们这里面有这几个分类还把它添加到这个菜单里面来。添加进来之后呢，我们把它放到商店的下面它是属于一个子菜单，不是主菜单。我们把它拖上来，之后呢，不能和它平行，它就是主菜单我们要的是子菜单，就往旁边放一点这里它会显示子项目。接着是上衣，还有套装，还有连衣裙。OK， 这样就好了。点击一个保存菜单。接下来我们再看一下，这儿刷新一下给大家看一下。这里看你点了商店的时候可以看到装套装、连衣裙，它这就是属于一个子菜单这些没有，也叫二级菜单。如果你也想像它一样在前面这里加一个标，它的一个小图标也是可以的。可以看到目前为止呢，我这个上面它是没有这个小图标的。那么这个在哪儿添加呢？我们回到产品这里，产品这里有一个分类，那么这里有一个上装，比如说我们点一下这个，这儿有个编辑，这儿上装。这我们可以来加一下，我点这里试一下，这儿点一下看一下，对，加进来之后点一个更新。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我这儿刷新一下，可以看到现在你可以看到这个上衣这里它旁边就有一个标了，上装的这一个衣服的一个图标那下面套装连衣裙你都可以去加上传图标的下载图标的链接我也会放在视频下方。大家可以看到，其实在这个菜单里面，它这边有一个超级菜单那么目前为止呢，那我们这儿只有页面顶部有一个主菜单，那这个侧边的一个超级菜单怎么设置呢？接下来我们再继续，接下来我们要来到我们的这个主题，这里有一个 TTML， 点一下它，我们这儿点一个新增。那我们也要为我们的博客也要添加一个超级菜单。比如说这儿就输入一个博客超级菜单，
点一个发布，再点一个发布。顶部这儿我们还是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这儿我们设置的是看一下啊，是我们的一个博客哈，就相当于是上面这种博客的这种超级菜单哈。等一会儿再来设置这旁边的，我们先把上面这个菜单设好。那可以看到它这儿是3列哈，3列。我们在这里点击这个点加号，点弹性和这儿呢，我们也可以选择这个3列，每一列的比例哈，你可以点这里，这儿有一个编辑容器。比如这里我们把它改成，这里它是25，我们改成33.3，均匀分配一下，中间这个也是一样，宽度改成33.3，那么后面这个也是一样，改一下33.3 ，OK， 让它3个均匀。那我们点击左上角的加号，那我们这儿搜索一个 LIC， 就是这个，把它拖过来。这个可以看到，它就是一个超级菜单的一个这种样式。那它和我们模板看到的这种可以看到它是一样的这种。接下来左边可以看到这里每一个你都可以改，每一个可以改，并且在每一个里面你都可以给它添加一个链接并且还可以添加图片。第二个的话，我们就直接点击这个编辑容器，点击一个复制，在这儿就直接点击一个粘贴。这儿我们可以直接点中间这里点一个复制，点中间这里点一个粘贴。那么这里也是一样哈，这里你点这个笔，点击这里这上面标签你也可以给它弄个标签，比如说什么新品这里每个都是可以改的，可以看一下新品看一下这里可以它这里是加链接的地方，这个就是更改文本的地方在后面就是一个加图片的地方，你可以看你有需要的地方你就来改你添加图片也可以在这个上面加一个链接也是可以的。那或者说你在某一个区域，比如说这里呢，点开它想在这里加个图标也是可以的，选择一个图像，我这随便加一个可以看到它前面就是这样子的，它会再把这个图标加在这个前面。比如我在这里加个热卖它这里就会出现一个热卖，看一下。那链接的话，你比如说你哪一块商品比较热卖，你就把链接加到这里就可以了。样式这里可以看一下比如说这里一个文本的颜色，这文本的颜色你可以点这个笔，字体大小也是可以改的。那么这2个区域呢，我们点一下这个编辑容器，那在后面比如说它是一个博客的区域那我们也可以把前面给它改小一点，比如说前面就改成25，这儿也给它改成25，那么后面这个就给它改成一个50。 OK， 那这儿我们再来添加一个博客，点加号，在这里输入一个 B， 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个 BLOG， 这个就是我们的博客，我们直接把它拖过来放到这个中间那可以看到这儿我们就把这个就拖进来了。那如果你不喜欢这个样式可以看到它这里有点长，那么我们把样式给它改一下，点这个样式，这儿点进来你可以一个4这个样式还行那还有这种的，还有这种长的显示的还有这种的比较小，那我觉得这种还可以那么这里不用显示这么多这样我就让它显示一篇文章就可以了。这里面鼠标往下拉，这下面点一下，那这里面比如说它这里有邮箱这些什么都显示了，比如说我不想让它出现，把这些该关的给它关掉 OK， 就这样就行了前上面这些乱七八糟的就不要显示了，就这样子看起来简简单单。好了，这我们就点一个发布。那我们怎样将我们的这个超级菜单给它添加到我们的顶部菜单里面去呢？那我们先返回一下，退回到后台，再点一个 W。那么接下来这里可以看到，这个就是我们刚才设置的这个博客的超级菜单。这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菜单外观这里，找到这个菜单。大家其实可以在新窗口打开不要把这个菜单这个页面关掉。那么我们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博客文章，这里我们点击最后面有个倒三角，那它这里有个设计这我们点开看一下。那这里面有一个设计尺寸，我们点一下它，比如说这儿一个800，它的高度300，这个到时候你都可以改的那这儿我们呢把它点击下面的一个保存菜单，保存好了之后我们再来刷新一下，点击顶上这个刷新，我们再来看一下这里一个博客文章，点击这里倒三角，这儿就是一个HL这里我们点开看一下，这儿就可以看到我们刚才的这个超级菜单还有它的 ID， 我们把它点进来。那这儿它问你是否要启用这个超级菜单，我们再点 Yes。 这里有个标签文本，你要给这个标签设置一个随便写一个，这里
颜色的话，你可以看到这个文本的颜色，这下面你可以随便选一个。那这儿完成之后，我们点击下面一个保存菜单。好，保存好之后，我们再来到首页，在这儿再来刷新一下，看一下，可以看到在博客文章这里啊，它就出现了我们的一个超级菜单，并且它这上面还出现了一个穿搭哈。这个标签如果不想要的话，那我们再返回来哈。刚才在这里有设置这个博客文章，如果你要的就不用管它哈。这个穿搭你可以把它去掉哈。点击保存，然后再来刷新一下啊，那它这里就没有了。这里可以看到它会有一个下拉啊，这里就是一个超级菜单啊，这就是一个博客文章啊，这个样式可以到时候你还可以去改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创建一个分类的一个菜单，把一些产品的分类给它添加进来。这儿我们点击上面这个创建一个新菜单，那菜单名字这里就叫一个产品分类，点击一个创建菜单。接下来鼠标回到左下角，这里有个分类产品类别，点开它啊，这里面有上装、下装、套装、连衣裙，把它点击添加至菜单。那我们这儿点一个保存菜单。接下来我们再来我们的首页刷新看一下啊，这个时候看了其实它这里没有任何的变化哈。那么我们要设置一下，其实是这边的一个菜单，那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在另外的地方设置一下，我们还是回到后台。我们需要来创建一个自定义，那么这儿可以看到顶上的模板，主题模板。那这儿我们选的第二个就是一个顶部的一个结构器，让我们这里点一下它。接下来呢，我们再点这里一个新增加一个菜单，顶部的一个菜单。这儿我们可以看到它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样式，一个显示的方法啊，显示的展现的一个方式，你可以看一下啊，不同的一种展现方式。那你喜欢哪一个，你可以去选哪一个。比如说这里一个黑色的啊，上面这些都是白色的，这个是它内置的几种效果哈，你可以随便选一个。那么这第二种啊，我个人觉得比较常用的，我们就选这个第二个。选好之后，那这儿我们就不需要从零开始设计，比如说像我们顶部的菜单、顶部的结构哈，因为它这里系统已经帮我们内置好了很多模板，那我们这儿设置默认的就可以了。点击这里一个确定，再点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再来回到我们的首页看一下，刷新一下。OK， 可以看到现在啊，它上面这里就多了，这里有个搜索框，旁边就有这样的一个菜单在这里。这个就是所谓的一个超级菜单哈，它就显示了在左边。这个里面呢是，它其实这些显示的菜单是我们顶部的这个菜单，和我们这个顶部的菜单是一模一样的。那么我们想要显示的并不是这些。那这边我们可以显示一下我们产品的一个分类。那怎么设置呢？鼠标再回到后台。这里我们先来设置一下，这儿有个类别，在这里点击一下它，这里我们点一下编辑，在这里呢我们就选择一个主菜单，这儿保存一下，这里我们再点一下保存。这里如果说你想显示分类哈，我们点一下它，这个主菜单这里我们显示产品分类，再点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首页，刷新一下。OK， 可以看到它这里显示的就是我们的一个产品的分类了。目前哈，我们的产品分类比较少，如果说你分类比较多，你可以全部给它加进来。当你后面把你的网站哈里面的产品类别这些慢慢的多起来了之后呢，这里一定要把它写清楚啊，这样子让它看起来就像这个一样哈，整个网站看起来就非常的专业。接下来可以看一下顶部啊，这里有很多一些错误的东西，我们需要来把它改一下啊，该删除的我们就把它删除。比如说这个顶部我们只留下这个社交媒体哈，其他这些没用的东西我们都全部给它删除。那么我们再返回到刚才这个页面，这里面可以看到很多东西，这里就把它删了哈，直接点这上面有个删除键，这边也是一样，该删除的删除。那么这里有个文本，我们点一下编辑，在这个里面我们可以来写一个活动，直接写。在这里面我们写上一个，这里面可以看到它用的其实是一个白色的哈，那颜色也可以这里有文字颜色，比如说你给它改成红色的也不是不可以哈，那默认它就是一个白色的，这里因为是白色所以你看不见哈，你可以把它改成其他颜色，我们点一个保存，再点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刷新一下 OK， 可以看到没有了哈，上面这些文字没有了，只剩下一些社交媒体，还有买1000送30。比如说这个上面你要写一些什么公告啊，或者一些社交媒体的链接啊，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还是把它保存好。这儿可以看到这上面用白色的是可以的，它能显示出来。
接下来呢，我来教大家设置一下这个邮件订阅哈。比如说我们来到这个页面，你往下滑的时候，它会自动弹出来一个窗口，就是一个邮件订阅。那这个要怎么操作呢？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大家知道，在国外哈，前面我也给大家讲过，在国外的话，邮箱是非常重要的。我们需要收集顾客的邮箱啊，比如说平时我们要搞什么520有什么活动啊，或者说是中秋节这些有什么活动啊，那我们可以去通知你的客户。可以以发邮件的形式去通知他，因为你做的是独立账号，我们只有通过邮件的形式去联系到他们。接下来呢，我们需要去新增项目，这里我们鼠标回到左边，找到这里一个去 TML， 这儿找到一个新添加项目，那我们就叫做一个邮件订阅，再输入好，再点一个发布。那我们还是使用顶上的 Elementor 编辑。那这呢，到这儿呢，我们也不需要去从零开始哈，因为它内置了很多的一些模块哈，我们也可以直接点击这个按钮哈，这边有很多一些现成的模块，需要哪一个你觉得可以，你就直接点哪一个来用就可以了。这里呢，我也为大家准备好了模板哈，我们就不用自己去考虑，我们点击这个模板，点击上传模板，点击选择文件，这儿呢我们就上传这个 POPUP， 双击一下，点击继续，点击插入。那么它出现是这样子的哈，也别着急，我们等一下就会看到。那我们先给它添加一个背景，点6个点，点这里我们上传一个图片，再我们把照片上传进来。OK， 那有了一个背景之后呢，它看起来更有设计感。如果说你不加背景，就感觉非常的单调哈。看个人你不想添加也是可以的。那这大概显示就是这个效果。定位这里我们就选择一个中心居中，这里可以看一下怎么样显示的好看一点。OK， 这儿我把这个人脸给它露出来。那么背景的选择这里就选一个不重复。那中间这儿就是一个表单。那么这个表单是非常关键的，我们邮件订阅的一个表单啊，但是它目前没有，我们需要来设置一下。这我们先点一个发布，我们点击这个笔先来更改里面的这个内容。这儿我们想做出一个弹窗的一个效果啊，当顾客他在看我们网站的时候，翻着它就会弹出来这样一个邮件订阅的一个窗口，这样顾客就很容易来注册他的邮箱，所以一定要让它这个弹出来。那么这个弹出来这个效果该怎么样去设置呢？我们点击左上角3条线，点击退回的后台，再点一个 W， 我们找到这个主题第二个看一下，找到这个主题选择第二个，找到这个 P。这个主题设置我们点一下它，来点这个主题设置里面我们找到这个促销弹出窗口，点一下它，这儿我们把它启用一下。在这里呢我们来选择一下，这儿选择这个邮件订阅。那么这里颜色你可以设置啊，比如说黑色，你想给它改成其他的颜色也是可以的。下面这里宽度可以看到也可以设置。好了，这我们点击一下下面的一个保存， OK， 拉到底这儿我们点一个保存，我们再来到首页查看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它就直接就弹出来这样的一个窗口啊。这里你点开看一下，就是看这个弹窗它会不会弹出来。中间邮件订阅这个地方还没有设置好，还要去设置一下。这里去设置之前呢，我们需要先连接到我们的一个邮件服务。之前给大家推荐过哈，这个是一个自动营销的一个邮件营销平台哈，专门就是做一些电子邮件营销的。那推荐这款软件哈，它的名字叫 GetSpace， 相关链接和它的一个使用教程呢，我都会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哈。那后期因为你长期做跨境电商的话，肯定是需要用的电子邮件的 APP 哈，它可以帮你节省很多时间啊。这个相当于是自动化的一个平台。那这里还没有账号的话，可以看到这里可以免费注册一个账号。注册账号之后呢，登录之后呢，你要进去呢，要去让它连接到我们的网站的后台啊，你去找到它的一个 API 啊，用这个 API 来进行一个连接。这个电子邮件哈，它的APP 如何使用，这儿小鱼儿之前出过一期非常详细的教程哈，有1个多小时。那在这里呢，我就不再给大家细讲哈。这儿有兴趣的朋友哈，想要学习的朋友可以去看，我会把相关链接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哈。那这个专门的自动化的一个营销这个平台，链接也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哈，大家可以暂停视频，可以先去把这个平台先关注一下，有空可以再详细去的研究一下。那么你这里啊设置好了之后呢，你可以来到你的后台啊，在这个下面啊，鼠标往下拉，可以看到这里有个 MC4WP 的啊，我们点击一下。接下来呢，你把你的一个 API 的密钥呢给它粘贴到这个里面。粘贴好了之后啊，这儿可以看到点击一下保存。
如果你有其他的邮件营销平台啊，那也是可以的。连接成功以后呢，后面啊，如果说连接好之后呢，后面也是可以啊。这些收集到的一些邮箱呢，你可以啊，比如说你用的是这个 Xbox 哈，你在它的后台里面你是可以看得到这些邮箱的。用鼠标往下拉，在这个下面它这里是有一个表单，我们点一下它。在这里呢，我们可以来创建啊，这里写一个表单的名称，比如说叫邮件订阅，这儿来增加一个表单，这里点击添加表单，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代码，这边就是我们这个表单的一个样子。接下来呢，我们再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那如果说你关掉了哈，那你可以到这边来找到刚才的这里有一个侧边栏这儿啊，那么这边有一个在这个主题的下面哈，这里有一个增加所有项目哈，你在这个所有项目里面点击进来，那么你就能找到这里有个邮件订阅，你还是点 Elementor 编辑就可以了。接下来我们回到刚才这个编辑页面，这儿我们先给它这里先发布一下，发布之后我们先刷新一下。我们再来点击这个6个点儿，在我们点击中间这里哈，可以看到在什么已被删除这里，你点一下后面这个笔，这儿我们再选一下，点这里有一个我们刚才创建的这个 ，OK， 可以看到这个联系表单就出来了。那么还可以点击这个笔点击这个样式看一下，这里有个字体的颜色哈，这儿我看一下，选中这个框，我想把颜色给它改一下。那我把这个下面这个颜色这个改成黑色的，这样能看得显眼一点哈。边框的颜色这儿看一下，边框的颜色也可以稍微的给它换成黑色也是可以的哈，跟我们的背景稍微有点分别。这些可以文本的颜色，这里按钮看一下，点击下面这个按钮，按钮上面的字体的颜色，这个颜色还是可以哈。背景颜色如果说你不想要这个绿色，你也可以换哈。可以，比如说这里给它变成红色的这些都可以，变成黑色的也可以哈。那它有一个悬停的一个效果，就是你鼠标放上来，它会变颜色哈。这简单设置一下，我们点一个发布。那我们的邮件订阅这里就做好了。发布好之后呢，我们还是来看一下点击查看站点。好，接下来呢，我们再来设置一下我们的下一个区域哈。我们鼠标这里可以来到我们的一个首页，我们拉到底部，可以看到我们底部还没有。这个底部栏还没有这个底部区域可以看到，我们要这样设置一下让它有一个底部的一个菜单栏。怎么设置呢？接下来呢，我们继续。其实这里每个环节都很重要哈，大家一定要认真仔细的把这个视频看完。建议大家一定要先收藏哈，因为做网站不是一时半会儿就能做好。接下来回到我们 WordPress 后台，我们点击这里有个外观，外观里面这儿有一个小工具。那我们点这个小工具，这里我们先把这个叉先把它关掉。那你可以看到这个里面它有很多的这种小工具，底部可以看一下，这儿英文不好的朋友我给大家翻一下。这里可以看到页脚1、2、3、4、5，页脚1、2、3、4、5个区块。那每个区块我们都可以来增加内容，比如说就像第一个区块来添加一下地址添加一下联系方式接下来呢，我们来点击这里，点这个倒三角，这里有个加号，点一下这个加号，这儿搜索一个文本，点击这个文本。首先这儿我们来添加一个 logo 可以看这儿呢有一个 logo 出现，那么我们也需要在这里添加媒体选择上传你自己的 logo。那这里把我的 logo 传进来，这里还可以把它大小你也可以调你可以把它调小一点。那这个字体呢，可以看到它是带一点这个颜色的logo 下面可以放一些品牌信息。这儿品牌信息，这儿我就让 AI 随便帮我写一个，我就复制一下，把它粘贴到这个下面。你的一些相关的联系方式这样填进来，比如说你的电话、你的传真填好之后，这种更新一下，点击这个右上角。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刷新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已经有了一部分了。接下来继续，接下来添加我们的第二个区域还是点这个倒三角，点这个加号。第二个区域可以大概看一下，我们可以在这里面，比如说添加一些文章我们这儿搜索一个文章，这里有个最新文章，点一下它。那么这里显示文章的章数，可以看到它这儿只能显示2篇文章。更新一下我们先看一下，再刷新一下它这里显示这个方式好像有点不对那我们再来看一下。那这个不对的情况下，我们把这儿给它删除，重新来点添加。搜索一个文章，这儿我再搜索一个英文的这个文章，这儿搜索一个 POST， 那么是这个刚才的那个是不对的，点一下它，
OK， 那这个是对的了哈。那这里文章的张数的你想显示多少？比如说这儿太多了，我觉得2个就合适哈。像它下面展示2篇就可以了，显示2篇文章，点一个更新。接下来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OK， 那这就对了哈，这样子就对了哈。那这里大家可以看到它是全是纯白色的底哈，这个底等会儿我们要来改。下面这里标题你也可以改一下哈，比如说我这随便输入一个时尚穿搭，这里更新一下。接下来鼠标往下拉，第3个这里还是点这个页脚，点这个加号。那么这儿可以加入我们常用的一些菜单哈，这儿就是一些常用的菜单。那我们在这里搜索，那这里菜单我们可以先去新建一个菜单哈。那么这个区域先不动它，我们鼠标回到左边，点击这个外观，点击这里有个菜单，我们点鼠标中间的这个滑动键，点一下它让它在新窗口打开。那我们来新建一个菜单，那我们这儿创建一个新菜单，这儿输入一个这下面有底部菜单1，再点一个创建菜单。接下来这个菜单里面你希望它出现一些什么，那你就把这些给它添加进来。比如说这个底部菜单里面我们查看所有哈，比如说我们想要让它出现一个商店、购物车、结账、收藏，那么这些就可以给它直接点添加进来，这里点一个保存。接下来回到我们刚才的这个页面，刷新一下，鼠标往下拉到第3个，点一下这个加号。那我们在这里直接搜索一个菜单，这里就有一个导航菜单，点一下它。导航菜单这里选择一下，我们选底部菜单 ，OK， 点一个更新。这加你这里添加好，有的时候它可能显示不了哈，因为有的它缓存会慢一点，所以呢你可以稍微等一会儿。下面还有2个，第5设置方法是一样的啊，这里同样点击加号，这儿我们还是输入一个菜单，点击找导航菜单。接下来我们换一个菜单了，这儿来一个产品分类菜单，这儿写一下哈，更新一下。那这个第5哈，这你就看你的情况去设置了。这儿我就随便的给大家写一个哈。好了，这点一个更新。接下来我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可以看到这里呢就全部出来了哈。这儿刚才忘了写一个标题啊，记得一定要把标题写上，没有标题它这上面就没有标题哈。再把标题给它加上，底部菜单。OK， 那我们回到这里看一下啊，在下面就加上了。加上之后呢，等一下呢我们再来把它添加一个底哈，稍等一下。那我们鼠标把它拉到最顶上看一下。那在这里呢，我们的一个商店你可以点进来看一下。我们商店里面可以看一下，它目前为止显示呢就是这种显示方式。那这个效果呢，它不是最好的。我们想要一个什么样的效果呢？那我们想要的效果就是这样子的。这旁边呢，它有一个颜色的一个分类，价格的一个选择，还有尺码的一个大小的分类，或者按品牌来分类哈。这个该怎么设置呢？那我们再来看一下。目前为止，我们的商店这边是两边的边栏是什么都没有，左边也是什么都没有。那么回到我们刚才编辑的这个小工具的这个页面，接下来呢，我们要来找到我们的产品页的一个区域。那么就是这里商店页面小部件区域，我们点一下它，还是点一个加号。比如说第一个，我们想要按这个价格进行排序，这我们搜索一个价格筛选产品，看一下，我们就点一下它。那这里还可以点击加号，你还可以在里面来新增。这儿我们再搜索一个 LA， 这儿我们找到 LAY 的，点一下它。这里我们来设置一下，这里可以看到产品的一个品牌，我们可以这里你可以按颜色进行筛选。这儿我们点一个更新，鼠标往下拉，这儿我们还可以再来加一个，这儿再搜索一个 LNV， 搜索一个 NAV。那么还是刚才这一个哈，接下来我们这里就按尺寸点击一个更新。接下来你还可以再加一个，比如说按品牌，这里搜索一个，比如说按品牌还是一个点一下它，这里按品牌点击一个更新。接下来我们再来这里看一下，刷新一下。OK，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个旁边呢，它就出现了这些东西啊，刚才有的还没有刷新出来。那么这个旁边它就有一些筛选的一些选择了，比如说价位它是从多少，它就可以自己去选择这个区域来搜索产品。好，接下来我们的主题的一些来设置一下我们主题的一些常用的一些设置，还是回到我们的后台。那这里找到我们的主题，这里有个主题设置，选择这个常规。这个常规里面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一个促销弹出窗口，这儿我们点一下它。那刚才给大家讲了哈，在这里呢可以更改
更改一些东西哈，比如说这里下一个，比如说一个关于年龄方面的。你可以到这里来更改年龄，比如说你做的是一些这种什么成人网站你可以在这里来设定一下，比如说有没有满18岁满了，有的它如果是成人网站必须满了18岁才能进入等等这些呢还是非常的重要。你看一下需不需要启用年龄的一个验证的窗口需要不要把它打开根据你的网站来开设定嘛。那另外一个法律方面的看一下。那如果说你做的是一个欧美发达国家的话，那他们的法律这里呢，你也需要把它打开一下。那么这个打开之后它有什么用呢？那么这里打开之后，我这儿保存一下，给大家看一下它这个是出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效果那我们来到首页，可以看到底部出现的这一排文字那这个是什么意思呢？这个说你打开这个网站你这里要点击个同意什么提高你网站的什么 cookie。那它的意思呢，使用 cookie 来提升你在我们网站上的体验浏览本网站呢，就表示你同意使用我们的这个 cookie。那很多时候你打开一些网站，它下面会跳出来这个我经常会遇到访客他同意没有问题的情况，他就直接点击这个后面这个同意就 OK 了，他点击这个接受就可以了。他就可以正常的访问这个网站了。如果他这里不点的话呢，这个网站他可能就访问不了所以它就是这么一个功能。那如果说你做的是欧美市场，就建议你把它打开它就会显示我们的 cookie 的提示条。那接下来看一下，这个呢是移动底部导航栏。那么这个地方它会显示哪些内容呢？这个就是我们手机端的菜单栏这个地方它要显示哪些内容是在哪里看呢？那我们还是来查看这个站点。这它显示的是我们的一个 PC 端我们的电脑端的一个查看情况。如果说你想要看你手机端的这个菜单栏，这里我们点开它，你找了一个页面之后呢，这我们还是点这个首页，点击这里一个检查。OK， 接下来你可以看到这边是一个代码刚才点击错了这里点击可以看到这边是代码，那这边就是我们的一个手机端的一个情况。这儿可以看到这个cookie， 这儿我们要点一下同意。接下来呢，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底部出现的这几个菜单，那么我们就可以对这里进行一个设置那你可以在这里来进行一个设置。可以看到这里按钮这里它出现的是一些什么菜单。那在后面可以看到你还可以在这下面添加比如说你还想添加一些其他的页面进来，那你也可以直接点或者说这里你想删除也是可以的，比如说心愿单你想把它删除，这儿有一个全选取消全部，你也可以重新选择也是可以的。接下来我们看一下下面这个页面标题。那么这个页面标题可以看一下，比如说你想让这个标题显示在哪里，是靠左还是居中还是没有这里你都可以去改它比如说这儿想让它往右边显示，这儿我们先来找一个页面给大家看一下，比如说这个商店的这个页面。接下来我们再点击一个保存，那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可以看到它的标题就靠左边来了。那你要居中的话，你就选择居中。接下来是一个页脚。那页脚刚才可以看到它这里有你要几个块的几个模块的，有一栏的、2栏的、3栏的这儿还有这种各种不同的这种分配的大小不一样的这种还有5栏的。我们刚才使用的就是大概看一下，刚才我们使用的页脚是5栏的，这个可以看到5栏的。接下来呢，这里它的一个背景页脚的背景，我们点击这个我们就可以现在把它变成一个黑色的。接下来点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来刷新一下看一下，那我们鼠标拉到底看一下。OK， 那现在可以看到这里就全部就变成一个黑底了，白字黑底。是现在那我们这个页脚呢就看的就比刚才那个白底要清晰。那么我们接着往下看一下，这里页脚一个文本的颜色这儿我们可以稍微给它改一下，让它白一点。它这里有个黑暗，这里有一个我们选一下它，这儿点击一个刷新保存看一下。OK， 可以看到这个它的标题都变得亮了整个就看起来就清晰多了这样子可以看到小鱼儿这里就变得非常的清晰了，我的 logo 都变得非常的清晰了。接下来这里还有一个版权的信息这里一个页脚下面一个版权的信息，点进来一下。那么这个版权还是很重要的，你做网站的话，那很多网站大家都能在底部这里熟悉到，比如说这下面有一个什么版权归谁所有这个是至关重要的。这儿比如说我们把它就添加到这个里面比如说什么2025小鱼儿版权所有怎么样的，把这里给它加上点击一个保存。那接下来我们再来看一下，刷新一下，下面这里有一个，我先把它关掉，可以看到最底部这里2025小鱼儿版权所有，这里就加进来了。
那我们底部这里就设置好了，接下来呢，我们在中间这里想要再出现一个这样的一个比如说这样子，大家可以看一下这样子的一个品牌的一个相关的一些特色，比如特色产品、新产品，这边还有一个联系方式一个邮件的一个填写怎么制作的呢？那接下来我们也来看一下。那我们先点到这里，可以看到这儿有一个刚才这个区域它是出现在我们的页脚的前面就是我们页脚的上面。这里呢，你先在这里把这个页面先不要去动它。那接下来呢，我们回到鼠标，回到左边，找到这里一个布局，这下面这里我们找到这个 HTML， 点击这个添加新项目，我们在一个新窗口打开。这儿我们可以把这个标题给它复制过去粘贴到这里。那我们点击一下发布，再点一下发布。接下来我们使用 Elementor 编辑。那么这里我们也有现成的模板就不需要你再一块一块的去搭建了。那我们点击中间这个，选择模板，这里选模板，选上传模板，点击上传模板，选择模板。在我们选择这个模板，双击一下，点继续。OK， 这里最下面这个我们点击一个插入进来，那这里就加载进来了，加载它就上传导入进来之后，可以看到这里的一个没有表单我们点一下这个笔，在这边选一下邮件订阅，这个邮箱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们一定要把这里稍等一下，这儿我先点击一个发布。 OK， 看到这里就这个地方已经加载进来了，我这儿刷新一下，没有问题那这里已经好了之后，接下来呢我们就回到刚才的这个页面，回到这个页面我们先刷新一下，接下来我们再来看点击这里，那我们点这个按钮，点击这个倒三角，那这儿我们刚才加的 ID 这个已经加进来了，点击一个保存。接下来我们再来到我们首页刷新一下看一下。 OK， 看一下这里就加进来了我们品牌信息这些，我们的一个邮箱收集这里都有了。这里还有我们的一些排版你可以看一下你的相关的一些字体的大小这些东西都可以在这里面来设置。左边这些东西大家这些功能大家都可以来再研究一下好好的。如果说你要做跨境电商你要做这种网站的这种要来做这种在线销售的这种，你就可以好好把这边的这些功能全部都自己去看一下。那我这里给大家讲解的没有每一个的去给大家讲那有更多的呢是给大家讲的一些是常用的非常重要的一些功能，给大家全部都给大家讲解了。到这里呢，我们的网站就已经设置的差不多了整个网站的搭建也就差不多了。可以看到在这里有我们的一个超级菜单，那上面有我们的主菜单有一个搜索框，这边有一些加入购物车等等，这有我们的一个 logo， 这个 logo 你可以去替换成你自己的。这个里面可以看到它有我们的一个在线商店这里面有我们的一个服装的一个分类你可以按照价格，可以按颜色来进行筛选。那么这个里面呢，点开看一下它有我们的一个博客文章，那么你可以后面有时间你可以写更多的文章在这个里面来。那这有一个关于我们联系我们的一个页面，有任何问题呢，你可以来到这儿来联系我们这里有我们的一个联系地址，可以看到你可以留下你的邮箱，留下你的一个问题，可以点击提交这儿呢还有一个订单查询，整个网站的功能呢还是非常的齐全。那当顾客有下单呢，他可以在这里来输入他的一个订单，输入他的一个电营销一个电子邮件，他就可以来搜索他的一个订单。顶部呢有我们的一个活动的一个广告通知在这上面，你有任何活动比如说什么双11的这些活动你都可以把它写在这个上面那可以看一下我们首页呢有我们的一个热销产品或者说我们一个精选产品的一个轮播图，那这儿有我们的一个产品展示，这下面是一些产品比如说一个精选产品本季精选，那下面这里有我们店铺的一个分类再往下面是我们的一些热销产品，那下面还有我们顾客的一些好评这里有一些穿搭技巧，我们的一个博客文章，这里你还可以上传你的视频在下面可以顾客他可以留下他的一个电子邮箱，并且也有我们非常完善的一个底部菜单栏。到这里呢，我们整个网站的搭建就已经完成了在这儿呢，喜欢小鱼儿记得订阅我的频道记得一定要给我点赞收藏并且转发给你身边有需要的朋友。那创作不易请大家一定要多多支持这里所使用到的所有相关链接呢，我都放在视频下方的描述栏里，大家可以到描述栏里去找到每一个工具链接以及减码这些你都可以直接复制粘贴去用。那有问题呢，也可以在下面给小鱼儿留言。那如果说你想更加详细的想要搭建其他的网站呢，也是可以，比如说一个
个人博客网站呐，比如说你是做什么设计师啊，或者是做什么这种服装设计啊，或者是做一些个人方面的，那你可以看一下个人的一个博客。在这儿呢，如果说你搭建网站，你想要在线销售，你必须要有一个好的收款的全球收款的这样一个账号啊，那么你可以来看一下小鱼儿的这一期。前面给大家讲过哈，是这个这里的一个美国公司来注册一个Stripe账号Stripe账号是可以进行全球收款的。在这里，如果说你的网站已经搭建起来之后呢，那在运营过程当中呢，你需要用的一个工具就是这个 Serverch， 可以让它来帮你去对你的网站进行一个优化这也是一期非常详细的教程感兴趣的伙伴可以来看一下我的这期视频。今天就给大家讲到这里了，下期视频继续。